今日你必须与嫣儿圆房，这是合欢汤，你拿回去与嫣儿一起喝。行房的时候对她温柔点，如果今日能怀上孩子就好了，过后你们能生个女儿，更是天大的欢喜事。至于你苦求哀家的那件事，今日若是你应了，哀家便赐你一个5年之约。温泉热气氤氲着，有人在他身后欺负他。南婉嫣，你让太后赐汤逼着我们圆房，本王现在如你所愿，满意了。什么太后，什么圆房？南婉嫣又疼又懵。她明明是现代医学实验室顶尖的女博士，一场实验室的突发爆炸把她炸成了别人像虫咬一样的麻痒感，让她完全拒绝不了这一场情事。南婉嫣被折腾得眼冒金星，可就在这时，脑海里突然多了很多陌生的记忆。原来这里是西野王朝，而原主本是相府嫡女南婉嫣。从小她性子懦弱，不喜言谈。就在6年前，她的右脸上突然长出了大片的黑斑，奇丑无比，被人嫌弃。可她却依然对眼前这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当今的翼王顾墨寒情有独钟。南婉嫣，婚前失贞还敢嫁给本王，你也真敢！本王不会放过你跟整个南家的，更不会让你怀上皇家子嗣，因为你不配。说完转身就走了。来人呐，皇妃溺水了！这话一出，立即有几个婢女合力就将人给救上来。好险，差点就真的一命呜呼了。这原主什么癖好，遇到这种家暴男还对他爱得死去活来的，真是自找罪受。皇妃，您怎么样了？快请大夫！没事，无意间的一瞥，想过会丑的，没想过会这么丑。不过这黑斑好像是被人下毒所致吧，以我的医术能治好。王爷有令，王妃恶贯满盈，特赐婢子汤1碗，即日起打入冷院，生死不论。话落，南婉嫣就被人强灌了1碗婢子汤后，直接丢进了冷院里。狗男人，别让我再看到你唬人！5年后，还差一点儿，小包子加油！婉姐，我不敢。就是眼睛一闭就跳下来了吗？可是娘亲让我们都在家里呀。咱们既然打算逃，就得抓紧点时间。书上说了，计划赶不上是什么来着？反正你快下来吧，等娘亲一会儿买来了马车，我们就能出去玩了。不远处，一辆无比华贵的马车突然停下。王爷，好像咱家招贼了，是2个漂亮的小姑娘。顾墨寒的眼睛陡然一眯，大步走向2个粉雕玉琢的小奶娃。你们是谁家的孩子？本王的王府从不招待小孩，还不快下来！这位公子你小声点，我们是偷偷逃出来的，你可不可以把我妹妹抱下来啊？你还有马车呢，如果我们娘亲买不到马车，你的可不可以卖给我们？顾墨寒的内心充满了惊疑，难道这2个孩子是从他的王府出来的？娘亲就快回来了吧，万一我们暴露行踪怎么办啊？顾墨寒眼见的南小包的小脸儿涨得通红，腮帮子鼓着，可爱的让人心都化了。西野皇室一族从来都是男丁兴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女娃，却始终是盼不到。公子，就拜托你赶快把我妹妹抱下来吧，我们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难道说这2个小丫头是王府里的人？本王为何要帮你们？你们的娘亲是谁？不帮就不帮，还以为坐豪华马车的人会是什么好人呢，没想到连举手之劳都不肯帮。哼，小包子你等着，阿姐这就来救你。顾墨寒微微的一怔，倒是没想到小丫头会是这个反应，跟她小时候差不多的脾气。这到底是哪里来的2个小祖宗啊，竟然敢骂我们尊贵的战功赫赫从无败绩的王爷！阿姐，你抓着我！谁曾想脚下一滑，一个翻身就往下栽去。顾墨寒的墨瞳骤然一缩，眼疾手快地抱住了小包子，搂在了怀里。伶牙俐齿的小丫头，本王倒要看看你们的娘亲到底是什么人。说罢，就带着他们阔步朝王府里走去。不要，放开我们，我们不要回去。与此同时，南婉嫣跟着人群从后门混进了王府，回到了自己的冷院。小包子，小正脚，
快跟娘亲走，马车找到了。小正角，小包子，快出来啊！别吓娘亲！不要抓着我们，快放开！放开！放开！南婉嫣猛然转身，顾墨寒，你放开他们！她肤白貌美，青丝如瀑，只随意的挽了个发髻，都显得那么的动人。南婉嫣，顾墨寒一时恍惚了。顾墨寒，你给我放下孩子！放开我们！我们娘亲！娘亲？南婉嫣就是你们的娘亲？南婉嫣阴狠歹毒，5年前机关算尽，让她错失了柔儿，而她的父亲更是害得母妃成了活死人。这些年来，她每每想起这些，都觉得心头像是横插了一根尖利的刺。可反观南婉嫣，不仅挖地种菜，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儿，连脸上的黑斑都消失了，成了一个绝世大美女。南婉嫣，你这个不知廉耻、水性杨花的女人，婚前不争不说，还不知悔改。你说这5年来跟多少野男人厮混，竟然还生下2个孩子？放屁！死渣男！你骂谁呢？曾经那个唯唯诺诺，总是看他脸色的南婉嫣，现在竟然敢骂他。本王骂的就是你，南婉嫣。你怕是连孩子的爹都不知道是谁吧？如此人尽可夫，为什么还不死？坏人，不许欺负娘亲！什么狗东西，吓成这样，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认不出来，而且还当着孩子的面让我去死！王八蛋！南婉嫣反手不知道从哪儿掏出来一个平底锅，直接就往顾墨寒的头上砸去。只听得当啷一声，顾墨寒来不及反应，就被打得眼冒金星，整个人都站不住脚跟了。接着南婉嫣又从身后掏出了2把水枪，递给了姐妹俩，1人1把。2姐妹一左一右的站好，拿着水枪就朝着顾墨寒的眼睛刺。3个女流之辈竟把有着战神名号的王爷打得抬不起来头了。神宇一阵胆寒，有些后怕的退了半步。王爷，不是我不帮你，只是这阵法这兵器我实在是没有见过，想插手我也插不上啊。小包子拿着水枪跟小正角一起绕着顾墨寒呲就是一顿喷。欺负娘亲的都是坏人，这个坏人，打死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娘亲！南婉嫣则是抄起他的平底锅，扬手又是一下砸在了顾墨寒的脑袋上。5年前你那样凌辱我的时候，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狗男人！小包子、小正角，给我往死里揍他，喷他眼睛！对，就是这样。顾墨寒忍无可忍，他已经适应了南婉嫣的攻势了，找准时机，一把就拽住南婉嫣举起的平底锅，闷声低吼：南婉嫣，你放肆！本王还没有追究你放荡偷生野种的罪责，你竟敢连同小孩一起打本王，简直罪该万死！他不是不能反抗，只是没来由的不想伤了这俩丫头。顾墨寒，你去死吧你！一声巨响，南婉嫣这一下子给顾墨寒震得脑袋瓜子嗡嗡的，整个人晃晃悠悠的，眼瞧着就要往下倒。而神宇终于做好了心理建设，一个箭步上前擒住了南婉嫣的双手。南枝，关门；南小，放辣不辣？2姐妹当下了然于胸，只见南枝麻利地跑去关上了小院的门，还顺手将门锁给紧上了。2只大狗一前一后的飞快地窜出了屋，对着神宇就是一阵咆哮，其中1只腿短的还龇牙咧嘴，眼见就要扑上去咬他。神宇被吓得面色铁青，当即松开了抓住南婉嫣的双手，往一旁躲。顾墨寒这时候还在半晕半醒之间，迷迷糊糊地瞧见一条又圆又胖的猪咧着大嘴朝自己狂奔过来。顾墨寒来不及细想，被迫起身逃离冷院，神宇紧随其后。主仆2人就这样跌跌撞撞地出了香林院，还听着后头接连不断的狗叫声，以及小正角扯着嗓子不断地说：坏人，看你还欺负娘亲，你要再敢来一次我喷你1次！哼！坏人，你再来我就再放辣不辣咬你屁股！哼！娘亲，我们还能走吗？牵着2个孩子捡起不知何时掉落在地上的包袱，立即翻墙跑路。王爷，王妃如今大不相同了呀！这女人简直该死！王爷，再过10日您就要大婚了，王妃的性命关乎到您是否能顺利迎娶云姑娘，眼下您就暂且先忍着吧。立即派人将冷院围起来，要是再让南婉嫣逃出冷院半步，本王就砍了你的头。还有，
让高管家去监视香林院动向。现在南婉言变化太多，不仅变得好看了，就连手里都多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武器。本王倒要看看他日夜到底都在做什么，究竟是怎么变得这么厉害的。不过你们今日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会跟那个男人碰上的？早知道他是坏人，我就应该先揍他的。对不起，娘亲，都是我不好。如果我能快点，或许我们已经远走高飞了。娘亲知道你们是为了帮我节省时间，我很开心啊。但是你们呢是小孩子，没有大人的保护，私自爬墙太危险了，知不知道？要是今日那个坏蛋对你们做了什么，娘亲会后悔一辈子的。娘亲放心，日后我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了。这就对了，这才是娘亲的乖宝宝。娘亲，方才那个坏蛋是不是得……话音未落就被小正角给打断了。娘亲，今日走不了了，小包子也难过了，我们想听娘亲给我们唱《两只老虎》，好不好？娘亲。好，娘亲先去洗洗手，方才揍坏蛋脏了手，可不能脏了我的小宝贝。他一走，小包子，刚刚那个男人那么坏，还欺负娘亲，怎么可能是爹爷？你以后就不要跟娘亲提了，免得娘亲伤心。我听阿姐的，再也不说了。顾墨寒，这5年以来，你从未管过我们母女的死活。我想走，就这样老死不相往来，你却主动找上门来找茬，还想动我女儿，简直该死！就这么个狗东西，要来干什么？合理。2只小老虎报到啦。小老虎1号，小老虎2号。2只老虎，2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你们觉得奇不奇怪啊？奇怪。几乎在南婉嫣唱歌的同一时刻，顾墨寒和沈宇就赶到了。这首歌竟然跟母妃在她年幼时唱的歌一模一样。顾墨寒听着，心底某处莫名生出了一丝暖意，就看见南婉嫣起身离开了姐妹俩，往一边去了。王爷，王妃走了。借着月光，他看清楚来人有3个，每个人都蒙着面，手里的剑尖直指他的咽喉而来，却不想下一刻纵身一跃就进了院落。沈宇正张开双臂，紧紧地护着身后的2个小丫头，独自一人对峙着5个来势汹汹的黑衣人。他明显不敌。阿姐，我怕。不怕不怕，你还行吗？沈宇有些哭笑不得。无妨，你们保护好自己吧。小心！沈宇踉跄的后退，嘴里喷出了一大口的猩红。其他的5人同时对他群起而攻之。沈宇满身的杀意，当即扔下了南婉嫣，一掌就朝那人拍去，举剑利落地干翻了其他围攻上来的5人，连杀4人。沈宇，沈宇，你醒醒！快回屋里去，把门关上。娘亲，小包子，我们回屋。刚要细细检查他的毒症，手就突然被人死死地抓住了。南婉嫣，这个歹毒的女人，本王救你一命，沈宇更是负了伤，你还折腾他，你的心就这么黑吗？我没折腾他，沈宇他中了毒，我现在在帮他解毒。满口胡言！你南婉嫣蛇蝎心肠，满腹坏水，除了会做坏事，哪里会什么医术？撒谎也不说点让人信服的话。我不管你怎么想，沈宇现在需要马上进行救治，要是耽搁了，他会死。本王不准！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本王就砍了你的手！你，王爷，王爷，是不是出事儿了？沈侍卫怎么受伤了？有刺客来袭，已经1点都不知，立刻去请太医，回头去领罚。快把沈侍卫抬出去！沈宇他不仅是被刺伤，他还中了剧毒，要是再耽误下去，沈宇就真的危在旦夕了。你们相信我，我能救。南婉嫣，闭嘴！再多说1个字，本王就砍了你的手！把他丢进屋里，好好看管，立刻传御医。沈宇要是活不了，你高管家也别待在王府里当闲人了。是王爷。顾墨寒说了，沈宇中了剧毒，你不让我救，行，他要是出了事儿，那也是你害的。顾墨寒怒火中烧，甩袖头也不回的离开了香林院。刚刚你们吓坏了吧？没有，阿姐保护了我。娘亲，那个坏人是不是受伤了？
娘亲，那个人虽然坏，但他却把我和妹妹护在身后。娘亲，他也算个好人，你能不能像以前给我和小包子疗伤那样，变一个魔法让他好起来？我方才都看见他的肚子流血了。别担心，娘亲会救他的，只要你们答应娘亲不乱跑，乖乖睡觉，娘亲就去给他变魔法，让他完好如初。好，你们就是这样看护的，不好好观察四周，反倒是交头接耳。两个侍卫明显惊住了。王妃是在叫属下吗？对，就是你。进来，沈宇伤势如何？沈侍卫，他不大好。刚才府中大夫看过了，说是伤势过重，身上的毒效太烈，怕是很难救治。如今只能等太医来瞧瞧了。你想不想救沈宇啊？想。我会医术，也有把握治好沈宇，但你需要将我带出冷院。真的吗？王妃是医者，能救沈侍卫？是。你也知道我这张脸原本很丑，那是因为中毒了。我有解毒的本事，如今只有我能救中了剧毒的沈宇。他的情况凶险，恐怕是等不到太医来了。好，都听王妃的。南婉嫣赶紧从空间里掏出了一瓶胶囊，她捏着男人的下巴，稍一用力，再以温水送服。别睡，给我清醒着点。南小包和小蒸饺还等着你好起来呢。很快，沈宇原本扭曲的面孔渐渐地平静下来，细心地抽取定量的针剂后，找到沈宇的下半身的裤腰，往下一扯，露出了男人的臀部。南婉嫣压根没有犹豫地将针头对准了男人的臀大肌，就见沈宇猛地睁开了眼睛，疼！一睁眼就看到南婉嫣蹲在他的旁边。别怕，你中毒了，我再救你。我南婉嫣可不是无情的修罗阎王，不会害你的。卑鄙！沈宇，我知道你不信我，这王府里也没有人信我。可是如今你中毒太深，府医可救不了你，太医还在路上，可你等不及了，所以我得救你。方才给你注射的叫做镇定剂，估摸着药效快上来了。如果你感觉好受一些，能让我继续，我再动手不迟。却没想到南婉嫣竟然真的有点本事，她心情很是复杂。动手吧。放心，我要你活着，你就死不了。待伤口的毒处理完毕了，为伤口撒上了止血粉。原本老奴敬你是王妃，还对你抱有几分敬重之心，却没想到你是如此卑鄙的毒妇。我如何卑鄙了？你这蛇蝎妇人，你还狡辩！我是在救人，这是救人的道。你是不是得知王爷即日后要迎娶侧妃，故而怀恨在心，意欲利用沈侍卫来报复王爷？王妃，你真是好毒的心呐！沈侍卫已经重伤，你却还不放过他。顾墨寒这是娶侧妃了。就瞥见门外墨袍加身的顾墨寒朝他走过来，蓦地伸手死死掐住了南婉嫣的脖子。你真是十恶不赦，为了报复本王，就连奄奄一息的人也不放过。这时门外进来了一众侍卫，还押着于峰。王爷，王妃是来救沈侍卫的，绝不是坏人。没想到啊，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你都能将本王的人策反。南婉嫣，是本王想瞧你了。看到南婉嫣逐渐失去了反抗的力气，顾墨寒这才愤愤地松了手。南婉嫣，今日香林院的刺杀是你一手安排的吧？就因为本王要娶柔儿，你恨不得本王死，所以自导自演了这出戏，却没想到伤的是沈宇，所以又千方百计跑来杀他泄愤。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要不是高管家提及，我都不知道你要成婚的事。何况我在香林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要从来不来香林院，我就是要找刺客杀你，也不可能安排在我的院子里好吗？来人，把这个毒妇和这个叛贼给本王关进王府地牢。顾墨寒，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想过害沈宇，我救了他一命，你非但不感谢我，还要把我关进地牢，你肯定会后悔的。他还没说完就被侍卫拖走了。沈宇怎么样？回王爷，刚才府医看过，说沈侍卫怕是大限将至。王妃虽然想要行刺，但老奴也看过，沈侍卫并无大碍，还活着。王爷，今日王妃虽然有错，但您还得带着王妃入宫赴宴，请王爷以大局为重，莫要伤了王妃，不然到时太后瞧见了王妃身上有伤，定会大发雷霆啊！御医来了，让他尽快救治沈宇。充满杀意地朝着地牢走去。南婉嫣这个心思歹毒、心狠手辣的女人，
日后柔儿进了王府，说因为这毒妇再受什么伤害，我定追悔莫及。我真的没有杀人，我是在救人。您把顾墨寒找来，我要跟他说话。王妃，沈侍卫现在情况如何了？他脱离了性命之忧，但是毒素还没有完全清除。你这个恶毒女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柔小姐高洁自好，知书达理，由于我们王爷情投意合，就是被你这善于心计的女人横插一脚，还险些被你害死，你还有脸说清白？啊呸！南婉嫣，你痴心妄想！本王还没有好好的折磨你，让你苦不堪言，本王怎么可能给你一纸休书？再者，沈宇不可能是你所救，本王凭何还你公道？好，休书可以暂放一边，可你说我害了沈宇，所以这么罚我。如今我没有伤人，讨要一个公道有什么错？而你却让我跟沈宇对峙都不敢，这么蛮横不讲理，跟你口中的我又有什么区别呢？王爷，您就下令让王妃去跟沈侍卫对峙吧。他南婉嫣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吗？他若是有怜悯之心，还善医术，那整个西野的母猪都可以爬到树上去。王爷，老奴也不信，但沈侍卫坚持说是王妃救了他。老奴想着带人回去对峙后再发也不迟。再说，您不回去看看沈侍卫的情况吗？来人，把他给本王押去前院，本王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给沈宇也下了降头。沈宇，南婉嫣居然居心叵测，想要加害于你，被高管家逮了个正着。如今他还口口声声说是他救了你，可笑之极。你告诉本王，他就是要杀你，本王好替你出头。王妃竟然被王爷误会了，而且看他的模样，明显还是被重责了。王爷，属下确是王妃所救，绝非虚言。顾墨寒的脸色大变，眼中是错愕和震撼，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总算知道以小人夺君子之腹了。沈宇，莫不是他威胁于你？你真的是王妃？王爷，属下一开始也不信，也以为他不过心肠歹毒，想要害我。可是王妃给属下扎了奇奇怪怪的针以后，属下伤口的痛意明显好了很多，所以属下便自愿让王妃医治，这绝不是谎话。闻言，顾墨寒如遭五雷轰顶，他方才放下狠话，要是南婉嫣会医术，那西野上下的猪都能上树，他的头都可以拧下来。王爷，不知道有个道理你明不明白？一个人是什么样，就会用相同的恶意去揣度别人。不，他南婉嫣不是那么悲悯之人。沈宇，谢过王妃救命之恩。我说过，我不像某些人心狠手辣，绝不会让你有事。就算你真的救了沈宇，可你如何会医术？王爷觉得5年时间给我，我为何学不会？顾墨寒瞬间哑然。方才老夫看过沈侍卫的伤口了，伤口很深，不知道王妃是怎么处理他的毒素和伤口的。老夫从医大半辈子，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手法呀！就连江御医都觉得南婉嫣厉害，南婉嫣的医术是有多好。沈宇的毒的确是剧毒，再拖延一会儿，毒素就要蔓延到他的心肺了，那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所以我用药先缓解他体内毒素的蔓延，再将他的伤口缝合。我用的是身体无害的线，你们可以理解为能够被身体吸收消化的线，往后不必取线。最后敷了利于伤口恢复的药膏，习武之人断不能被这样的伤口绊住路子。绝呀，真绝呀！况且刚才的情况，沈侍卫很明显已经危在旦夕了。要是王妃出手再慢了那么一点，沈侍卫恐怕就……说罢，他躬身向顾墨寒说：“王妃的医术可谓是炉火纯青，老夫自愧不如。王爷理当好好珍惜王妃呀。实在不行，王妃也别当了，随我去太医院当我的师傅吧。”多谢江御医的赏识，只是沈宇所中之毒并非那么好解，要想彻底治愈，还需要花时间。既然你有法子，就给本王治好他。我答应王爷能治，但凡事有来有往，王爷也该应我一个许诺。再说了，方才我莫名其妙的挨了罚，于情于理，王爷都应该要补偿我。说，我跟你过不下去，等沈宇好了，我要和离。本王说了，这件事你想都别想。不能和离，那我要自由。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干涉我的自由。我有权出入任何地方，以及我要于凤当我的侍卫。至于今日之仇，哼，等着吧，在宫宴的时候绝对会让你好看。本王可以答应你的条件，明日本王会给你送来丫鬟和侍卫，供香林院差遣，但你也要尽快治好沈宇，不然……没有不然，我会治好他的。好，倘若这2个丫头是本王的女儿，该有多好！口口声声说喜欢本王，嫁过来之前就给本王戴了绿帽。你们怎么都醒啦？还是没睡着啊？想等娘亲回来睡觉觉嘛。姐妹俩和辣不辣欣喜若狂的朝南婉嫣奔过来。
他被两孩两狗扑得有些疼，没注意到左肩上的伤口裂开了，血迹透过了衣衫。娘亲，谁欺负你了？我要给娘亲报仇。小正角，你要怎么给娘亲报仇啊？娘亲，你不要转移话题，是不是下午那个臭男人？一定是他欺负娘亲，他最坏了。娘亲，肯定很疼，坏男人，打他！娘亲的眼睛都红了，还没否认。娘亲不怕，小正角给你报仇，赶走坏人。阿姐说的对，帮娘亲赶走坏人，把坏人打到落花流水。是落花流水。此刻他的心都化了，果然自家的小棉袄就是贴心，什么都为他考虑。但要是娘亲有一天要带着你们离开，你们会跟着娘亲走吗？会。娘亲，你疼不疼？我和小包子给娘亲上药好不好？娘亲这么美的小仙女，要是身上有疤了，我们就该心疼了。你这甜言蜜语都是从哪儿学来的？我和阿姐长大了也会像娘亲一样好看吗？会，小包子和小正角会是整个戏野比娘亲还要美的小仙女。奴婢见过王爷。王妃呢？奴婢这就去通报。绕过了香玉，来到了小正角和南小包的跟前。你娘亲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有了下人就不管这两个小家伙，真是该死。你娘。他刚要说话，突然从一旁窜出了两道黑色的影子，直扑向了顾墨寒。男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到小正角带头喊着：“辣不辣？躲开！”紧接着，一大盆的脏水就泼到他的身上，顾墨寒瞬间成了一个落汤鸡，脏水从他的脸上一滴滴的落下，男人的拳头猛地攥起来，这最尊贵的王爷成了落汤鸡。对不起，阿姐是想帮你赶走辣不辣，他们太热情了。叔叔，你不要怪阿姐好不好？低头看到南小包水汪汪的眼里还有泪花，一下子又不忍心责怪了。本王不怪你们。对不起，叔叔，我不是故意的。我和小包子给你擦擦脸吧。小正角见状，给小包子使了个眼色，两人一左一右的站在顾墨寒的身侧，细心的为他擦拭着脸上的水渍。叔叔现在这般好看，就不要挡住了。顾墨寒听着小姑娘那软糯的声音，心莫名的平静。可她不知道，两姐妹在她没注意到的地方，各自从手帕里掏出了一支蜡笔。两姐妹一边擦着，一边不动声色的在顾墨寒的脸上一顿乱涂。让你欺负娘亲，让你忍不住我们坏人。香玉此刻站在一旁，动也不敢动一下。倘若这两个丫头是本王的女儿，该有多好！口口声声说喜欢本王，嫁过来之前就给本王戴了绿帽，这也叫喜欢？真是廉价又恶心。一想到这儿，顾墨寒就恼羞成怒起来。小正角，南小包，吃饭了。南婉嫣看着顶着一张丑脸过来的顾墨寒，你在笑什么？小包子和小正角赶紧朝南婉嫣做鬼脸，南婉嫣顿时心领神会。没有啊，我没笑什么呀。饿了吧，宝贝儿？娘亲啊，今天做了你们最爱吃的菜。嗨，我最爱娘亲啦！本王的脸上究竟有什么？你们一个个看了，要不是失魂落魄，要不就是忍俊不禁。管家面露难色，同时忍住让自己不笑出来。这女人竟然私下如此奢侈。王爷，您可……王爷来这里做什么？本王来提醒你，明日你要随本王进宫去参加太后的宫宴。本王知道太后对你青睐有加，但本王劝你老实点，你不过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王妃。如果她能出府，能去宫里，那就等同于有了绝佳的翻身的机会。哑巴了？本王跟你说话，你不知道回应。南婉嫣看向顾墨寒那张大花脸，而是笑吟吟地说：王爷说的我都听到了，明天见。狗男人，等到明天就让你知道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顾墨寒被他灿烂的笑容闪了眼，晚上记得去给沈宇疗伤。板着脸就走出了院门。顾墨寒走在书房的一路上，总有下人忍不住的多看他两眼。
王爷，您这是……高管家面露难色，同时忍住让自己不笑出来。本王的脸上究竟有什么？你们一个个看了，要不是失魂落魄，要不就是忍俊不禁。高管家连忙上前，颤颤巍巍地给他递过了一面铜镜。您看。只见他原本英俊的脸上，此刻画满了绿色的乌龟，还有红色的小花、黄色的小草，简直是不堪入目。这2个小丫头好大的胆子！这个女神太过歹毒了。顾墨寒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可纵使顾墨寒再怒不可遏，心里竟然生不出半点想要惩罚南小包和小蒸饺的念头。他拿那2个小人精丝毫没有办法。小包子、小蒸饺干得漂亮。但是呢，这种恶作剧只能用来愚弄坏人，你们俩要记住哦，不能随便拿来欺负别人，知道吗？记住了，娘亲。听娘亲话。今天是不是该背书了？老规矩，谁先背好谁先吃饭，背不了的人明天罚默写哦。什么背书，什么默写？王妃不是什么都不会的草包吗？你说什么？南婉嫣教那2个丫头背诗书，还让你们与她同席用膳？回禀王爷，奴婢句句属实。你先回去吧，好好盯着香林院，有事再来禀报本王。是。南婉嫣会了医术也就罢了，如今竟然还会诗词，好些了吗？好很多了，谢王妃关心。你不会还在怕我要了你的命吧？之前是神宇误会王妃，做了很多对王妃无礼的事。王妃若是怪我，不再医治我，神宇也都认了。我要是不医治你，你家王爷还不知道会怎样大发雷霆呢。再说了，救人是医者的本分。房内的2人谁都没有注意到，顾墨寒一直隐藏着气息，站在门外，只瞧见2人有说有笑，俊脸瞬间就沉下去，心里感觉到莫名的不爽。王妃的医术如此高明，要不是您容貌未改分毫，神宇都以为王妃是不是换了个人了。这话问到顾墨寒的心坎上了，他也竖起耳朵仔细的听着。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种事情多可怕，我怎么会凭空换了个人呢？你说对吧？把衣服掀起来吧，我给你看看伤口。神宇犹豫了一会儿，还是将腹部的伤口给露了出来。对了，王爷是不是要和云雨柔成婚了？哼，这个南婉嫣果然还惦记着本王，这2日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实际上还是爱本王爱得要死要活。是的，当年王妃进了香林院之后，王爷便与太后约定了5年为期。5年之后，若柔小姐还等着王爷，王爷也还是惦念着柔小姐，太后就允了这桩婚事。这5年过去，柔小姐和王爷还是两情相悦，所以太后和皇上都发了话，准许王爷迎娶柔小姐。面上没有半分的恼怒或者生气，顿时担心王妃是不是又在心里打起了什么小算盘。王妃，恕属下多嘴一句，王爷年幼的时候，柔小姐救过他一命，柔小姐是王爷的救命恩人，所以王妃千万不要再招惹王爷了。要是您破坏了王爷的婚事，王爷真饶不了你的。你放心吧，我对你家王爷毫无兴趣，更没有兴趣破坏他的婚事了。一个大男人，小时候不仅溺水被原主救过一次，如今看来还被白莲花也救了一次。这么弱鸡的男人，2个女人轮流去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怎么当上西野战神的。好了，你记得这几天不要沾水，不要剧烈运动。谢王妃。可门口的顾墨寒已经是满脸铁青了。王妃，神宇还是想再问一下，那2个小丫头的生父究竟是不是王爷啊？2个小丫头的生父。顾墨寒的心神瞬间被拉回来，他的心莫名的紧张起来，整个人贴着门框，耳朵竖得老高，就等着听南婉嫣的答复。其实小包子和小蒸饺的爹都是顾什么？是王爷吗？顾墨寒的心也瞬间提到了嗓子口，手指在颤抖。算了，我还是不说了，这狗男人的名字不配被他提起来，神宇都要急死了。王妃，您就说吧。南婉嫣，你给本王老实交代，孩子到底是谁的？如果那2个丫头是本王的孩子，本王可以看在他们的面子上，对你过去的所作所为稍作原谅。南婉嫣心里一紧，王爷怎么会觉得小丫头们是你的孩子呢？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南婉嫣这话是终于承认给他戴了绿帽了吗？顾墨寒瞬间暴怒，南婉嫣，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情急之下，他当即从空间里掏出了一根银针，男子的手掌猝不及防地痛起来，下意识就松开了他。南
南婉嫣，你竟敢如此放肆！本王今天就杀了你！顾墨寒，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堂堂的西野王朝的翼王，既然不上战场保家卫国，也不干人事儿，甚至不敢跟压制你的成王斗，反倒只想着当家暴男，您老可真出息啊！本王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像你这般下作的水性杨花的贱妇，本王就是重责你又如何？哎呦，王爷，老奴可算是找到您了。什么事情这么慌张？回禀王爷，是那些伤了沈侍卫的刺客有线索了。那些个刺客都是出自……顾墨寒瞥了南婉嫣一眼。那群刺客出自什么地方？莫非这西野偌大疆土，还有我翼王府不敢得罪的人，竟是让你如此胆怯？老奴回王爷话，那些刺客都是出自成王府。真是说什么来什么。顾墨寒，事到如今，你还要软到什么时候？你先下去继续查着，有了新的进展再来告诉本王。是王爷。王爷要是没事，我也先回去了。要是两小只企业找不到我，该担心了。突然，顾墨寒一把擒住了女人的手腕，直接将她拽入到怀里。你不是南婉嫣，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南婉嫣的心里骤然一紧，你什么意思啊？5年前你亲自下令将我扔进了香林院，生死不论，我连冷院的门都没出过，如今你却说我不是我。哼，狡辩！你是不是南婉嫣，本王很快就知道了。忽然，他一把撕开了女人左边肩头的衣衫，刺啦一声，视线下移，看到她肩膀上那抹红色胎记时，瞳孔倏然一震。难道她真的是南婉嫣，只不过性格大变了？啪的一声，南婉嫣！顾墨寒，你个臭流氓，无耻下流！顾墨寒本来怒火中烧，见此竟然有些心虚起来。你口口声声说讨厌我，却对我动手动脚，还扯我衣服，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就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你说你是不是垂涎我的身体？胡说什么？本王才看不上你。那你要是对我没感觉，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顾墨寒瞟到他白皙的肩头，你少胡说，本王只爱雨柔。本王警告你，明日宫宴你最好老实点，若是敢做惹本王生气的事情，本王定让你好看。端看背影，还颇有几分落荒而逃的意味。小样，还想试探老娘的身份？娘亲现在还没起来，叔叔有什么事情吗？本王不找你娘亲，本王找你算昨日的账。叔叔说什么？是南枝昨天不小心把叔叔的衣服弄湿的事情吗？如果是的话，南枝就跟叔叔道歉。叔叔，对不起，但是娘亲也说过，退一步海阔天空。叔叔大人有大量，就别跟我一个小丫头计较了吧。南枝笑得很甜，顾墨寒像是感觉吃了一颗蜜糖，在心头化开。他是真喜欢这小丫头。本王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既然你都道歉了，那本王就对你的行为既往不咎，但下不为例。南枝，谢谢叔叔，叔叔真好。哼，坏蛋，要是你还敢欺负娘亲，我和小包子就再给你点颜色瞧瞧。哼，机灵鬼。娘亲，你是天上的仙女吗？好漂亮。我的小包子怎么这么会说话？娘亲带你去吃早饭好不好？好。众人看着美得不可方物的南婉嫣，纷纷啧舌。曾几何时的丑王妃，如今美的让人挪不开眼了。顾墨寒听到了响动，朝身后看去，心猛地一跳，有惊艳的神色在眼底一闪而过。没想到南婉嫣竟然这么好看。娘亲，有没有吃早餐啊？等娘亲吃。娘亲今天有事儿，回来再跟你们吃。香玉，你带两小只去吃饭吧，我和王爷先入宫了。是，王妃。顾墨寒眉头一紧，显然是有些不满。南婉嫣，本王最后再警告你一次，别想着在太后面前耍什么心眼。我可以听你的话不捣乱，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又想要什么？之前我也说了，要么你还我王妃的实权，要么你给我一纸和离书，你选吧。你休想！那王爷就别怪我坏了你的好事了，让你娶不着你的白月光了。哼，南婉嫣，你以为你是谁？这桩婚事是太后金口玉言许下，也是父皇亲口答应的。你这样肮脏的女人，有什么资格跟本王谈和离？至于和离书，本王可以给你，但是要1年之后。半年。本王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南婉嫣，你不要得寸进尺。让我想想，
等会儿见到太后，应该跟他老人家说什么好呢？要不说半年就半年，答应本王的事，你若是反悔了，本王让你生不如死。成交。南婉嫣就这么迫切的想要和离，拉过了顾梦涵的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咬破了男人的指尖。南婉嫣，你简直放肆！掏出了身上带着的白绢，就着男人指尖的血，写起了和离书。没想到南婉嫣为了和离书，竟然急得咬他的手。南婉嫣，你是狗吗？动不动就咬人，放手！王爷别急，很快就好。哼，本王还以为这5年你有什么长进，果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愚蠢。你什么意思？用血字写的和离书是无效的，蠢货！靠，还有这说法？怎么不早说？这个男人是受虐狂吗？白白被咬了还不吭声，简直有病啊！是本王的错觉吗？南婉嫣似乎没有从前那般惹人厌烦了。皇宫里，阿柔，你真是运气好，马上就要进翼王府了。我们阿柔那是凭实力进王府的好吗？就是，柔小姐长得这般清雅，又知书达理，还与翼王情投意合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你怎么能说是凭运气呢？依我看呢，翼王府现在的那位王妃才是真的凭了运气。那个南婉嫣生得奇丑无比，像是吃人的妖怪，而且心狠手辣，品德败坏。我听说她给翼王戴了绿帽，婚前失贞，真是下贱的。就是，那个女人说到底不过是个弃妃，哪像我们阿柔啊，温柔贤惠又恬静，这才是王妃该有的样子。阿柔要是进了王府，定会是翼王的掌上明珠，是翼王捧在心尖上的那人。姐妹们就不要打趣我了，也不可乱说话。翼王既然娶了王妃，那就自然有翼王的道理。将来我成了侧妃，只管服侍好翼王，管理好分内的事就好。给成王妃问安。起身吧。成王妃今日可真是艳压群芳，不愧为西野的第一美人呐！而且成王还那么疼爱王妃，真是羡慕王妃了。那是，比起翼王跟翼王妃针锋相对的模样，成王妃可真是幸福极了。玉柔恭喜王妃诞下了小世子，前些日子臣女一直在养身子，准备着和翼王的婚事，这才耽误了登门祝贺的时间，还希望王妃不要介意。雨柔妹妹就不用操心本王妃了，本王妃很好，这么多年了，本王妃终于能看见你出嫁，真心为你高兴。好在翼王是真心待你，不然你苦苦等了这么多年，好好的黄花大闺女都要熬成残花了。这个死女人竟敢讽刺我老。不怕，阿柔马上要嫁给翼王了，可谓是苦尽甘来啊！阿柔，你可要快些生出个小郡主，为翼王府添上新丁啊！就是，翼王妃无所出，阿柔，你可要抓紧啊！你们就别取笑我了，只要我与王爷感情愈发的好，生男生女都是一样的。成王妃看在眼里，心里一阵不爽。她就算没有生出女儿又如何？这云雨柔连王府都没进，她好歹是为成王生了子嗣，往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哎，这说着，翼王和翼王妃怎么还没到？翼王肯定马上就到了。至于翼王妃，哼，她成了弃妃这么多年，翼王怎么会带她来？同是南家的小姐，你说南婉嫣怎么就跟成王妃差距那么大？这南婉嫣能跟成王妃比吗？她就是只没毛的野鸡，别说为翼王添丁了，连个屁她都放不出来。翼王到！啊，好想嫁给他。那个女人是谁啊？女人冰肌玉骨，完美无瑕的面容，完全不似人间，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超凡脱俗的气场。不过一刹那，周围所有的宾客皆是为之一怔。这姑娘也未免太好看了，她是谁啊？怎么从未见过？难道是翼王的新宠？这相貌气质竟然比雨柔姐和成王妃还要绝，还要美。顾梦涵瞥了一眼大厅里伸长了脖子看南婉嫣的男人，又扫了眼身边花枝招展的南婉嫣，竟莫名的有些心烦，憋了一肚子的火，不知道从何而起。你们看吧，我就说吧，翼王怎么可能把那个晦气的女人带来？弃妃就是弃妃，上不得什么台面。还是江小姐说的对，南婉嫣果真是被翼王丢下了。不过这翼王也真是的，阿柔还没进王府呢，就又有新宠了。云雨柔的脸色瞬间沉下去，臣女给翼王请安。起来吧。
这位姑娘看着面生，不知道是谁家的小姐。南婉嫣没有开口，悠悠地盯着她瞧，而一旁的顾墨寒皱起了眉。帝王既然带你来了宫宴，那就是认可了姑娘。姑娘美得不可方物，我们这些个女眷跟你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差地别，所以姑娘不必害怕。南婉嫣看着江如月，悠悠的冷笑。原主在她的手里栽过了无数次。我知道我长得好看，用不着你说。不过我长时间没有出府，不知道这世道竟然变了这么多。朝臣之女不跟我行礼，还撺掇一众的女眷嚼我的舌根。江小姐，你好大的本事啊！是翼王妃，她竟然是翼王妃。程王妃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她从小看着的亲妹妹南婉嫣，那张丑陋的脸怎么可能恢复了？云雨柔的心狠狠的一跳，神色紧绷着。慕寒身边的女人怎么会是南婉嫣？他们竟一块儿出席了。江如月更是傻眼了，难以置信。竟然是你，南婉嫣！还没等众人都反应过来，清脆的啪啪两声。江如月，你好大的胆子！本王妃已经提醒过你了，你还一而再再而三的直呼本王妃的名讳，给本王妃跪下！众人面面相觑，眼里都是惊愕之色。这还是那唯唯诺诺的翼王妃吗？南婉嫣，我是太傅嫡女，凭什么给你这种人下跪？顾墨寒从刚才开始就默默地注视着南婉嫣的一举一动。就凭我是翼王妃，这么蠢的话你都说得出来，看来你的脑子是白长了。既然你忘了宫里的规矩，那本王妃就替你回想回想。凡是贵女给郡王、王妃以上的人行大礼，都应该行3跪9叩的宫礼。他的目光掠过那些刚刚附和着江如月嘲笑他的女人们。我给你3秒钟，你若是不跪，本王妃就按照你以下犯上的罪名，重责你30棍，以儆效尤。3，江如月牙关紧咬，气得发抖。2、1，话音未落，江如月就朝着南婉嫣重重地跪下来，死死咬着嘴唇，神色不甘。这笔账日后定要与南婉嫣这个贱人清算。南婉嫣看着江如月跪着，心里早就笑开了花。这就完事了，3跪9叩呢？众人突然大气都不敢喘一声了。此时的南婉嫣仿佛一个魔鬼，那看似人畜无害的笑意瘆人的慌。江如月恶狠狠瞪着南婉嫣，臣女知罪，请王妃恕罪。一旁的顾墨寒脸色深沉，却没有出声阻止。他的这一番纵容，在云雨柔的眼里却变成了他对南婉嫣的溺爱和偏心。墨寒难道跟南婉嫣好上了？这就对了。江小姐往后见到本王妃，记得行跪拜礼，免得叫旁人觉得你不懂规矩，连累了太傅大人的名声，那可就不好了。王妃教训的是。经过这一查，没人再敢说南婉嫣的不是了。雨柔给王妃问安，过几日雨柔就要进王府了，与王妃也算是姐妹，希望你我2人日后都能好好伺候王爷。说完，她面色娇羞的毫不掩饰的看向了顾墨寒。谁跟你是姐妹？陈王妃都没有说话，你怎么这么着急的认亲戚？我可没有兴趣认你当妹妹。陈王妃的嘴角一抽，这南婉嫣怎么变得伶牙俐齿的了？云雨柔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尴尬，委屈的看向了顾墨寒，不动声色的在南婉嫣的腰上掐了一下，暗自警告她，不就是说了一句吗？你至于这么心疼白月光吗？是雨柔唐突了，王妃莫怪啊。今日是太后的寿宴，不知道王妃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太后？什么寿宴？不是宫宴吗？她一脸懵逼地看向了顾墨寒。你看着本王做什么？太后寿宴的事情，难道你不记得？靠！南婉嫣又不是原主，怎么可能记得住太后的寿辰是什么时候？况且这个狗男人只字未提。是啊，王妃，再过会儿太后也该入宴了，大家都已经呈上礼物了，现在就差王爷和王妃的礼物了。唉，关键时刻怎么还掉链子了呢？要是今日惹恼了太后，我唯一的靠山就倒了。南婉嫣毕竟是弃妃，怎么可能有拿得出手的好礼物？况且看她这样子，似乎还忘记了寿礼这回事。太后再喜欢南婉嫣，也不可能喜欢一个对她老人家寿辰都不上心的孙媳吧？我这个妹妹出嫁时就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更何况还当了5年的弃妃，现在手里莫说是礼物，怕是连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了吧？江如月倒是很会察言观色。翼王妃，看你的样子，不会压根就没有带礼物吧？就算太后宠你，你这样今日怕是也要让太后心寒了。哼，看南婉嫣这该死的贱人还怎么嘚瑟。谁说本王妃没有带礼物的？南婉嫣，放开本王！你怎么这般恬不知耻？
你以为我乐意挽着你啊？这么多人盯着我们呢，你不要面子，我还要面子呢。但是实际上，他不过是想借着顾墨寒宽大的衣袍做遮掩，方便他从空间里拿东西。南晚烟，你还想让本王说几次？快松手！你一个大男人这么扭扭捏捏的，能不能行？不就挽一下你的胳膊吗？又不是要非礼你。你不知廉耻！南晚烟冷哼，才不管他什么表情呢。两人说话的声音都不大，再加上一番推搡的动作，落在众人眼里，俨然变成了打情骂俏。云雨柔咬紧了唇，满脸的醋意。不行！正当南晚烟犹豫之时，顾墨寒一把甩开了他的手。他刚要逼斥南晚烟，就看见他从衣袖里掏出来2个古怪的玩意儿。这2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怎么一点也没发现他藏了东西呀？李史公公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请问王爷，是和王妃一起送礼物的吗？王妃这礼物不知叫什么呀？本王备了长寿礼献给太后，那是王妃自己的礼物。难道她真的一点都不知情？他不仅不告诉我这是太后寿宴，还偷摸准备了豪华的长寿礼。他是不是故意的？想娶云雨柔也不必拉我下水吧？敢问王妃手里的是寿礼吗？我再选一选。李史原本笑意盈盈的脸上瞬间换上了嫌弃，最后拿起了那盒药，郑重地交到了李史的手上。就这个吧。懿王妃献上药。这懿王妃安的什么心呢？太后寿宴她竟然送药，是个好东西，你放心，先放在公公这里，等寿宴结束了我再回来拿。真是好穷的懿王妃，一盆草有谁稀罕？都过去5年了，云雨柔怎么还这么绿茶？顾墨寒也不避讳，拉过云雨柔的手，轻柔地摩挲着，眼中满是心疼之意。柔儿，这5年真是苦了你了，不过你别担心，本王很快就能和你长相厮守。王爷别这么说，能被王爷宠爱是柔儿的福气，只是如今柔儿还未过门，王爷当着众人的面这样不太合规矩。哼，本王做事他们不敢说半句，柔儿别怕，有本王在，没人能欺负得了你。说完还故意瞪了南晚烟一眼。王爷想说什么就说，别这样阴阳怪气地看着我。你王爷不要动怒，姐姐也不是这个意思，都是柔儿失言了。男人剜了南晚烟一眼，南晚烟努努嘴，懒得搭理。你始终这般温柔善良，不过有些人你不必为他多言，而且你身子弱，日后别穿得这般单薄了，要是生病了，本王就该心疼了。没事的，王爷莫要担心，时辰差不多了，柔儿该回去了。他冲着顾墨寒甜甜的一笑，很是不舍，却也1步3回头的跟着其他的女眷回了座位。你盯着本王做什么？是不是想本王把你的眼睛剜出来？随即瞪了一眼回去，也不跟他计较。顾墨寒抽的什么风？白月光的小手没摸够，就把气撒在我身上，死渣男！臣恭祝太后娘娘福寿安康。爱卿有心了。承寿礼。慢着，帝王，嫣儿在哪儿呢？太后的目光锁在了顾墨寒的身上，瞥见他身旁漂亮的红衣女子，十分的不悦。回太后祖母，王妃就在这儿。顾墨寒，你身边这人分明就是个狐狸精，你还想诓骗哀家？她是嫣儿，吩咐你的事情你都做不到，哀家看你是不想娶云雨柔了。王妃，你还不起身回话？南晚烟冷哼了一声，顾墨寒怕是想不到他也有求他的一天吧。太后祖母，孙媳就是嫣儿。熟悉的声音响起，太后和皇后瞬间惊愕。哇，六皇嫂真好看。嫣儿，你当真是嫣儿？你的脸怎么好了？怎么这般好看了？回皇祖母，孙媳这5年来闲来无事，便自学了一点医术，也不知道撞了什么大运，就把自己的脸给治好了。本宫倒是没想到老六的王妃还有这本事。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儿臣也总不能停留在过去的一成不变吧？皇后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皇后的脸色陡然变化，竟敢这样跟他说话。哀家与你5年未见，没想到你竟然长进了这么多。姜太傅献上。啊，莹莹你怎么样了？莹莹是噎住了，快赶紧的帮皇子妃把东西挖出来。不能挖，要是贸然挖了，皇子妃的情况会更加严重。王妃还是不要添乱了，皇子妃现在那么痛苦，就等着人救呢，万一真的出事了可怎么办？
说着，他闷声看了看顾墨寒。首尔说的没错，南婉嫣，你给本王老实待着，要是敢多管闲事，本王砍了你的手。上次他救了沈宇，应该是运气占了大半。顾墨寒，沈宇那次你还没长教训吗？我说了我能救就是能救。南婉嫣，本王让你不要闹事，你这就忘了。袁雨柔眼看着顾墨寒对南婉嫣厌恶更深，心情大好。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小婢女跌跌撞撞地跑到了黄子飞的身前，一双手颤抖着伸进了黄子飞的喉咙。黄子飞一下子抽搐起来，呼吸急促激烈。这皇上，黄子飞被噎住了，伸手去掏，反而把食物掏得更深了。这样下去，黄子飞他就保不住了。皇后，看你做的好事，快宣太医，宣太医！南婉嫣趁机甩开了云雨柔的手，想要去救人。南婉嫣，你找死吗？王爷，黄子飞这是食物进了气管，只有几分钟的黄金急救时间，你要是再拦着我，可能就真的完了。顾墨寒是说什么都不松手。够了，本王不信你的鬼话。这女人当真是狗，逮着什么都咬。跨步在他的身后，双臂环住黄子飞，开始救人。南婉嫣，你放肆！你不要以为自己会点医术就为非作歹，快给本宫退下！皇后娘娘，太后祖母，黄子飞如今情况紧急，要是再不救治，就真的危在旦夕了。儿臣恳请二位恩准救治黄子飞。好，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能救，那你就试一试。若是黄子飞有个3长2短，你得付出代价。这个女人当真是故意给本王惹事吗？老六，南婉嫣当真是在救人吗？南婉嫣的举动诡异无比。回父皇，他只是略懂一二。六皇兄，他只是略懂，你就让他来救人？他那么对莹莹，莹莹都要被他折磨死了。石皇子不要担心，如今情况危急，王妃也是好心，万一黄子飞真能被救回来呢？一只大手眼看着就要朝南婉嫣打过去。你这个狠毒妇人，你快点放开我的莹莹！莹莹方才还夸你好看，没想到你这么阴险！住手！你要是想让你的莹莹有命活，就乖乖站在一边等着。石皇子被他一时喝住了。这个皇嫂什么时候这么有气势了？本皇子为何要听信你的话？你快点放开莹莹，不然本皇子就……石皇子话还没说完，忽然众人就瞧见一块3指宽的软骨从黄子飞的口中吐了出来，竟然真的救回来了。众人震惊，这竟然真的吐出来了！翼王妃真的会医术？之前还真是小看了这翼王妃，看来也不是传言中那么不堪嘛。南婉嫣到底是什么运气，竟能接连救下2人的性命？难不成又是本王做了恶人，差点害了师弟妹的命吗？顾梦涵的心里顿时不是滋味。南婉嫣，你这是如何做到的？父皇，请容儿臣喘口气。莹莹，皇子不要太激动了，皇子妃现在还很虚弱。莹莹，你好些了吗？殿下，臣妾方才以为自己就要死了。没事了，都好了。六皇嫂，方才是我愚蠢，冤枉了你，差点耽误了莹莹的性命。我在此谢过六皇嫂救命之恩，也向六皇嫂道歉。婉嫣谢过六皇嫂，六皇嫂人美心善，今日还救我一命。从今往后，婉嫣就认六皇嫂做活菩萨仙女。没事，应该的。今日一见，微臣才知道翼王妃气度不凡，菩萨心肠，真是让微臣另眼相看呐。翼王如此好福气，也是西野王朝的福气啊。袁雨柔的脸刷的一下难看到了极致。怎么会这样？又让南婉嫣出了风头。南婉嫣究竟怎么回事？好像5年未见，不仅性子变了，就连手段似乎都强了不少。父皇，儿臣自小看着婉嫣长大，这丫头吃东西总会不小心噎着，久而久之，她也就有了救人的经验了，所以才能这么顺利地救下石皇妃。原来是这样，翼王妃既然有经验，就把经验说说，省得别人瞎折腾。是，儿臣都听父皇的。太后祖母，既然师弟妹也没事了，不如继续寿宴吧。他不会让顾墨寒有任何扬眉吐气的机会，就算是他的王妃也不可以。皇帝啊，嫣儿今日救下了莹莹，你说是不是该赏？被无视了的成王脸色倏然阴冷下来，暗自的握着拳头。赏，当然该赏。翼王妃，你想要什么呀？谢父皇，太后祖母赏赐，儿臣想要钱。
众人对南婉嫣变聪明的滤镜瞬间粉碎。来人，易王妃今日挺身救人，赏白银1万两。1万两？那我岂不是成富婆了？这样的话，日后带着闺女们远走高飞，就不愁开支了。顾墨寒看着南婉嫣那闪烁的眼睛，俨然是一副小财迷的模样。难得的，他竟不觉得南婉嫣要的赏俗气，反而也觉得很对他的胃口。义王啊，你娶了嫣儿，那就是你的福气。我们嫣儿这么能干又漂亮，你说说，你还有什么不满的？人群中，云雨柔早已经气得嘴唇发白，狠狠地瞪着南婉嫣。没关系，很快我就能让南婉嫣从天堂坠入地狱。寿宴继续吧。儿臣愿太后祖母万寿无疆，福乐绵绵。成王妃也是有心了。将军府云雨柔现手刻佛经1卷。臣女知道太后娘娘素来喜好佛法，钻研佛经，所以臣女便亲手刻上了1整卷佛经，当做寿礼献给太后娘娘，希望太后娘娘喜欢。说着，他盛礼物的手臂轻轻地抬起来，看似不经意地露出被刻刀划伤的手指和手臂。顾墨寒瞳仁一紧，心下一下揪起来。而太后原本还笑着，脸色忽然就冷下来。祖母，柔儿知道您醉心佛法，为了这份礼物，手上都落了疤，更是熬了好几个通夜。这寿礼是柔儿的一片苦心，您就收下吧。南婉嫣看着顾墨寒为了云雨柔挺身而出的模样，她毫不在意，甚至又挑了一个桃，擦了擦送入口中。真是恨铁不成钢，夫君都跑去帮别的女人说话了，这傻丫头怎么还能如此置身事外？哼，南婉嫣，你长得再美又如何？太后不喜欢我又如何？只要墨寒对我一心一意，情有独钟，你不过是个没人疼爱的弃妃，轻如草芥罢了。太后娘娘，臣女自知送的礼物轻贱，但是臣女赠礼情之意切，希望太后娘娘笑纳。臣女也知不如易王妃，不如就先呈上易王妃的寿礼，也好让臣女及其他女眷学习学习。南婉嫣眉头一皱，不好！果不其然，红布的下方摆着的是一颗平平无奇的盆栽。南婉嫣不是想送那盒什么药吗？怎么送这盆草？南婉嫣，王太后平日里这么宠着你，你竟然堂而皇之拿一棵破草来糊弄太后！太后的眉眼狠狠地拧成了一团。易王妃还教我们做人做事儿，却不想易王妃才是那最不懂规矩的人。我交给李史公公的礼物不是这盆栽。哼，你说这不是你的礼物，那你倒是找一找啊！这大殿上还有什么是你送的？易王妃，或许你有别的苦衷，耽误了给太后娘娘挑选寿礼，但太后这般喜欢你，又是她老人家的大寿，你这样敷衍的确不好。还请皇上恕罪，依微臣看，此株植物并非寻常之物。此人正是南婉嫣的生父，西野丞相南岐山。丞相，这是护女心切，想要为义王府开脱吗？微臣从未有此想法，只是年少游历时有幸见过这种植物。此植物名为蒲雅，是人间千年一遇的奇特物种，100年才开一次花，花瓣可入药，能够延年益寿，助人强身健体，百病不侵。人间至宝啊！大学士，你来看看这植物到底是不是像丞相所说的那么玄乎？他的瞳仁骤然紧缩。奇物，当真是奇物啊！皇上、皇后、太后娘娘、易王妃所送确实是蒲雅，但又不完全是。这一颗应该是蒲雅的变种，是比它更加珍奇的存在，非常非常稀有，竟真是神草。其他人直接傻了眼，直勾勾地盯着那盆植物，嘴巴张大的都能塞下一个拳头了。顾墨寒的心里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这草竟是这么珍贵的东西。可是南婉嫣却装作什么都不知情的模样，连他都被他骗过去了，可真是心思深沉啊！如此一来，太后必定更加喜欢他了。太后，朕想用龙鳞玉换这盆绿植，太后意下如何呀？那可是皇上一直珍藏世间仅有的珍贵的宝玉，通体血色，质感宛如晶莹的露水，皇上更是每日随身携带，不许旁人触碰。既然连皇上的龙鳞玉都能被拿出来做交换，依臣妾看，太后不如就依了皇上的意思，日后您若是想看，随时来看便是。
皇帝和皇后这番明抢暗夺，众人都看得明明白白的啊！他们确定这不是一盆普普通通、毫无奇特之处的花草吗？这只是当年他在市场跟老板砍价，砍到5块钱买回来，随便摆在实验室里做绿化的盆栽啊！他困在冷院5年，还养了2个女娃，这样珍贵难得的神草，他是如何得来的？皇上。皇后，这是嫣儿送给哀家的寿礼，怎么还有换的道理？既然送给了哀家，那便是哀家的，哀家可不会换。母后再考虑一下，哀家不会辜负嫣儿的一片心意。懿王妃送如此大礼，由此可见，太后跟懿王妃果真是亲密无间呢。那是，皇帝呀。依哀家看，西野上下就属嫣儿最有孝心，最记得哀家这个太后祖母了。云雨柔和江如月气得都咬破了嘴唇。今日这场寿宴，不该是他南婉嫣的葬身之地吗？怎么现在反倒让南婉嫣成了众星捧月的娇月，在人群之巅耀眼夺目？明明璀璨之星是我才对。太后娘娘，恕臣女多嘴。方才王妃好像说过，她送给您的礼物好像不是这个。云雨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太后祖母，这普雅确实不是嫣儿一人送您的礼物，而是我爹让我代替整个丞相府送您的寿礼。闻言，云雨柔惊愕了。丞相府从没想过邀功，懿王妃有心了。微臣和懿王妃都恭祝太后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好，好，丞相府真是令哀家欣慰呀。他蹙着眉回过头，一眼就看到顾墨寒的眼神如刀刃一般锋利地射向他。南婉嫣被他看得心头发毛。是啊，是他忘记了顾墨寒跟丞相府有血海深仇了，还是尽早和离了好。懿王啊，你瞧瞧嫣儿这样的好孩子，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第2个。而且你们都成婚5年了，该要个孩子了。闻言，男人默同如雾，横眉冷对地看向了南婉嫣。孩子，南婉嫣都生了2个了，只不过还没有确定那究竟是不是她的种罢了。说着，他的手还娇柔造作地搭在他的胳膊上，让顾墨寒愤怒不已地想甩开他的手。是，孙喜与王爷会好好努力的。可南婉嫣抓得很紧，不给他甩开的机会。你要是不想被太后继续关注孩子的问题，就配合我。说下来，我们家雨柔也该到了进懿王府的日子了。雨柔啊，你要多学点懿王妃，好好孝顺太后。是，舅舅，柔儿谨遵舅舅教诲，进了懿王府，定向王妃好好学习。柔儿不需要学任何人，只管做自己。本王爱她，自然是爱她的一切，这一点大将军无需担心。重要的是，她能开开心心嫁进懿王府。眼下，本王已经开始筹备婚事了。8日后，本王定会让柔儿风风光光嫁进懿王府。这个男人恨极了南家，也恨极了原主。原主当年就不该救他，让他死在小时候就好了。是啊，今日进宫前，我都瞧见了王府里大张旗鼓的开始准备婚事了。不知道的或许还以为懿王是要迎娶王妃了。你这话什么意思？想说本王亏待你了？我可什么都没说。王爷，你心虚什么？王爷不要动怒，千万不要因为我而伤了王爷和王妃之间的和气。都是柔儿不好，对王爷念念不忘，又惹王妃不高兴了。放肆！懿王古来娶妻纳妾，都要先问过当家主母的意见。你擅自操办婚事，也没问过嫣儿，这样的没规没矩，成何体统？嫣儿啊，懿王娶侧妃，也不过是跟纳妾同等礼仪。你说你想怎么操办？顾墨寒紧紧地握住云雨柔的手。南婉嫣，别忘了你答应本王的事。懿王住嘴！哀家在问嫣儿的意见，容不得你插嘴。本来我也没想掺和这事儿，免得有人说我不喜欢他。不过既然太后祖母问起，那我就勉强做个主吧。雨柔妹妹等了王爷5年，再这么等下去，大好时光都耗尽了。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不如今日入门吧。南婉嫣虽然答应过顾墨寒不搞事情，半年后她就能得到和离书，但她从没说过不给云雨柔使绊子。众人都没反应过来。怎么，雨柔妹妹不愿意了？我本着成全一对痴男怨女的心态提的这个建议，但现在看来，王爷和雨柔妹妹似乎都不太领情啊。
太后祖母，那嫣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唉，南婉嫣看似好心，实则是让云雨柔的脸面丢得更加彻底。娶亲哪有这么匆忙的？那云雨柔岂不是跟只能从小门进王府的低贱的妾室一样，见不得人？翼王，你意下如何？顾墨寒完全没想过南婉嫣竟然让他今晚就完婚，他还没来得及作答，就感觉到手心里一阵颤抖。男人低头看去，就见云雨柔脸色惨白，像丢了魂似的，惊慌失措，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云雨柔哪里受过这么大的屈辱？王爷，柔儿，荒唐！本王不可能在今晚成婚，已经定好的婚约，岂能是你说什么是什么？本王要娶柔儿，也要在8天后。翼王妃，你什么意思？翼王府何时轮到你做主了？这桩婚事本就是皇上当初一口定下的，你现在这样是在质疑皇上的决定吗？可皇帝此刻喝着酒，对于云振松的说辞没有丝毫要站出来主持公道的意思。大将军此言是在说我们丞相府的不是。这件事是太后娘娘问王妃的，怎地还不允许王妃说话了？他心中暗爽，总算是找到了顾墨寒的晦气，可面上却叹气委屈地说：皇祖母，嫣儿就说吧，不能掺和这事儿，嫣儿做不了主，还是您来做决定吧。够了，哀家说了，这件事都听嫣儿的。至于云雨柔，你要嫁就今晚嫁，不然过了今晚，你就别想再入王府的大门。他怒火中烧，死死盯着完全置身事外的南婉嫣。云雨柔整个人瞬间没了血色，如遭雷劈。现在他只能忍。王爷，云雨柔抬眼看到顾墨寒欲言又止，轻轻地摇了摇头。臣女云雨柔谢过太后恩赐，谢王妃成全。不用谢，我也是看你跟王爷两情相悦，不忍心棒打鸳鸯。鸳鸯要绑在一块儿才动手打，落单打多没意思。云雨柔缓缓地起身，而顾墨寒连忙上前搀扶。柔儿没事，王爷不必担忧。顾墨寒的眼底翻滚起了骇然的冷意，瞪向了南婉嫣，恨不得此刻就将他千刀万剐。可太后在此，他也奈何不了他，只能强忍着愤怒。南婉嫣瞧见了，但就当没看见。太后祖母，今日好事成双，全都是沾了祖母的福气。就你这丫头嘴甜，不过今日哀家最高兴的事就是嫣儿送的普雅，是哀家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来人，把哀家入宫时带进宫里的有凤来仪赏给嫣儿。有凤来仪，这女人真是心机深沉。那有凤来仪是什么来头？孙媳谢太后祖母赏赐。要说这有凤来仪本是一只凤首簪钗，可先帝素来宠爱太后，两人大婚前就命人赏赐了此物，寓意着有心立后，更是身份和威严的象征。这一赏赐简直要了云雨柔的半条命，南婉嫣竟是又得了赏赐，还是太后当年立后的象征。休想，我绝不允许南婉嫣这个草包爬到我的头上。嫣儿啊，以后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你就告诉哀家，哀家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说完就看了一眼顾墨寒，还有他身边的云雨柔。嫣儿知道了，祖母放心。今日这一折腾，哀家也乏了，众卿的一片心意，哀家都收到了。你们也早些回去歇息吧。众人恭送，等到那三人都走后，才陆陆续续的起身寒暄。翼王妃这么些年也没有回过丞相府，过2日也回来看看吧。看来那个盆栽的价值出乎意料的大，是该回去了。我过几日就回去看望父亲和姨娘他们。丞相府的那些妖魔鬼怪还等着他去一起收拾呢。南婉嫣，你是不是想死？顾墨寒，你这是干什么？哼，你还有脸问本王？南婉嫣，看看你今日都做了什么，竟对柔儿百般打压，千般算计。你这个丧心病狂、出尔反尔的女人，本王不掐死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分寸。你堂堂翼王，这么爱睁眼说瞎话。你说我算计你的柔儿，你怎么不说他先来找茬呢？他做什么都要带上我，想要我在众人面前出丑，我怎么忍他？还有，我的确跟你有约在先，但我只答应了不阻拦你娶她，可从来没说过不做其他的事情。南婉嫣，你竟敢算计本王！他从一开始就没想放过雨柔，这个骗子！是本王想瞧你了，你
这个女人不仅心机深重，都被关进冷院了，都还能跟南丞相有来有往，手段不错呀。你们父女二人害了本王的母妃还不够，今日还合起伙来整本王，让整个王府不得安宁，你们怎么这般歹毒？顾墨寒，过去的是非恩怨全是父辈之间的矛盾，我父亲做下的事情，你凭什么扯到我？他知道顾墨寒的母妃跟南岐山有恩怨，也知道他母妃现在还半死不活，可这一切跟原主又有什么关系？南婉嫣，你跟你爹都是一丘之貉，都这么恶毒，本王凭什么放过你？哼，我是没想过你是这么黑白颠倒的小人。今日寿宴上的事情大家有目共睹，是你的白莲花故意找我的茬，我礼尚往来，怎么就恶毒了？男人怒火中烧，猛的一下把女人给甩开了，南婉嫣重重的摔在马车上。你让柔儿仓促嫁进王府，难道不是心生嫉妒，想让她受尽屈辱？你假意不支持太后寿宴，结果送出这样的大礼，不仅讨了太后的欢心，还让父皇对你刮目相看，难道不是居心叵测？南婉嫣万万想不到，顾墨寒对她的怒气和质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顾墨寒又用力地抓着她的手腕，血红的眸子里都是怨恨和勃然怒气。南婉嫣，不要以为本王恢复了你的身份，你如今又恢复了容貌，本王就会对你有所改观。本王与那些见风使舵的臣子不一样，不管你生的是有多好看，在本王心里，你永远只是丑陋、贱如蝼蚁、不值一提的狠毒女人。本王今日就要好好惩戒你一番。说着，他扬手就要拿佩剑。你这个狗王爷，你敢动一下我试试？马车外，车夫虎躯一震，震愕的傻眼了。这翼王妃竟然骂王爷是狗，胆子也太大了。马车内，顾墨寒甚至不知道为何竟莫名的被他威胁的。南婉嫣，你要是再敢骂本王一句，本王就割了你的舌头喂狗。顾墨寒，今日要不是我，你和你的柔儿别说是成婚了，恐怕往后连面都不可能见到。你非但不存感恩之心，还一次又一次对我施以暴行，这就是你说的我歹毒，你正义。感恩？本王为何要对你感恩？你作恶多端，还妄想本王对你有好脸色，做梦！今日若不是我出面参加了寿宴，太后能让你娶云雨柔吗？你和云雨柔的大婚能够顺利进行，难道不是因为我同意的？就凭当时的情况，倘若我不答应，我想延期举办你们的婚事，那还不是我动动嘴的事情。你身为战神，难道就看不出我今日多受宠吗？即使花无百日红，但我今天够红就有话语权，我没找事你就得感激我了。还有，你院子里的神羽重伤在身，剧毒入体，没有我，他如今能完好无损出现在你面前，恐怕他早死了。这桩桩件件都是我帮的忙，你却这样对待你的恩人，你还拿剑砍我。好，既然你这么不义，那我就去找太后说理。反正他说了，要是有人敢欺负我，就大大方方的告诉他，他会给我出气的。顾墨寒脸色陡然发青。南婉嫣，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威胁本王！我说的句句是实话，威胁是从哪儿来？他这么说下来，顾墨寒竟找不到任何的刺儿来挑了，更不能对南婉嫣动手。伶牙俐齿，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本王的手里。彼此，哼。音落，急速前进的马车突然骤停，他顿时失去了重心，直接摔在了南婉嫣的身上。男人的薄唇蓦然附上了两瓣柔软，女人身上的清香味扑鼻而来，竟然酥酥麻麻的。然后他蓦然瞪大了眼睛，这个狗男人竟然吻了他，一把推开了他，反手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顾墨寒的脸上。顾墨寒，你！他疯狂地擦着嘴巴，脸上还有几分嫌恶。你！顾墨寒一脸的错愕，下意识舔了舔唇，看着南婉嫣眼底的恶心，男人被激得震怒了，竟然敢嫌弃他，这可是他的初吻，他比他干净多了。对着外面惊魂未定的车夫吼道：你在做什么？要是连赶车这种事情都做不好，本王立刻让你滚去边疆之手。是，奴才定好好赶车。他方才也是为了避开幼童，没想到惹毛了顾墨寒。方才马车内剑拔弩张的氛围瞬间降到了冰点，却萦绕着一丝尴尬和暧昧。男人忍不住地回味着嘴唇上那残留的余温和触感，心里觉得很奇异，感觉微妙又难以言喻。但是，一想到南婉嫣对他如此抗拒，眼底甚至是深深的嫌恶和羞辱，他的心头就升起了一股无名火，烦躁又难耐。初吻竟然给了这个家暴男，真晦气！你跟着本王干什么？当然是要和离书啊！王爷难道忘了？顾墨寒这才想起来还有这档子事儿。哼，笑话！本王自己说过的话怎么会忘？本王回了西风院就给你写。好，王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女人冲他灿然的一笑，有和离书，他就放下对他的愤怒。男人见她笑靥如花，心底冷意更深了。回到了西凤院，半年后，翼王与王妃南婉嫣和离，从此与翼王府再无瓜葛，神色很是满意。而顾墨寒却是臭着一张脸。拿去，此事不准跟任何人提。要是本王发现有旁人知道，这个和离书就作废。王爷放心，今日的交易肯定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等他惩治完了他想惩治的人，半年后就溜之大吉了，谁有空跟他纠缠？顾墨寒见他笑得不怀好意，不知道他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但是不知为何总觉得烦心。还愣着干什么？本王不想再看到你。顾墨寒一把抓住他的衣襟，将人往香林院拽去。顾墨寒，你放开，我自己能走。本王还以为你魔怔，恬不知耻不想回去，非要本王送你回去。怎么现在又不想了？王爷想多了，我1秒钟都不想看见你。可是顾墨寒却始终没有松手，他一把将他推进了院子里，重重地关上了门。南婉嫣，今晚你不准出来坏本王的婚事。妾身给王妃敬茶。好，两人的手指接触的刹那，云雨柔手中的茶盏瞬间脱离，茶水顷刻间四散而出。好疼！就听南婉嫣惨叫一声，紧接着看到云雨柔脸色惨白的摔在地上，不知所措的看着面前的南婉嫣。就在刚才那一瞬间，云雨柔想将茶水泼到自己身上，南婉嫣反应灵敏的推了她一把，茶水洒在了地上，茶碗和云雨柔也摔在了地上。王爷，臣妾知道您一心偏爱着侧妃，原来臣妾觉得您能幸福就好，也从来没有阻拦过您和心上人的婚事。可是王爷，您偏颇侧妃，难道侧妃就可以恃宠而骄，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负当家主母了吗？顾墨寒的脸色微微的一变，他也知道方才茶被洒了跟南婉嫣无关。王爷，您不要责怪王妃，是妾身不好，妾身没有端稳茶杯，这才将茶水洒了一地，不是王妃故意打翻的。他确实震惊南婉嫣的手段，但他是什么人？他转头就有了对策。南婉嫣震惊地看着云雨柔，仿佛在听什么不可置信的话似的。本就是你没端稳，不认错就罢了，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来了？宾客们瞬间对云雨柔的好印象大打折扣。是啊，王妃也没有说什么。柔小姐说这番有意无意的指责，又是何必呢？是啊，王妃这般大度，也没有出言责怪，只是觉得不公。反倒是柔小姐连敬茶这种小事都做不好，还怨怪起王妃来了。看来还是翼王妃有当家主母的气派，至于柔小姐嘛，哭哭啼啼的，太小家子气了。王爷，臣妾自知不受宠，今日后在香林院里大气都不敢出。可谁知道，南婉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继续煽风点火，说完一句就沉默不语。王爷，您这样做确实是欠妥呀。是啊，王爷，柔小姐始终是妾，而王妃才是您的正宫，于情于理啊，您都应该多花点心思在王妃身上。翼王妃，雨柔是云家的人，是将军府的人，你这般羞辱是不是太过分了？表哥，南婉嫣，你当真不把将军府放在眼里？蛇蝎妇人歹毒心肠，你简直不要脸！我不知道云二公子何出此言，敢问大家，这王府里谁才是当家主母？自然是您。是吗？今日侧妃和云二公子的态度，我还以为我不过是王府里的婢女，人人都可以随意的践踏折辱。将军府的公子甚至可以直呼我的名讳，恐怕是没有把我当作翼王妃来看待吧。你们云家难道是盛产木舟无人之辈，还是侧妃觉得有朝一日会取代我的位置，觉得我不配受你们尊重？云雨柔猛地一颤，眼底流露出了惊惧之色，这简直是不按常理出牌。不是的，妾身从没想过这种事情。够了，南婉嫣，本王忍你够久了，你究竟要怎样？可是他面上却忽然红了眼，紧紧地咬住下唇，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看着他这一副委曲求全的模样，完全把众人牢牢地把控住了。这手段当真连他都自愧不如。明明南婉嫣扛起锅就敢往他脑袋上敲的人，甚至敢甩他耳光的女人，他会因为他骂两句而委屈吗？全都是装的，就是为了让他不好过。南婉嫣，玩够了就给本王滚回你的香林院！南婉嫣今日的目的已经达到，可谓是大获全胜。现在再留下来看这对渣男贱女浓情蜜意，没有多大意思。想起顾墨寒那火冒三丈的模样，不行，太好笑了，太解气了。
院子里的仆人瞧见了，脸上满是惊惧。王妃这是气疯了。是谁欺负娘亲了？是谁？没有的事啊，谁能欺负你们娘亲呢？梁小芝哪里相信他的话？娘亲，你不要与那个渣男计较，我们娘亲这样的仙女多的是跟在屁股后面跑的追求者。这话谁教你的？阿角。这小正角到底从哪儿学的这些现代的词汇？娘亲不哭，我和小包子还有辣不辣永远跟娘亲在一起，才不要跟坏蛋在一起。娘亲好得很，怎么会难受了？乖，娘亲去给你们做烧烤，还带你们撸串，庆祝庆祝。阿姐，娘亲看真的没事吗？你傻呀，娘亲看起来虽然没有任何破绽，但是就是因为这样，不才奇怪的吗？哦，娘亲肯定是难过了，但是又怕我们发现，这才故意伪装出开心的样子。书上都说了，女人就爱口是心非。小包子，你懂了吗？小正角叉着腰，脸上写着“我很懂”3个大字。书上有说吗？我怎么没看过呢？首儿，这婚事是本王亏待你了，等往后寻着机会，本王必定为你大操大办一回。有王爷在身边，柔儿从来不觉得苦。柔儿只是在想，王妃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柔儿？今日寿宴上，王妃好像就对柔儿很不满意，就连我们的婚宴这么重要的场合，王妃也让柔儿如此难看。王爷，柔儿到底是哪里不好？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王妃不讨厌柔儿？不是你的错，你就是你，善良体贴温柔，善解人意，你有本王的喜欢就够了，不需要南婉嫣的喜欢。可是王妃如今长得倾国倾城，柔儿怕王爷有一天看腻了柔儿的脸，就被王妃所吸引。首儿，本王冷落了她5年，且不提这5年，就算她再怎么好看，在本王心里都不及柔儿你一根手指。而且南婉嫣是那样不堪入目的女人，心狠手辣，又是罪人之女，本王和她的血海深仇都还没报呢，又怎么会多看她一眼？本王为了你守身如玉了5年，你难道还不相信本王吗？但是5年前本王被南婉嫣下药，与她有了夫妻之实，柔儿，你怪本王吗？闻言，云雨柔一张脸气得煞白。对不起，柔儿，都是本王的错，本王……嘘，王爷不必再说，王爷是被迫的，柔儿又怎会责怪王爷？此刻能与王爷共枕，柔儿已经很幸福了。柔儿，本王许诺你要带你去看西野的江山美景，等你老了，本王牵着你的手去西野尽头看日落，再去雍山看落英缤纷，本王要用一生来补偿你。柔儿都听王爷的。高管家，王爷有什么吩咐？派人将南婉嫣给本王抓来，本王今夜要让她跪在门前一一忏悔。是王爷。王爷，您这样做，王妃会不会觉得又是柔儿在您耳边说了什么坏话，更生柔儿的气了？是柔儿让王爷您为难了，柔儿不想挑事。本王说过，本王对南婉嫣从未动情，以前如此，今后更是如此。你也不用觉得有负罪感，今晚南婉嫣如此仗势欺人，让你出手罚她也是应该的。本王今日就要让她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那王爷不能罚得太重了。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恨不得南婉嫣越惨越好。这顾墨寒竟然还有人围观那啥的爱好，咦，真变态。王妃还是好好跪着，不要再惹王爷生气了。您这吃食就别吃了，赶紧老老实实跪着忏悔吧，祖宗。我这不是跪着的吗？怎么也没人说跪着不能吃饭的呀？于峰在一旁尴尬的笑着，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最后想了想，还是默默的退回到了暗处。王爷，王妃来了，他此刻就跪在门前。你给本王好好看住他。南婉嫣，你既然跪了，就给本王跪到天亮。什么时候忏悔够了，知罪了，愿意给柔儿道歉了，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否则本王打断你的腿。那烤串滋滋的冒着油，伴着热气，焦香扑鼻。南婉嫣吃得正香。知道了，王爷，臣妾没忏悔好以前，绝不起身。不好好想个法子折腾这对狗男女，他才不会走呢。顾墨寒听见南婉嫣漫不经心的回答，南婉嫣，
你最好别又想着在本王面前耍什么花招，本王大可以现在就打断你的双腿，再挑了你的手筋脚筋，让你好好忏悔。呸！简直就是猪狗不如，禽兽不如。哼，南婉燕到底是个破鞋，终究是斗不过我的。尽管心中得意，但是云雨柔的脸上却露出了担忧之色。王爷，王妃就这样跪在地上，会不会着凉？晚上寒气重，柔儿担心王妃的膝盖会出什么问题，要是以后落下病根，可就不好了。南婉嫣，你听到了吗？柔儿此刻还在担心你，你却对柔儿做出这样歹毒的事情，你当真是无药可救。听见了，没想到这女人竟然真的说一句听见了。顾墨寒还以为她会出言反击，恶语相向呢。他蹙着眉，王爷不要动怒，气坏了身子。王妃也是在回答您的问题，您就别怪王妃了。好，都听柔儿的，还是你善良温柔，不像南婉嫣那般惹人厌烦。王爷，别夸柔儿了。云雨柔娇媚的脸上不自觉地浮现出了2片红晕。王爷，今日寿宴上，他们都说柔儿要是能为王爷诞下小郡主或是小王爷，一定生得俊俏不凡。言下之意是春宵一刻值千金。顾墨寒一怔，心里顿时激动和燥热。而与此同时，没有人注意到此刻的屋檐上浮着2个蹑手蹑脚的小小的身影。呸，没羞没臊的。王爷，往后柔儿都会好好伺候王爷。虽然柔儿不是王妃，生的孩子不能像王妃的子嗣那般尊贵，但柔儿一定会教好他们，让他们乖巧懂事。那次本王无法拒绝，你知道太后强制，但往后本王都不会再碰她。王妃虽然没能为王爷诞下子嗣，但柔儿一定会努力，只是柔儿担心王爷会受累。这2人说的是什么污言秽语？小包子、小蒸饺此刻心中怒吼：云雨柔和顾墨寒真是恶贯满盈。小蒸饺气得直咬牙：花姐，他们也太可恨了，这样欺负娘亲，要为娘亲报仇。报仇！哼！2小只义愤填膺，从一旁搬过了费了他们9牛2虎之力才勉强合力搬上来的一桶泔水。柔儿愿与王爷比翼连理，永不分离。本王也愿与柔儿生生世世永。2姐妹奋力的一推，就见泔水桶轰然倾倒，一大桶的泔水突然从天而降，瞬间将2人从头到尾淋成了落汤鸡。原本香气四溢的交杯酒，此刻也变得恶臭不止。云雨柔的头发上沾着几根青菜，傻愣愣地举着酒杯，不知所措。顾墨寒也没好到哪儿去，头顶鸡蛋壳，肩扛烂柿子，手中的酒杯里还不偏不倚地盛着一颗肉丸子，只能说现场是惨不忍睹。叫你们欺负娘亲，叫你不认我和小包子，哼，活该，辣死你！白乎乎的小肉手眼看着就要往下伸去，忽的一阵风呼啸而过，于风灵巧地翻上了房顶，一个箭步搂住了小蒸饺，提起了姐妹俩的衣领，就翻出了院子。真是！他清楚地看见准备喝交杯酒的2个人被当头泼了水，瞬间成了落汤鸡。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本王的院子里做这样的事？滚出来！快查查谁行刺王爷和云侧妃！哎呀，祖宗别笑了，王爷出事儿，王妃笑得这么欢，真的合适吗？房檐上有人将瓦片掀开，但属下并没有看到人，周围也没见到异常。给本王查！本王要让这人死无全尸！云雨柔快要被气死了，好好的洞房竟然被一桶泔水给毁了。王爷，等本王抓到那人，必定活刮了他。今晚让你受委屈了，本王与你去沐浴。柔儿都听王爷的。2个人刚出门准备沐浴，就闻到了扑鼻而来的烤肉的香气，画面很是诡异。高管家在一边看着，简直是惊心动魄。南婉嫣，本王是让你来跪着忏悔的，谁让你明目张胆在本王院子里烤肉了？你简直放肆！南婉嫣捂着鼻子嫌弃道：王爷只说了忏悔，可没说过不能吃饭。我给你们主持婚礼都快忙晕了，还没用膳呢，我自己做来吃还不行吗？王爷你能不能往后退一退，身上臭死了，熏到我的肉了。你那是兔子吗？南婉嫣的烤架上碰巧正是烤着2只兔子。对啊，兔子。怎么，你要尝尝？我可不给你吃。云雨柔顿时干呕起来。王爷，王妃在我们新房门口吃兔子，你说她是不是也想吃掉我？
南婉嫣，你不知道柔儿属兔，看不得杀生吗？你竟然还敢当着她的面吃兔子，你是何居心？我就是爱吃兔肉，王爷总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我有罪吧？那全天下吃兔肉的人岂不都成了罪人了？你南婉嫣就是不准，本王下令日后断了整个王府的兔肉，只要柔儿不喜欢，所有人都不能吃。南婉嫣有点不满，但一看到顾墨寒身上那乱七八糟的菜叶儿，闻到云雨柔发馊的头发，他又痛快了，活该。本王现在要和柔儿去浴池，你不用跪在这里了。好嘞，起身刚想拔腿就跑。你给本王滚来浴池，亲自伺候本王和柔儿沐浴。先去拎40桶水来浴池。40桶？你到底有没有长心啊？竟然让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拎40桶水！王爷，40桶会不会太多了？虽然王妃她的确有些地方做得不好，嘲笑王爷狼狈，甚至还残忍地吃兔兔，但她要是真搬不动，就让下人来吧。娇羞的想要解开她的腰带，可就在这时，我给你们送水来了！冷得她打颤，尖叫道：“啊，王妃，你！”本王看他连这个铁架子都能搬得动，还有力气吃烤兔子，就是精力多的无处释放，40桶还算少的了。闻言，南婉嫣气得牙痒痒，恨不得将男人的头给拧下来。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给本王和柔儿挑水！不挑水你就接着在这里跪到你反思为止。好，40桶是吧？你等着，看他怎么折腾这对落水鸳鸯。南婉嫣，看你还如何嚣张！你再去给本王和柔儿拿2件干净的衣裳备着，还差38桶，你最好快点。水池里的水要是凉了，就重新打来。靠，这个男人也太不是东西了！等着吧，他一定要让顾墨寒好看。好的呢，王爷。南婉嫣风风火火的拿来顾墨寒2人的换洗的衣裳。等到南婉嫣终于拎完了40桶水，你要的水打来了，洗吧。顾墨寒皱着眉，伸手探了探水温，没想到南婉嫣竟然真的有体力拎来这么多的水，还能保持住水温。他不过是想刁难他一下。水凉了，重新打。闻言，云雨柔忍不住勾唇笑了。不可能！妈的，这水温刚刚好。顾墨寒，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吗？这么热的水你也嫌凉？你爱用不用，老娘不伺候了。说完，气急败坏地走到了一旁坐下，那模样仿佛即将喷火的狮子，让人胆寒。王爷，王妃也累了，您就让她休息吧，柔儿伺候您沐浴。说罢，她羞红了脸。你给本王留在门口伺候，不得离开半步，听见没有？啊！顾墨寒的手在云雨柔的背后僵硬的不知所措，他甚至有些后悔让南婉嫣候在浴池了。男人燥热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潮红。南婉嫣，拿走本王和柔儿换下来的衣裳，你要亲手洗干净。看着干柴烈火的2个人，他慢悠悠地起身，踱步来到了顾墨寒和云雨柔的身后，想要将满是干水的衣裳直接扔进浴池。突然，男人直接稳稳擒住了南婉嫣的手臂。本王说的话你当耳旁风了，手脚给本王放干净点。南婉嫣皱着眉，狠狠地甩开手，恨恨地剜了顾墨寒一眼，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浴池。王爷，柔儿想跟您。浴池里热火朝天，南婉嫣冲出房门之后，就将喜服随便扔在了门口。她哪能看不出来啊？这2个人想要圆房了。南婉嫣转了转手腕，看向刚刚就准备好的一桶寒凉刺骨的深井水，红尘勾起了冷笑。玩了他一晚上，他要不搅和他们的新婚夜，就不叫南婉嫣。浴池里，云雨柔的双手攀附在顾墨寒的身上，娇羞的想要解开他的腰带。可就在这时，我给你们送水来了！冷得他打颤，尖叫道：“啊，王妃，你！”而顾墨寒被当头一泼冷水淋下来，心中好不容易起来的燥热瞬间被浇灭。南婉嫣，你竟敢给本王和柔儿泼冷水！哎呀，王爷，你这就说错了。我刚刚摸到了浴池的水太热，怕烫坏了你和雨柔妹妹，所以才给你们降温的。你瞧瞧，方才你们脸还很红呢，这会儿不都铁青了吗？他看到了这2人梅开2度，再次成了落汤鸡，心里别提有多带劲儿了。南婉嫣，本王看你这毒妇就是故意的。王爷，柔儿觉得好冷，王妃为什么要对柔儿做这样的事情？难道是柔儿又做错了什么，让王妃生气了吗？他急忙温柔地抱起了云雨柔，将南婉嫣一把推开，拿来了干净的衣裳披在云雨柔的身上。南婉嫣一个踉跄，趴在墙头，故作柔弱地抹眼泪说：“
妹妹怎么能这么说呢？今日我也算是给妹妹和王爷做了一整日的媒人，又是安排妹妹进门，又是帮你们拎水沐浴，你们热了还好心给你们添凉水，好心当成驴肝肺呀！云雨柔表是吧？那就看看谁更表。云雨柔听得都快气死了。王爷，你看，姐姐果然不开心了，都是柔儿的错，是柔儿不该贪恋王爷的宠爱，惹恼姐姐了。来人，把王妃拖出去，杖责30。你凭什么罚我？凭什么？南婉嫣，今日你的所作所为，难道还需要本王再帮你复述一遍吗？本王让你来反省，你非但不思过，还在本王门口吃烧烤。柔儿替你求情，让你不要跪，你却明知她身子弱，还给她泼凉水。你这个贱妇，狼心狗肺的女人，难道不该受罚？云雨柔这小白脸还挺能洗脑的，就她这种人还能为我考虑就有鬼了。顾墨寒，我说了，你们的水太热，所以才帮你们加凉水，我没有错，我也不认罚。男人猛地掐住了女人的下颚，用狠劲死死掐住。南婉嫣，你竟还敢在本王面前狡辩！本王今日不但要罚你，还要重重的罚。来人，把他拖下去！谁敢？南婉嫣突然目露凶光，从袖中抽出了一根银针。我告诉你，这是毒针，我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想着罚我，否则王爷毒发出事了，可怨不得我。毒！王妃，不要伤害王爷，是柔儿不好，柔儿甘愿承担这一切。王爷，您就别再责怪王妃了，柔儿知道王妃是一心一意爱着王爷您的，她都是爱抚心切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柔儿不愿意影响王爷王妃的感情，还请王妃高抬贵手，替王爷解毒。柔儿，不必多说。南婉嫣，你竟敢威胁本王，本王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将耳后的银针猛然拔出，随意的扔在地上。是王爷莫名其妙的要罚我，我这是自保，王爷可不要觉得我是在吓唬你。我问你，你是不是现在就感觉腿脚发麻？那又怎样？若你真下毒，本王立马要了你的命。王爷要是非要处置我，那就动手吧，反正杀了我，这毒就无药可解了。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给本王绑了他，重重的打！南婉嫣立马从袖中再掏出了3枚银针，针尖直指着2个侍卫，谁敢过来，我就让他生不如死。好，本王奈何不了你，那本王就让那2个小香林院的婢女侍卫来替你受罚。来人，去香林院把所有人喊下来，各自杖责30大棍，替王妃受过。顾墨寒，你简直卑鄙！顾墨寒好不要脸，竟敢拿2个小家伙威胁他，你这个王八蛋，狗王爷！都给本王听着，要是南婉嫣今日叫不出声，那本王就让你们都受一次罚。侍卫们闻言更是叫苦不迭，心中打起了鼓。云雨柔忍不住的冷笑，高管家站在一旁，看着2个侍卫将手臂粗的木棍狠狠地砸在南婉嫣的身上。好疼！南婉嫣紧紧地咬住牙关，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滑落，冷汗浸湿了她的衣襟。日后定要和这个狗男人好好的清算报仇。顾墨寒，你滥用职权，你不配当王爷！你这个是非不分的疯子，我迟早要让你悔不当初，痛不欲生！棍棒每落下一次，南婉嫣就骂顾墨寒一句，心里才舒坦。南婉嫣，想死就痛快告诉本王，本王现在就来成全你。他恨恨地咬着牙。现在顾墨寒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南婉嫣的身上了，明明是他的洞房，好端端的被南婉嫣搅了个稀碎。王爷，罢了，您别再怪王妃了，王妃受罚现在多疼啊，是柔儿不好，柔儿的出现刺激到王妃了，王爷您要罚就罚柔儿吧。与你无关，本王看他就是活腻了。你听听，他都骂本王什么了？这样口无遮拦的粗野妇人，本王为何不罚？王爷不要动怒，柔儿相信姐姐也不是故意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了您身上的毒，所以万不可再动气了。本王没什么感觉，肯定是南婉嫣故意吓唬的，哪里有什么毒？本王能娶到柔儿，才是本王最大的福气，今晚又委屈你了。王爷，时候不早了，我们柔儿为您更衣。顾墨寒看着云雨柔羞红的脸，此刻心中却没有半点的波澜。今夜被南婉嫣搅了一通，他现在算是兴趣全无，但是还是任由云雨柔褪去了他的衣衫。顾墨寒冷不丁的一颤，脑海中就浮现了那晚南婉嫣被他撕破了衣衫的肩头。王爷怎么了？
顾墨寒此刻却晃了神儿，想到了在马车上南婉嫣狠狠地咬破他的指尖，还有两人那暧昧的一吻，让他还有着片刻的留恋。本王疯了吗？是柔儿伺候的不好，让王爷生气了吗？不是，只是本王想起还有些事没处理好。柔儿今天也累了，就早些歇着吧。本王去书房处理一下。可是王爷，今晚……来人，送侧妃回屋。顾墨寒直接打断，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云雨柔的房间。南婉嫣，你究竟要做什么？一而再再而三抢走王爷，你有什么资格？你怎么配？他不是看不出来顾墨寒的心不在焉，他只是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善良无知。可顾墨寒竟然不由分说的直接掉头就走，这是何等的屈辱！这可是他们迟了5年的洞房花烛夜呀！王爷，洞房花烛你不去跟你的侧妃缠绵，跑来看我挨打，好兴致啊！顾墨寒一语不发，只是冷冷地盯着南婉嫣挨打。如今看到南婉嫣的惨样，心底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异样的情愫。顾墨寒，你心里变态吧你？就爱看我挨打？死人渣，就这么个家暴男，原主怎么会喜欢他？终于，2个侍卫打完了30大棍，此刻也是汗流浃背。顾墨寒上前一步，居高临下的紧捏住南婉嫣的下颌。南婉嫣，你最好长长记性，若是再敢惹本王，本王下次就让你生不如死，一次比一次惨。南婉嫣冷眼瞪向了顾墨寒，然后抓住了顾墨寒的手指，狠狠地咬了一口。顾墨寒吃疼，立即松开了手。你是野狗吗？看见本王就咬。放眼整个王府，估摸着也就只有王妃能跟王爷叫板了。呸！怎么，王爷要是觉得我是狗，打狗还得看主人。今日之事，我若是禀告太后，王爷猜他会怎么想？哼，本王打都打了，你觉得他能如何？南婉嫣，你最好跟本王安分守己，别忘了你跟本王的约定。只要半年内他不惹是生非，半年后他才能拿着和离书滚，否则他凭什么放过他？哼！顾墨寒，约定得2个人守，我怎么不安分守己了？是你们欺人太甚，偏要我跪着忏悔。还有顾墨寒，你再敢拿2个小丫头威胁我，我发誓，哪怕鱼死网破，我也要你付出代价。顾墨寒的唇突然抿起来，他是想拿那2只小家伙威胁他的，但话到最后又改了，有点说不出口了。把本王身上的毒解了。我凭什么给你解？你就受着吧。我可告诉你，这个毒虽然简单，也容易清理干净，但是吧，对男人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就算是解了毒，也不会好的。南婉嫣，不举，懂吧？但凡你刚刚听我的话，不欺负我，让我解毒，就不会是这个下场了。不举！方才他只是觉得双腿发麻，没想到竟然是……南婉嫣，你这个疯子，竟敢算计本王！你们，本王给你们的命令都当耳旁风了吗？连个女人都打不透，都给本王去领罚！侍卫们冷汗直冒，战战兢兢地退了下去。不举！堂堂一王竟然不举，这样的事情要是传出去，王爷觉得整个西野会怎么嘲笑你？南婉嫣的话音刚落，顾墨寒真觉得身体有点不适，心头猛地一紧，他恶狠狠地掐着他的脸，俯身凑近他，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南婉嫣，本王若是真的失去了做男人的资本，必从你身上一件件讨回来，让你尝尝惹怒本王的下场。南婉嫣丝毫不惧地瞪着他，2人四目相对间，更是剑拔弩张，气氛诡异又激烈。高管家在一旁看着，莫名的有种说不出的不对劲儿。王爷虽说重罚了王妃，但怎么看现在2人一高一低的搭着话，听着就是些打情骂俏的感觉。要是换作平常，敢这样对王爷的人，早就被拖去喂野狗，千刀万剐了。他看到南婉嫣的这张脸，就有点心神不宁的，他让他琢磨不透。来人，将王妃扔回香林院，别再让本王看见她。南婉嫣毫不妥协，强撑着男人的痛意，一瘸一拐的挣脱了侍卫的押解，然后朝着香林院走去。哎呀，你倒是快说呀！依属下看，这就是最普通的毒药，只会让人难受一时，并没有王妃所说的症状，也不会留下后遗症啊。当真？当真，属下这就为王爷配药，服下解药后1个时辰左右，王爷的身体就会恢复如常。
看着溥仪信誓旦旦的表情，顾墨寒脸色忽的铁青，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却是更加生气了。他竟然被南婉嫣给摆了一道，回头一定让他痛不欲生。小包子，那个坏蛋竟然这样折腾娘亲，下次咱们要对他再狠一点。阿姐说的对，欺负娘亲的人我们不能放过。说着，姐妹俩就回了屋子，开始在衣柜里翻找起来。女人下意识地将手伸进了空间，原本放着碘伏的位置，却忽然又想起来空间里已经没有碘伏了。可就在这时，她却触碰到了结实的瓶身。南婉嫣的眼底闪过了惊诧，有助于怀孕生子的标签。女人的表情很是古怪啊，这还有怀孕丸这种东西。再看向另一瓶，装着2颗红色的药丸，赫然贴着真心话的标签。靠，还有这好东西！储物柜里陈列满了各式各样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比从前多太多好药材了。这玩意儿竟然升级了？难道是因为我受伤了，所以它莫名其妙的升了级？挨打竟然能升级，那他以后要挨打越多，这空间岂不是无敌了？王爷，恢复的还不错。是啊，王爷，属下听闻柔小姐已经进王府了，大婚之事可还顺利呀？王爷终于得偿所愿，属下祝贺王爷新婚之喜，没能陪在王爷身边护驾，还请王爷恕罪。是啊，本王终于娶到柔儿了，你也不必自责，本王知道你有伤在身，只要你快把伤养好，再保护本王也不迟。就是那个南婉嫣，这几日闹得本王心烦意乱。王妃又惹王爷不高兴了？何止，最近那女人3番5次诋毁本王，公然在太后寿宴上给本王下绊子，她还给本王泼冷水，像狗一样咬本王，甚至给本王下毒，骗本王会不举。她对本王的恶言恶行简直罄竹难书。下毒不举？不是，溥仪看过了，只是普通毒药，本王现在已经好了。那南婉嫣不过是想吓唬本王罢了，她还没有这个胆量在本王眼皮子底下造次。听完，沈宇这才松了口气，还好，王妃没把自己作死。不对呀，过去只要提起云雨柔，顾墨寒就能长篇大论的一顿说，心里眼里嘴里都是柔儿。可现在王爷滔滔不绝提的都是王妃的事迹，对于云雨柔只言片语轻飘飘的带过了。沈宇的心里陡然生出了一股难以置信和震惊。拿3包小饼干，不能再多了。好哥哥，你别告诉娘亲好不好？我和阿姐都只有这么多了，都给你。可是你要不要？你不要，我就告诉娘亲说你欺负我们。反正现在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蛐蛐。小包子凑到小蒸饺的耳边，小声对他说：“阿姐，是蚂蚱。蚂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若是告诉娘亲，我们都要挨骂。”于峰很是无奈。于峰哥哥，我和小包子真的是错了，你就原谅我们好不好？我们保证下次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所以你别告诉娘亲了，好不好嘛？话是这么说，但是他说了也做不到啊。今天收拾这个坏蛋还没过瘾呢，怎么可能没有下次？阿姐，娘亲回来了。收了我的小饼干，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蛐蛐，不蚂蚱，不许说。于峰在风中凌乱，不知所措，他这是被强行拖下水了。娘亲，小包子跑在前头，想死娘亲了。娘亲，你受伤了，那个坏蛋是不是又欺负娘亲了？娘亲，肯定可疼了，我帮娘亲吹吹。那个坏蛋还没有吃够泔水，竟然这样欺负娘亲。看着闺女们一见面就担心起了自己的伤势，南婉嫣只觉得幸福感满满。娘亲没事，不过你们2个小淘气怎么还不睡啊？没有娘亲抱抱，睡不着。王妃受伤了，严不严重？我没事儿，倒是2个小家伙怎么跟你在一块儿？你又是什么时候回的院子？于峰刚要开口，小蒸饺抢先一步：“娘亲，你不要怪于峰哥哥，他半路回来给娘亲拿烧烤料，说是怕娘亲吃不饱。我和小包子缠着他，让他陪我们玩了一会儿。对不起，娘亲。”小包子配合默契，低头绞着自己的衣角，啪嗒啪嗒的掉着眼泪。要是我和阿姐不让于峰哥哥陪我们玩，
娘亲说不定就不会受这么重的伤了。娘心疼，小宝子也心疼。借口是假的，心疼是真的。王妃，是属下失职，没有让其他人前去保护王妃。小主子们年纪小，贪玩是正常事，还请王妃责罚属下。还好没把他们跑出院子的事情给抖出去，不然那可就惨了。娘亲怎么舍得怪你们呢？但是下一次不许再拖着别人玩了，你们可以跟辣不辣一起玩啊。于峰哥哥也很累了，你们要让他休息，知道吗？起来吧，你也累了。谢谢你今天陪丫头们玩。南晚，顾墨寒的瞳孔骤然一缩，直接愣在了原地。只见他面前的床榻上趴着一个后背全裸的女人，手里捧着厚厚的书籍，看得津津有味。一床薄纱随意的搭在女人背脊下方靠近臀部的位置，若隐若现的白皙的肌肤撩拨着男人的心弦。尽管背上的伤痕触目惊心，但是不妨碍女人完美的背部线条的喉结滚动，燥热之意瞬间上头，血脉喷张。他不得不承认的是，方才他看到南婉嫣，心脏绝对骤停了1秒。一声尖叫声陡然响起，瞬间打破了屋子里那暧昧的氛围。顾墨寒只觉得震耳欲聋。顾墨寒，你是鬼啊？走路声音这么小，而且他的目光这么肆无忌惮地盯着他。你到底还有没有教养？你不知道进门之前先敲门？你这样能吓死人的，懂不懂？你不是胆子大得很，能耐得很吗？看不出来，原来叫嚣着要本王悔不当初的王妃也有胆小如鼠的时候。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心啊？冷不丁吓了别人还这么理直气壮，你的脸皮简直比城墙还要厚上10倍。顾墨寒挑眉看着眼前气鼓鼓的南婉嫣，竟然觉得有几分可爱。他嘴角无意识地勾起了笑意。见状，南婉嫣顿时一阵哆嗦，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你笑什么？我说你脸皮比城墙还厚，我说错了吗？顾墨寒的脸色陡然一僵，才发现他竟然笑了。笑话，本王会对你笑？本王看你是被吓昏了头，满嘴胡言。女人的心里嗤笑，这狗男人简直了，敢做不敢认。不过顾墨寒要真的冲他笑的话，他应该能原地恶心的发呕吧。可就在这时，他本就解开反穿的衣服，瞬间从肩头滑落，然后顾墨寒的脸上顿时浮现了一抹可疑的绯红。南婉嫣眼疾手快地拉住衣角往上拢了拢，然后双手交叉紧紧地护在胸前。南婉嫣抬起头，见顾墨寒还在看他。狗王爷，臭流氓，你还要不要脸了？够了，你还要叫到什么时候？再喊本王就把你舌头割了。你把你的狗眼闭上，我要穿衣服，你要是再敢看我就让你生不如死。你是本王的王妃，你倒是说说，有什么是本王不能看的？哟吼，顾墨寒这小子竟然不怕害臊了。行，既然王爷不避讳，那我也不扭扭捏捏了，你自便。说罢，南婉嫣也不顾顾墨寒的反应，直接在他的面前将衣服一个反手扯正。看来想要自己穿衣服是不太方便了，反手抄起一个枕头就朝他扔过去。喂，你是木头人吗？看到我被你的侍卫打成这样，穿不了衣服，你就这样看着？顾墨寒一愣，本王凭什么伺候你？你也配？自己穿好呀。我怎么给忘了？王爷这么守身如玉的男人，又怎么会知道女人的衣服要怎么穿？是我为难王爷了。顾墨寒顿时怒目而视，怒气冲冲地走到南婉嫣的跟前，转过去。这女人竟敢看不起他。南婉嫣背过身，一脸的得逞。你要是敢看，我就戳瞎你的眼。顾墨寒不自然地扭过头，尽量让自己的视线落在他的身上。这女人被打成这样，竟然还能一声不吭，果真是我小瞧了。顾墨寒找来了一件长裙，先披在南婉嫣的身上，低头摆弄着女人衣服上的系带。王爷，你能不能快点？你堂堂的战神，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吗？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别吵，本王当然知道。一个气急，顾墨寒就没注意到踩在女人拖地的长裙尾上，可脚下猛地一滑，一个重心不稳的就朝前栽去，而南婉嫣则被裙身下方的力量拖着往后倒。情急之下，南婉嫣一个惯性揪住了头顶上方的顾墨寒的衣襟，用力的往下一拽。刹那之间，两人的脸就这样交错，仅1指之隔，动作像极了拥抱。南婉嫣惊慌的眼神里闪烁着怒意，顾墨寒感受到他的体香正肆虐着他的每一寸神经。
不由自主地动了动喉结。娘亲！咣当一声，小郑家手里的碗应声落地，姐妹俩的嘴张得老大，不可置信地盯着榻上姿势极其诡异的两个人，连忙一个巴掌拍开了顾墨寒的脸，毫不犹豫地翻身坐起来。这女人竟然又打他！男人一只手撑着榻，一只手借着南婉嫣的腰，暗自发力，在女人腰上掐了一把，然后若无其事地起身。南婉嫣眉心一凝，这狗男人竟然报复她。今日吃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姐妹俩伸开手臂，立在女人的身前，筑起了一道小小的人墙。你们怎么这么看本王？坏人，你离娘亲远一点。娘亲不怕，我和阿姐回来保护娘亲了。娘亲有没有受伤？你又来干什么？是不是又想欺负娘亲了？本王来找你们娘亲给沈雨疗伤，可没欺负她。娘亲都受伤了，你还让娘亲去做事，你怎么这么坏？就是娘亲身上那么疼，都动不了，你凭什么使唤娘亲？你有本事自己去治！哼，他竟然被两个小丫头对得还不上嘴。哼，说不出话了吧？你这样的坏人就应该被辣不辣拖去河边丢掉，最好再被大鱼吃了。一天天的只知道欺负娘亲，你算什么男人？南婉嫣都震惊了，不愧是她的小棉袄们。你这话就不对了，你们娘亲干过的坏事不比本王少，你们怎么不生她的气，偏偏跑来说本王？他扇他巴掌，泼他冷水，干的坏事还少吗？顾墨寒，你什么时候学会睁眼说瞎话了？还在丫头们面前挑拨离间呢？你也太无耻了！也不看看咱们现在是谁受伤了？就是你都娶了别的女人了，你没有资格再跟娘亲做朋友了。哼，还想让我们生娘亲的气，我和小包子猜不上你的当呢。这里不欢迎你，你还是跟你的新娘过去吧。哼，不知道为什么，顾墨寒竟下意识地心虚起来。百口莫辩，是柔儿等了他5年，更是他的救命恩人，他没有理由辜负。可现在面对梁小芝的质问和责骂，他却莫名觉得愧疚得很。本王能解，不过把人赶走也不是我们家的待客之道。娘亲说过，来者都是客。既然你今天来了，我们就勉为其难，留你吃个饭吧，免得以后你又出去说娘亲的坏话。对小包子使了个眼色。你们确定要留本王用膳？小家伙们的态度转变也太快了，让他摸不着头脑。但是他的第一反应竟是发自内心的惊喜。我们不能让别人觉得是娘亲小气，你就和娘亲在这里等着，我和阿姐去给你端菜。对，你可不许再欺负娘亲了。说完，梁小芝急急忙忙地跑出了门。他抬眸深深地看向了南婉嫣，深眸晦暗，透着打量的意味。南婉嫣瞥见了顾墨寒的眸子正在锁定自己，四目相对，女人一个机灵，赶紧别过了头。好好的，这狗男人干嘛这样看我？真是相看两生厌。哼，晦气！我会去看沈雨的。王爷要是没事的话，赶紧该回哪儿就回哪儿去吧，少在我这里折腾。新婚夫妇还是多火热火热的好。你竟然赶本王走！我就是在赶你走。既然王爷没聋，那就赶紧滚蛋，别跟我的闺女们太近了。你爱跟你的柔儿怎么亲近就怎么亲近。南婉嫣，你简直放肆！你让本王走，本王还偏不走了。再说，小丫头们盛情邀请本王用膳，本王为何要走？南婉嫣这女人饭菜总是看着该死的可口，让她好几次都忍不住的想要尝一尝。南婉嫣，你一而再再而三阻止本王和小丫头们亲近，这么害怕本王跟他们有关系，莫非那两个丫头当真是本王的孩子？你怕本王认出来，所以……当然不是。在看到南婉嫣的反应后，顾墨寒心里咯噔一跳，起身步步紧逼靠墙而坐的南婉嫣。你干什么？顾墨寒来到他的跟前，突然一伸手，啪的一下直接壁咚了他，将他按在墙上，动弹不得。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心虚了？南婉嫣看着本王的眼睛再回答，孩子到底是不是本王的？杏眉微怒，倏然反手将男人壁咚在了衣柜前。顾墨寒，我再说一遍，两个小丫头跟你没有半点关系，她们都是我南婉嫣的女儿，你一根汗毛都休想碰。别以为你用这样的话来套路我，就能知道梁小芝的身份。我明明跟你说了，休想！她们都是我生的，是我的女儿，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女人气势逼人，双手将她禁锢在胸前，愤怒的眼中有着危险的意味。她看着眼前猛然放大的精致的脸庞，心底蓦然生出了奇怪的情愫。南婉嫣，
这么说来，你当真婚前失贞，淫荡无边。可本王却不明白了，你机关算尽爬上本王的床，口口声声说爱本王，最后却耐不住寂寞，跟别的男人滚到了一起。你这样满口谎话的女人，究竟还有什么东西能让本王相信？他深刻知道原主是绝对不会乱来的，孩子也确确实实是他顾墨寒的，毕竟他刚穿越就跟他，但原主的第一次到底给了谁，他也不得而知。你管我有什么让你相信的？横竖你也不信我，而且半年后我们就和离了，王爷最好还记得这个约定。本王当然记得，记得就好。那王爷最后哪凉快哪待着去，最好少来招惹我们母女，否则王爷只会得不偿失。本王少来惹你？哼，笑话。南婉嫣，你最好少来惹本王，不然别怪本王翻脸不认人。娘亲，吃饭了，花姨叔叔也来吃饭了。叔叔，你用这个。小正角这么笑，可没什么好事要发生啊。而顾墨寒一听，心都要化了。好，吃这个，阿姐和我最爱吃红烧肉了，但今天叔叔是客人，要先吃。顾墨寒彻底破防了，这俩丫头简直不要太可爱。想罢，直接将菜塞入了口中，细细的品味起来。紧接着，南婉嫣就看到顾墨寒的脸色千变万化，说不出的痛苦扭曲。他瞪大了眼睛，满脸惊惧，不断的朝南婉嫣递着眼色。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南婉嫣，你平时就给孩子们吃这个吗？南婉嫣见他表情不对，不由得蹙了一下眉头。小家伙们应该是有备而来的，这一顿饭就是给顾墨寒的鸿门宴。叔叔好吃吗？我和小包子想着要好好招待你，就亲自下厨给叔叔做了这个菜。顾墨寒嘴角抽搐，他想吐，但是一听到小丫头说是他亲手做的，于是强忍住恶心，苦不堪言的咽下以后，好吃的，只是本王觉得你年纪还小，往后还是别下厨了，这种事情让下人来做就好。叔叔是嫌弃我和阿姐做的难吃吗？怎么看起来这般不开心？怎么会？本王只是觉得做饭危险，万一伤到了你们娘亲该担心了。他眉峰一皱，恶狠狠地盯着南婉嫣，似乎在责怪他。小正角听着心里狂喜，他可是求着香玉讨来了一些巴豆，特别是那瓶红色的辣椒酱，小包子还特意给了5、6勺。他将这些东西都和匀了，全部丢进了红烧肉的汤里。既然叔叔爱吃，那就多吃点。娘亲说不能浪费饭，粮食都是来之不易的，叔叔应该能吃完吧？孩子们说的没错，不能浪费。再说了，你一个大人在孩子面前要是不做好表率，以后两小只要是学坏了，我拿你试问。往后你们的厨艺定是极好的。谢谢叔叔夸奖，阿姐和我一定多做菜招待叔叔，叔叔要常来哦。顾墨寒愣住了，对方才他说的话万分的后悔。在母女3人的注视下，他痛苦万分的吃完了1大碗的红烧肉。此刻的男人只觉得胃如火烧，一张脸辣得通红，好几次都想要干呕，但被硬生生的憋了回去。怎么，王爷还是觉得不合胃口，向我求救了？你胡说什么？本王说了，小丫头们做的很好吃，本王很喜欢。不过让本王没想到的是，王妃竟然能有如此本领，真是教女有方，让本王大开眼界呀。过奖了，不过是2个小家伙天资聪慧，随我罢了。王妃这个时候就不用谦虚了，这小丫头们被你教育的知书达理，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本王以前还没看出来，王妃本事不小啊。王爷说的是，毕竟孩子们从小死了爹，我这个当娘亲的再不好好的保护管教着，也不知道小丫头们要吃多少苦。唉，你顾墨寒有些生气，什么叫死了爹？那万一他是他们的爹呢？可腹部难受，他也就你了一个字，再也没说出话来。阿姐，娘亲不是讨厌这个坏蛋吗？你不懂，娘亲这叫阴阳怪气。哦，膳也用完了，本王还有些公务没有处理好，先走了。说罢，头也不回地朝屋外走去。南婉嫣看着顾墨寒那仓皇逃走的背影，忍不住地嗤笑出声。顾墨寒飞奔出了香林院，刚拐出了院墙，就扶着假山哇哇地吐了起来，吐得天昏地暗。南婉嫣，娘亲，是我干的。还有我，娘亲，是我跟阿姐说要整这个坏人的。
他只是觉得，若是放任他们这样打击报复顾墨寒，恐怕会有危险。娘亲，你别生气，我和小包子就是在红烧肉里面加了碾碎的巴豆、辣椒酱，还有你摆在柜子里的瓶瓶罐罐。娘亲，那个坏蛋不知道，当局者清，旁观者迷。阿姐说反了。反正就是娘亲，你要是因为那个坏蛋娶了别人而伤心，又觉得我和小包子耍他你心疼，那娘亲就是大傻瓜。南婉嫣突然一愣，怎么在小丫头的心里，她竟然成了这样的恋爱脑了？那个男人一点都不配，娘亲对他好，他还找别的女人，成天就知道欺负娘亲，还让娘亲接连受伤。小包子，你说那个坏蛋值不值得？娘亲，阿姐和我都不想娘亲被欺负，如果娘亲舍不得，我和阿姐帮你欺负回去，这样的坏人不会让娘亲伤心。娘亲不是怪你们，只是你们要知道，现在你们还小，没有自保的能力，就算是想要小小报复一下顾墨寒，也要确保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啊。像今天这种事情，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发火，但不管怎么说，不要轻易去做没有把握可以自保的事情。娘亲，我知道了。王妃，云侧妃他来问安了，还真是一刻都不消停，就这么怕我抢了顾墨寒不成？那王妃见吗？当然要见，既然人家主动送上门来，作为王妃不去接待，岂不是显得本王妃很没有礼数？你们俩一会儿就跟香玉姐姐去外面玩，别让恶心的人瞧见你们，要乖哦。我们听娘亲的。香玉领着姐妹俩从侧门去了后院。妾身来给王妃请安。云侧妃起得倒挺早啊，这都日上三竿了，才想起来翼王府里还有我这个王妃。是妾身起得太晚了，昨夜妾身跟王爷王妃应该知道的，这新婚夫妇第一夜总是睡得不安宁的。那云侧妃真是好福气了，刚过门就得到了王爷的青睐，看来这子嗣也是指日可待了。昨夜顾墨寒跟他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事，只不过云雨柔断定南婉嫣不知，所以才敢这样大放厥词。王妃是一个人？那不然你还想看到谁？还是说王爷今日没去你那里，所以云侧妃就来我这里找人了？当然不是，只是方才妾身在屋外听到王妃与人说话，那声音似乎还有小女孩，这才冒犯问一问。毕竟若是翼王府里有小郡主，那就是王爷的荣耀，也是整个西野的大喜事。南婉嫣这个不知检点的荡妇，早在跟墨寒发生关系前就与人厮混了。就算生的是丫头又如何？墨寒断然不会认这样的野种。好你个云雨柔，竟是冲着丫头们来的。云侧妃听错了吧？我方才只是跟婢女交代一些琐事，哪里有什么小女孩？而且你昨晚这么劳累，就早点回去休息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手指不着痕迹地探过了云雨柔的脉搏，当即心中了然，唇上浮现出了一抹冷笑。这顾墨寒口口声声说云雨柔是他的白月光，却连碰都没碰她。确实如此，昨晚王爷他昨夜对妾身真是不说那事了。今日王爷托高管家给妾身送了燕窝和千年人参过来，待会儿妾身叫婢女也给王妃送来点儿啊。对了，王爷还托西野最好的制衣铺给妾身找了50匹云锦，王妃若是喜欢，不如一会儿同妾身一起去挑一挑。柔儿看寿宴那日您穿红衣就很好看。云雨柔这是在故意在下人面前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先谢过云侧妃的好意了，只是呢本王妃也用不到。那日寿宴上父皇才赏赐了1万两白银给我，这些东西我都能买到。方才从进门开始，云侧妃你就一直说昨夜你跟王爷圆房了，本王妃还真是觉得奇怪了。云侧妃明明还是处子之身，这房圆的不太像回事啊。况且这不是巧了吗？王爷昨夜跟我待在一起，你说他哪来的时间跟你圆房呢？还是说王爷他不行啊？什么？我还昨夜竟跟南婉嫣待在一起了？不，绝不可能！下人们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地看向了南婉嫣。不是吧？王爷昨夜是与王妃在一起的，那云侧妃岂不是独守空房了？那他岂不是没跟王爷圆房？刚刚还说了圆房的，这不是骗人吗？对呀，新婚夜都没有圆房，这王爷确定还喜欢他吗？若是王爷不喜欢他，那混的还不如王妃呢。至少王妃身后还有太后撑腰。哼，就这还想跟老娘斗？怎么了？云侧妃不说话了。婢女倩碧见主子失礼，当即说：王妃，昨夜我家主子受了王妃的惊吓，又遭了风寒，
王爷心疼主子，所以才让主子好好歇息，故而才没有。王妃身居高位，理当注意言行举止。是你家主子口口声声谎称跟王爷圆房了，没有就是没有，非要撒谎还不许本王妃问了。倩碧气得跳脚，王妃恕罪，倩碧她不是故意为之。那这么说的话，云侧妃就应该好好的管教一下奴婢了，不然像他那样满嘴喷粪的人伺候你，岂不是更丢了你的面子？倩碧气死了，云雨柔的脸上直接铁青。王妃教训的是，妾身回去定好好管教倩碧。这是妾身托舅舅寻来的羊脂手镯，听闻能够养颜润肤，妾身想着此物送给王妃做赠礼是再好不过的了，还请王妃收下妾身的小小心意。这是和解还是要开始搞事儿啊？见他不接，王妃，您是生妾身的气，不愿意要吗？云侧妃客气了，教训下人是本王妃该做的。打开，拿出了镯子，云雨柔却突然轻身过来，伸手帮她戴上。南婉嫣下意识抗拒，拉扯镯子，镯子突然碎了。王妃你……南婉嫣看到了云雨柔冲她挑衅的冷笑，云雨柔将手掌放在那碎掉的玉镯的尖端，狠狠地划了一下。主子，你没事吧？天哪，你流血了！王妃，你怎么能这么伤害我家主子？真能啊，光天化日之下都能自导自演。可王妃若是不喜欢这玉镯，妾身便不送了。您何苦半断？那玉镯伤妾身的手呢？究竟要什么样的教训，您才能感到满意？这时，一只脚刚迈进香林院的顾墨寒心里咯噔一下，顿时怒不可遏。南婉嫣，你好大的胆子，趁本王不在就伤害柔儿！南婉嫣的眼眸倏然眯起，好家伙，每次云雨柔出事儿，顾墨寒都能第一时间站出来，这是算好的吧？我伤害他？顾墨寒，说话要讲证据，你哪只眼睛看到了？王爷，不是的，王爷，是柔儿笨，什么都做不好，王妃这才小小惩罚一下柔儿，都是柔儿的错，王爷就不要责怪王妃了。南婉嫣，你还敢说你没有对柔儿施暴？柔儿的手掌都划破了，看来昨晚的30棍不够重，让你还有力气出来害人。骂吧，好好整治南婉嫣，最好往死里整。王爷王妃，别吵了，柔儿这就走，不给王妃添乱了。王爷也不要因为柔儿伤了和王妃的和气。柔儿，你别总这样善良。终于，南婉嫣看不下去了，这一对渣男贱女快要弄瞎她的眼睛了。善个屁，最坏的就是他了。云雨柔，你在我的面前收收你这副表里表气的模样吧。你的玉镯是你自己弄坏的吧？是故意划破手掌来碰死我？真能啊！云雨柔震愕不已，见南婉嫣那凶神恶煞的模样，她心里顿时有些不安起来。还有你，狗王爷，你睁大你的狗眼给我看好了，我南婉嫣不会使那么低级的招数。要真想整她，伤口应该是这样的。说着，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过了云雨柔的手，毫不手软地划破。在场的众人都没反应过来，就听到了云雨柔一声惨叫。顾墨寒也愣住了，看到了吗？我是学医的，我要是真想伤他，压根儿不需要他流血，都能让他往死里疼。这么低级的手段也想来陷害我，脑子被门夹了吧？说完，南婉嫣将云雨柔狠狠地甩开，云雨柔一个惯性就扑进了顾墨寒的怀里。王爷，好疼！贱人，你竟敢当着本王的面再伤柔儿，本王看你真是活腻了。顾墨寒，要么我说你跟瞎子没区别呢，我刚刚说的不明显，还是你太蠢了。我要整他，他应该是这个下场，而不是刚刚那样不痛不痒的流2滴血。难道南婉嫣说的是真的？不，柔儿不会是那种人。哼，怎么被我说的哑口无言了？我看也是，你们这一对鸳鸯简直是天生一对，一个碍眼，一个太蠢，相当的般配。南婉嫣，你血！顾墨寒话音未落，就听到人群中一个婢女惊叫出声：“回禀王爷，主子来月事了。”月事？云雨柔险些气晕过去。她的月事明明才干净了7、8天，如今正是受孕的好时候，怎么今日就来了？那不就意味着自己又不能跟顾墨寒圆房了吗？回王爷，侧妃只是因为月事提前，再加上身子虚，寒气入体，这才晕倒了。那可需要注意些什么？侧妃需要多滋补些膳食营养。多谢了，你先退下吧，王爷也回避一下吧，柔儿还要清理一下。
闻言，顾墨寒反应过来云雨柔此刻身上的尴尬，于是背过身去，站在了屋门口。王爷可以转身了。顾墨寒回头看见云雨柔换了一袭红色的流仙裙，不知怎的，他的脑海里却不断的浮现出南晚烟寿宴上烈火红莲的模样，但云雨柔穿着却没有那份韵味。等等，本王怎么又想到那个疯女人了？王爷，今日之事，还请王爷不要责怪王妃。他连忙扶住了云雨柔，心疼之色溢于言表。你这是做什么？南晚烟那个女人有什么值得你为她求情的？你现在身子还弱，没听见刚才府医说的吗？快起来，本王扶你回榻上休息。柔儿只是觉得王妃也很不容易，想来她今日2次伤柔儿，也是想为自己出口恶气吧。毕竟王爷为了柔儿冷落了王妃5年，也情有可原。本王知道了，往后你不要跟南晚烟有太多来往，那个女人危险得很，你也不用去给她请安，要是有人问起，你就说是本王的吩咐。柔儿都听王爷的，只是柔儿怕王妃会觉得柔儿没有礼数，到时候这府里的下人们也都觉得柔儿恃宠而骄，没有规矩。要是本王的话他们都敢忤逆，那就是不想活了。王爷对柔儿真好。柔儿，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当年要不是你舍命相救，本王就不可能有今日。你放心，这份恩情本王永远记得，绝不让旁人欺侮你。闻言，云雨柔的眼神蓦然一变。本王会用时间告诉你，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不是玩笑话。王爷别这么说，柔儿能够救下王爷，或许就是缘分。沈玉哥哥，前几日我和阿姐才听了一个故事，我们讲给你听好不好？对，就叫做辣不辣大战狂妄婢女。这哪里是故事，分明是2个小家伙的丰功伟绩。可以啊，你们说说。听着听着，沈宇面色古怪，总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劲儿。坏女人，谁让你欺负娘亲了？今日我就要好好的教育你，辣不辣？按住他！闻言，小包子做出了小狗的姿势，佯装凶狠呲牙。小包子朝着门口飞奔过去，忽的脚下一个没稳住，踩到了地上的小石子儿，眼见着就要摔个狗吃屎。小心！小主子！小包子刹不住车，心里一阵惶恐，连忙闭上眼睛，可身子却陡然一轻，被一个高大挺拔的男人给拎起来了。小包子！小正角听到了动静，蓦地回头一看，就看见小包子直愣愣的栽进了顾墨寒的怀里。王爷，对不起，撞到你了。竟然是这个坏蛋！哼，叔叔，谢谢叔叔扶了我一把，只是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南晚烟那个女人不是一向护犊子，不让他们2个瞎跑吗？你竟敢擅闯本王的院子，谁领你进来的？回王爷，奴婢是香林月的香月，王妃让奴婢陪2个小主子玩，小主子们听闻沈侍卫伤势大好，就要来探望，却没想到惊扰了王爷，奴婢该死。王爷，这2个小丫头一片好意，今日也是来给属下报恩的，还送了属下一些小玩意儿，请王爷看在丫头们的一片好心上，饶了他们吧。顾墨寒本就无心责罚，是吗？那看在你们知恩图报的份上，本王就饶了你们。他又环顾了四周，将小包子平稳地放在地上，狐疑地开口：你阿姐呢？小正角此刻正偷偷摸摸地想要从一旁溜走，男人悠悠地开口，着实吓得他一个机灵。没办法，小正角耷拉着脸走到了顾墨寒的跟前，小心地开口：叔叔，我在这儿呢，我跑得慢了些，追不上神医哥哥和香玉阿姐了。说罢，还十分可怜地看了顾墨寒一眼，被这道可爱爆棚的视线看得心都化了，忍不住捏了捏小正角的脸蛋。本王就大发慈悲，允许你们再找神玉玩一会儿，但过了今日，你们可就不许再擅闯本王的西风院了，听到没有？好耶，谢谢叔叔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们再玩一会儿就走，以后绝不打扰叔叔。小主子，要不要跟沈侍卫踢毽子？沈宇还没回话，顾墨寒却拿走了毽子，走向了2姐妹。沈宇伤势还没有痊愈，我来陪你们玩玩，输了可不许哭鼻子。 2姐妹对视了一眼，香玉和沈宇的脑子陡然间轰地炸开了锅。我没听错吧？那是王爷说的话吗？千真万确。他们的王爷可极少用平称，在2个小丫头面前怎么这么的？而小包子则兴冲冲地做好了准备的姿势。来吧，我和阿姐一定能踢过你。顾墨寒失笑，眼角柔情无限。那也要你能接得住再说。说完，男人一个起落，
就看到毽子在他的脚尖稳稳地矗立，随后一个正踢，毽子就被高高的抛弃，在空中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度。小正脚紧盯着毽子飞来的方向，一个箭步想要去接，却看到顾墨寒一个闪身，直接来到了他的面前，速度犹如迅雷般的急厉，两小只都看傻了眼了。好快，好厉害啊！顾墨寒修长的指节稳稳地接住毽子，随后抛给了小包子说：“试试。”嘿，我拿到了。顾墨寒看着两个小丫头，心里是说不出的温暖和宠溺。阿姐，再来一次。小正脚灵活地踢着，把毽子传给了小包子。小包子不太擅长这些，动作略显得生疏和局促，一个不小心，毽子就被踢飞出去。对不起，我踢到树上去了。顾墨寒二话不说，灵巧的一跃，直接站在了粗大的树枝上。你们要是说点好话，我就给你们拿下来。王爷还真是越来越有父亲的样子了，和丫头们玩得不亦乐乎，还耍起小性子，这真的太匪夷所思了。这个坏蛋的功夫好厉害啊，竟然让他们打心底里崇拜起来。叔叔，你教我们功夫好不好？你们学功夫做什么？娘亲说了，我和阿姐现在不能自保，但是如果学了功夫，我们就能保护好自己。行，那我就教你们功夫。而顾墨寒拿起了毽子，从树上一跃而下。啊，可以学功夫了，谢谢叔叔。神宇和香玉看着面前其乐融融的三人。香玉，你有没有觉得丫头们眉目神情都像极了王爷？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落入姐妹俩和顾墨寒的耳朵里。才不像呢，我们只跟娘亲长得像。见两个小鬼头嫌弃他的模样，心里顿时有些不是滋味。香玉阿姐，我们不玩了，要回香林院了。王爷，您好像被丫头们给嫌弃了。顾墨寒冷哼，斜眼睨着神宇，这么明显的事情还用他来说吗？跟那南婉言一个德行，翻脸速度比翻书还快。神宇自觉地闭嘴，站到了一旁，不再吭声了。突然，顾墨寒感到腹中一阵绞痛难忍。王爷，您怎么了？气得肚子疼了吗？属下先扶您回房休息，给您叫府医。忽然，他感觉有一阵什么就要喷薄而出，男人顾不得刚赶过来的府医和神宇，翻身下床，夺门而出。这王爷受的刺激这么大呀！顾墨寒来到茅房的时候，只觉得一阵舒畅。刚想回屋，脸色一青，急忙又返回了茅房。直到最后一次，顾墨寒从茅房里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虚脱了。王爷，您还好吗？府医终于有机会为顾墨寒把脉了。王爷这是吃了巴豆所致，所以腹泻不止。待会儿老奴开些方子，按照这些药吃上1天，方能大好。只是今日王爷还要吃些苦头。说完，府医就被下人领着退下了。本王今日并没有吃过。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是那两个小丫头，当真是胆大妄为，竟敢在本王的饭菜里下巴豆，肯定是南婉言教坏了。不行，给这两个小丫头请先生的事情迫在眉睫，再这样下去，只怕又要多2个南婉言了。闻言，申玉的眼角一抽，忍不住露出了同情之色。那2个小祖宗当真是睚眦必报，还好那日他是救了他们，不然今日遭殃的估计也免不了他了。王爷没什么大碍就好。想罢，顾墨寒的肚子又一阵疼意上头。本王再去趟茅房。就这样，西野一代战神在床上和茅房间奔波了一整天。绝了，这么快就遭报应了，这狗男人活该。香玉，明日你随我一道回丞相府吧。王妃，明日云侧妃也要回门。知道了，你先下去准备准备吧。是。娘亲，明日娘亲要去哪里？我和小包子也能去吗？娘亲明天要回一趟丞相府，你们就不要跟娘亲去了，那里还没有这里好玩呢，又不能爬树翻墙，也不能带辣不辣。娘亲又要偷偷出去玩了。娘亲不是去玩的，娘亲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要是这次办成了，说不定往后娘亲跟你们的终身幸福就妥了。去吧，娘亲，我和小包子支持你。丞相府里一定有娘亲的相好，对不对？不知道娘亲看上的男人会是什么样啊？说罢，他脑海里又浮现出顾墨寒昨日和他们踢毽子的场景。小包子连忙甩头：呸！那个坏蛋都纳妾了，有了别的女人，娘亲才不跟他好。
娘亲，你要快些找个男人回来给我们当爸爸。南婉嫣很是惊愕。好好好，娘亲答应你们，只要你们乖乖听话，我就给你们找一个后爹。我们母女3人带上他，一起逍遥快活。第2日一早，今日王妃也要回门，不知您是要……她要回门。云雨柔见到顾墨寒举棋不定的神色，暗中咬牙说：“王爷，昨日柔儿给王爷送来的粥还合胃口吗？要是王爷喜欢，柔儿以后多给王爷熬粥煲汤。”南婉嫣回门与本王有何干系？让她自己滚回她的丞相府。而这一句话正好落入刚出府的南婉嫣的耳朵里，她视若无睹地往前走，准备上马车。王妃，留步！南婉嫣转头一看，就见李嬷嬷带着一群李氏公公朝她走过来。老奴给王妃请安，给义王请安。李嬷嬷笑着对南婉嫣和顾墨寒躬身，却唯独漏掉了云雨柔。见李嬷嬷将她视若空气，云雨柔死死地绞着手帕，眸子里都是嫉恨之色。不知道李嬷嬷今天来所为何事？可是太后祖母有什么吩咐的吗？回王妃的话，太后娘娘知道今日王妃要回丞相府，特地派老奴来给王妃回礼了，把礼都呈上来。他一拍手，身后的2排公公们整整齐齐地出列，每人的手里都捧着一个精致的锦盒，气势磅礴，格外的大气。太后娘娘说了，这些都是要给王妃和丞相府的礼物。没想到送寿礼还能有回礼呀，太后够意思啊！太后祖母送的东西，妍儿自然会万分珍惜，还请李嬷嬷代为转告。妍儿谢过太后祖母。云雨柔见状快被气疯了，她没想到太后那个老太婆竟然连这个时候都还要帮南婉嫣压她一头。义王殿下，老奴今日来还有一事，太后娘娘召您入宫一趟，有要事与您商讨。此言一出，犹如晴天霹雳，云雨柔眼中的嫉妒怨恨再也藏不住了。可是嬷嬷，今日是柔儿的回门日。太后娘娘说了，就现在，一刻也耽误不得。而榻上躺着的是一个骨相俊美的男人。南婉嫣看到莫允明的那一刻，杏眸微颤。婉婉，当真是婉婉。她没想到自己的外甥女短短5年时间，竟然出落得这么惊为天人。你脸上的伤好了？我的脸治好了。南婉嫣看到她的双腿，原主年幼的时候，莫允明为了救她挺身而出，导致腿上中了箭。明明才25岁的大好年纪，却因为对原主的保护欲和宠爱，让自己卧病在床如此之久。看到这个非亲非故的舅舅，南婉嫣不禁心头一热。治好了就好，婉婉长大了，长得可真漂亮，跟你娘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舅舅，是我不好，这5年来让您吃苦了。婉婉过得好，我就不辛苦。怎么今日突然回来看舅舅了？是我不好，这5年来在义王府当家操持，很多事情都忙不过来。前些日子还跟义王出了趟远门，这才有空回来看望舅舅。还望舅舅不要怪我，我也是真的很想舅舅的。今日回来是有件事情想跟舅舅说。我没有怪过你，只要你能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直说就是。我今日来是想给舅舅看看这腿伤。莫允明眼底闪过了震惊之色。婉婉会医术，但舅舅这腿多少名家大夫看过了都没用。这5年来我也学了些医术，我的脸就是自己治好的，舅舅不信我吗？我当然相信，只是婉婉要怎么做？我先为舅舅把脉。婉婉怎么样？舅舅是中毒了，并非是单纯的箭伤，而且毒发时间太长，毒素已经逐渐侵入5脏6腑，堆积在了身体各处，身体情况确实不太妙。我就知道这毒不简单，当年那一箭要是射中了你，你只怕没了命啊！那些人还真是阴狠，竟然要将这么一个小姑娘置于死地。只要舅舅相信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治好舅舅的。我相信婉婉，一切都听婉婉安排。先生，不可！婉婉，这是阿季，在这府里跟了我5年了，我常教他读书识字，他才叫我先生。这孩子啊，心善，照顾我也周到，就是对我这腿太谨慎了点儿。阿季啊，婉婉是我最信任的人，不管他说什么，我都全力支持。你也别担心，婉婉不会害我的。舅舅不论如何都站在你这边，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阿季是吧？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治好舅舅的。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要告诉舅舅，我已经有孩子了。当真？2个女儿。那2个丫头可好？叫什么呀？多大了？今日也来丞相府了吗？你怎么不派人来告诉我一声，让我高兴高兴啊？今天没带2个小家伙来，
改日我再带他们过来给舅舅瞧瞧。姐姐叫南枝，我平时都叫她小蒸饺；妹妹叫南小，小包子。这两个名字好，小蒸饺、小包子，倒是可爱有趣。那翼王对你一定是很好了，能够有这么2个女儿，他也是该对你好。毕竟啊，我们婉婉出类拔萃，当得。舅舅看你幸福，真的很满足了。倒是婉婉你这5年来可把我担心坏了，生怕你受了什么委屈，却不敢或者是不能来告诉舅舅。南婉嫣摸了摸脑袋，她不忍心戳破莫允明关于顾墨寒的美好的幻想。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南婉嫣的话语。翼王妃，奴婢是夫人院子里的翠翠，王爷和丞相都回来了。王妃怎么还在您舅舅屋子里待着？顾墨寒怎么来这里了？翼王来了，阿季，快扶我上轮椅，我要替阿姐去看看这个对我们婉婉千般好的外甥女婿到底怎么样。毕竟啊，我家婉婉可是为他生了2个孩子呢。舅舅别！可还没等他说完，就听到咯吱一声，房门被人径直推开了。顾墨寒阴厉的脸庞骤然出现在了南婉嫣的视线里。完蛋了，莫非梁小芝的身世被这个狗男人给听到了？翼王妃，今日太后让翼王陪着你们2人留宿丞相府一晚，方才没见到人，听夫人说你在这里，我们这才赶过来。爹，我还是不留了吧，人太多也打扰了丞相府不是？本王好不容易陪王妃回门，又是太后祖母的旨意，怎么能走？还是说王妃不想听祖母的话了？南婉嫣能拿太后压他，他也能，看谁更能。顾墨寒这个狗男人竟敢拿太后说事儿，这条大腿我现在还得抱稳了，不就一晚吗？住就住。那怎么会呢？既然是太后祖母的旨意，那今晚就委屈王爷和我在丞相府待一晚上了。莫允明早在一旁观察顾墨寒好久了，觉得这人眉目俊逸，和南婉嫣的容貌当真称得上是一对儿。翼王果真是气度不凡，和我们家婉婉般配得紧。舅舅，这个时候您就别说话了。顾墨寒这时才注意到踏上这个朗眉木星的男人，对他似乎没什么印象。翼王，这位是王妃的舅舅莫允明，是王妃娘亲生前认的义弟。难道翼王对我们家婉婉有什么意见？南婉嫣也狠狠地瞪回了顾墨寒，两人针锋相对，气氛一时间显得剑拔弩张。翼王，你身为婉婉的夫君，就应该疼爱婉婉，亏我们婉婉还为你生儿育女，你却是这种态度。什么？南婉嫣为顾墨寒生儿育女？莫允明这话一出，人群顿时炸开了锅。南婉嫣直接瞳孔地震，丞相夫人脸色大变，南岐山瞳孔一缩，顾墨寒的心则跟着紧紧地吊起来。什么？他立即朝南婉嫣看过去，南婉嫣的脑子里还没转过弯呢，只想晕过去装死。我看你也不过如此，配我们婉婉还差得远。你若是做不到一心一意疼爱我们婉婉，你就让婉婉改嫁，让她带着孩子。南婉嫣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射上去，捂住了莫允明的嘴。舅舅说的不过是玩笑话，他的意思是我与王爷迟早会生儿育女，他一时没管住嘴，嘴瓢了，大家别在意。而被捂着嘴的莫允明神色古怪，转着眼珠子，似乎在质问南婉嫣为何阻止他出声。我怕舅舅说错了话啊，毕竟这5年来他深居简出的，也没什么机会知道外面的消息，大家理解一下啊。闻言，顾墨寒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南岐山站出来，还请王妃带着王爷回房休息吧，晚上臣会设下家宴，到时候臣让下人去通知2位参加。皇室子弟也并非个个出色，我们婉婉在翼王府看来是不知道受了多少气。是他受气还是本王受气？王妃心里清楚得很。南婉嫣的眼角一颤，婉婉，舅舅说真的，若是他翼王府容不下你，你就该带着孩子。舅舅，回头你让阿季照着这个方子去抓药，喝上一段时间之后，我再来为您看诊。若是身体好一些了，就能开始给您治腿了。莫允明紧紧地皱着眉。婉婉这么温柔体贴，又博学多才，得什么样的福气才能娶到？可有人竟然还不珍惜。南婉嫣略显惊愕，而顾墨寒深知自己被莫允明给嫌弃了，凭空生出了几分不爽，但是奈何他又接不上话，干脆甩袖离去，到门口等南婉嫣。南婉嫣，你最好给本王快一点。婉婉呢？你要是受欺负了，尽管来找舅舅，舅舅也不怕结仇。反正如今废人一个，活不了多久了。但舅舅的机关术在整个西野还是排得上名号的，走之前能带走一个是一个。这赤裸裸的威胁直接给顾墨寒一个下马威。南婉嫣有点想笑。南婉嫣，
你干什么？放开本王！王爷做戏就要做全套，不是吗？说话间，两人就回到了原主住的院子。南婉嫣，本王被太后逼着陪你回丞相府，你现在可满意了？顾墨寒修长的指尖紧捏着他的肩膀，捏得他生疼。顾墨寒，你又没事找事，我又不知道是太后逼你，况且你不是战神吗？怎么连这种小事也不敢反抗？要不是你耍花招，本王会被太后教训。我又不在乎这些，我耍什么花招？你留下来才是折磨。你要想走，现在可以走，没人留你。闻言，顾墨寒心头的怨气更深了。方才被莫允明嫌弃的感觉交织在一起，他顿时就勃然大怒，猛然松开了女人的肩膀，找到椅子坐下。这该死的狗王爷，怎么回事？你聋了吗？怎么还不走？本王今日偏不走了。既然你说本王留着就是折磨，那本王就好好的折磨你一番。南婉嫣一脸的愕然，随后后槽牙紧咬着。你可想好了？这屋子里就一张床，晚上我可不管你睡哪儿。一时间谁也没有再开口，空气安静的可怕。突然，顾墨寒看到南婉嫣侧过身，虚晃了一下，朝着床榻就飞奔过去，那速度之快，仿佛是饿虎扑食。他暗道一声不好，也起身冲向了床榻。两人几乎是同时到达了床沿。顾墨寒眼底眸光一闪，伸手就要碰到床褥，谁知南婉嫣抢先一步，直接手脚并用的爬上了床，理直气壮的摆成了一个大字，横在床上，不给顾墨寒半点机会。我抢到了，今天晚上我睡着，至于你自便吧。顾墨寒心有不甘，拎起南婉嫣的衣领就直往下拽。南婉嫣，是本王先到的。南婉嫣连忙伸手死死地扶住了床头。顾墨寒，我已经在床上了，你还扒拉我，先来后到，你懂不懂？愿赌服输，你自己睡地板去。他是王，怎么可能睡地板？本王什么时候说要跟你赌？本王数3声，要是你还不从床上滚下来，本王现在就让你在这丞相府里死不瞑目。顾墨寒，你平日里喊打喊杀就算了，至少我还让你的白月光不高兴了，现在就为了一个床位你就要干掉我？顾墨寒起身扳过他的脸，手指捏着他的下巴。是你挑衅本王在先。南婉嫣挣脱他的手掌，一点都不君子，亏你还是个王爷，是个战神呢，竟然这么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你浪得虚名。你好，本王不跟你计较，那就一起睡。睡地板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他直接松开了他，学他一样爬上了床，跟他挤着。顾墨寒，男女授受不亲，你竟然爬我的床！你不是一直盼着爬上本王的床吗？本王今日上了你的榻，已经给你面子了。手指猛然捏住了顾墨寒的衣领，瞪着他。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个王爷就可以仗势欺人，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你这样宠妾灭妻的渣男。跟你下去。女人身上的清香瞬间席卷了顾墨寒的嗅觉。顾墨寒看着近在咫尺的南婉嫣，他凶巴巴的，衣衫在争执的过程中有点凌乱，他轻易的能看到他无意间露出来的肩，突然一阵口干舌燥，心中更是焦躁难安。本王在想什么？南婉嫣可是十恶不赦的恶毒女人。顾墨寒强忍住了异样，将她甩在床上，翻身下床。罢了，本王好男不跟女斗，这床榻就让给你，本王睡地铺。要是夜里你敢有半分僭越，本王就砍了你的狗腿。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今晚就睡地铺。把你旁边的枕头给本王。你用手枕着睡不就行了？我睡相差，能从床头滚到床尾，这个枕头我也要留着。顾墨寒眉头一抽，懒得跟他争辩，直接抢走了枕头。随即他注意到了身体里的燥热越发的明显，转过身就躺在了被褥上。南婉嫣没跟他争，他皱了皱眉，觉得奇怪。顾墨寒平日里肯定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今日怎么转性了？难道有后招在等着他？该死，本王怎么会对南婉嫣有想法？这一定是错觉。玉儿，姨娘看，翼王今日就在府上，这可是绝好的机会啊！什么意思？翼王最是看重责任，倘若你跟翼王生米煮成熟饭，顺利的攀上了高枝儿，到时候夫人还能把咱们娘俩怎么着？而且你要是进了王府，那南婉嫣能是你的对手吗？那王妃之位迟早是你的囊中之物。闻言，南雨明显的心动了。虽然三姨娘招损，但是对于他来说诱惑力极大。对啊，嫁谁不是嫁？要是能进翼王府，那也是一样的好。就凭我的姿色和容貌，还怕比不过南婉嫣和云雨柔吗？而顾墨寒此时浑然不知，他已经被人给盯上，成了案板上待宰的羔羊。给本王准备好温水，本王要沐浴。看不出来啊，你还有兴致洗个澡呢。区区一个家宴，用不着这么隆重吧？顾墨寒拳头紧了紧，依旧背对着南婉嫣。被狗弄乱了衣服，本王觉得脏了，该洗。
南婉嫣眉头一皱，觉得他有点莫名其妙的。王爷，水好了。就看到顾墨寒头也不回的去了侧屋。南婉嫣，要是你敢进来打扰本王，本王就戳瞎你的狗眼。顾墨寒在侧屋泡了许久，不见动静。王妃，丞相派人来请您和王爷用膳了，说是已经准备好了。马上来。顾墨寒，你好了没有？一个大男人洗澡怎么比我还磨叽？无人回应。顾墨寒，赶紧出来，不然我就冲进去抓你了。南婉嫣鼓了鼓腮帮子，等了接近30秒后，忍无可忍的直接推门闯进了侧室。顾墨寒，你是不是想故意拖着时间让我难看啊？他都看到了什么？他竟然看到顾墨寒腹肌明显完全型男的上半身，还看到了这简直离谱。而被他看得精光的顾墨寒脸色瞬间黑成了锅底。南婉嫣，给本王滚出去！他原本刚好泡完了澡，正起身准备穿衣服，整个人一丝不挂的站在那里，抬手去拿礼衣，谁知就被闯进来的南婉嫣看了个全，转身闭上眼睛，脸红的都能滴出血来。就你这个身材，我还不乐意看呢。滚！南婉嫣急急的迈步想要出去，结果脚下打滑，伴随着低叫一声，扑通一下，南婉嫣整个人毫无防备的直直的将顾墨寒给扑倒在地。顾墨寒急速的放大了双眼。南婉嫣，我起来，我不是故意的。他赶紧咬着牙想撑起地面起身，却没想手掌一个打滑没扶住，他再一次重重的摔在他的身上。霎时间，两人都为之一颤。南婉嫣震惊的双眸不断的闪烁，连耳朵脖子都红起来了。好家伙，我竟然吃了顾墨寒的豆腐，惨了，我不干净了，摆下了这么好的身体，哼，便宜了云雨柔了。南婉嫣，本王要杀了你！话落，男人猛然翻身起来，青筋暴起，直接拎起了南婉嫣的衣裳，像拎小鸡仔似的将她狠狠地扔出了屋。南婉嫣啊了一声摔在地上，而后就听到了身后砰的一声，顾墨寒重重地关上了门，羞着脸仓皇的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屋子。王妃，这天也不热，您的脸怎么这么红啊？啊，脸红？脸很红吗？太久没有回来了，这屋子有些脏乱，我就收拾了一下。啊，又累又热，所以才脸红了吧？哦，没有不适便好。这时屋门突然被打开，顾墨寒已经穿戴整齐。香玉，我们走。是。南婉嫣此刻好像竞走一般，巴不得能甩顾墨寒多远就有多远。顾墨寒见状冷笑了一声，3、5下就追上了南婉嫣匆匆的步伐。他又不是妖怪，南婉嫣跑什么跑？而且他已经将他看得一干二净的，现在想躲，那他就让他无处可逃。香玉的心中苦不堪言，这两位主子到底又出了什么事儿啊？走个路都像是100米冲刺似的，累死了。终于3人紧赶慢赶的到了宴客厅。王爷沐浴费了些时间，让爹和丞相夫人久等了。好端端的沐浴干嘛？难不成……再看南婉嫣的脸上红晕尚存，南雨心中大惊，在暗处狠狠地攥着拳头。嚣张什么？过会儿我也能和顾墨寒攀上关系了。无妨，不过就是一个家宴，王妃王爷随意就好。王妃瞧着都瘦了，还是要多吃些肉，不然怎么能为翼王生儿育女呢？我不太爱吃肉，丞相夫人怕是忘了。王爷，来，您爱吃这个，多吃一些。你不爱吃肉，你啃烤串的时候那叫一个狠，这会儿装个什么劲？还有，他竟然敢把不吃的东西给他。老王妃惦记，本王确实爱吃肉。因为南婉嫣刚才对他做出了太后的口型，他忍了。王爷，臣斗胆问一句，王妃已经入府5年，这期间却没诞下一男半女，不知……本王妃和王爷现在还不想要孩子，爹就别操心了，来日方长嘛。顾墨寒闻言，剑眉一挑，讳莫如深地打量着他们父女2人，只觉得有些怪异。王妃这几年身子不行，还是先养生吧。狗男人说他不行，王爷体恤臣妾，臣妾真是感谢王爷呢。他银牙紧咬着，愤愤地瞪着顾墨寒的脸。南岐山眯着眼睛看他们夫妻俩。南婉嫣指着桌上的一盘爆辣的炒蟹，王爷，臣妾看这个挺好吃的，给您加一点。顾墨寒面上不动声色，手却悄然放下了桌，在南婉嫣大腿上狠狠地拧了一把。臣妾忘了您不吃辣。南雨看到南婉嫣跟顾墨寒打情骂俏的，恨不能将面前的酒一把泼在女人的头上。这个贱妇也配跟翼王你侬我侬的聊天？翼王，
您是王妃的夫君，按理来说也是臣女的姐夫。这杯酒是臣女敬姐夫的。这被下了药的酒哪能逃出他的火眼金睛？这娘俩这就坐不住，准备要搞事情了。男人刚想冷声开口，小姑娘家的喝什么酒啊？本王妃记得南雨妹妹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了吧？是不是啊，爹？王妃问这个做什么？南雨此刻尴尬的举着手，又酸又疼，但是顾墨寒就是不接酒杯。那爹给雨儿找到好人家了？还没有。没关系，雨儿这么优秀的姑娘，应当由大把人家上门提亲。往后本王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空回府，就先恭喜三姨娘了。她突然抢过南雨手中的酒杯，递到了三姨娘的面前，敬三姨娘一杯。你还给我！南雨，放肆！你这样成何体统？红着眼眶，愤愤地坐了下来。怎么，你这杯酒难道有什么秘密？王爷喝得，旁人喝不得？顾墨寒的眼眸顿时眯起来。没有，王妃误会了，雨儿只是想给姨娘重新倒一杯。你们是母女，我想三姨娘不会介意的。况且这杯酒不是你方才从三姨娘的面前端来的吗？你说呢，三姨娘？三姨娘觉得南婉嫣此刻就像是厉鬼，笑里藏刀。不介意，当然不介意。这原本就是贱妾的酒。就这样，三姨娘在南婉嫣咄咄逼人的注视下，含泪喝下了那杯下了药的酒。顾墨寒高挑了一下眉头，没有吭声。希望南雨妹妹有个好姻缘。南雨此刻心尖都在滴血。爹，我想把舅舅接出府去，日后方便找大夫给舅舅看病治腿。好端端的王妃怎么突然想将他接走啊？今日回府的时候，我无意间听到三姨娘在抱怨，说舅舅是个病秧子，成日里咳嗽，惹得丞相府人心惶惶。我想着把舅舅给接出去，也免得打扰到丞相夫人和三姨娘休息啊。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打扰的？我看他在丞相府住着挺好的，没有必要接出去。爹说的也有道理，那就让舅舅还是住在丞相府吧，我有空多回来看看他。南岐山要是想等价交换，那他就坐等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上门找他。三姨娘，你不要过来呀！众人循声望去，三姨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席了，眼下正面红耳赤，如饥似渴地搂着一个年轻的家丁，着魔似的对他一阵拥吻。那家丁奋力的反抗，南岐山的脸一瞬间就绿了。三姨娘，你在做什么？你给我下来！哎呀，三姨娘，你这是怎么了？竟然在这么多人面前做出这等伤风败俗的事情来！娘，南雨的表情最是精彩。姨娘，你是不是喝多了？顾墨寒的瞳眸中闪过了一丝晦暗，深不可测的目光瞥向了一旁努力憋笑的南婉嫣。你看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南家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但是他想不通，为什么南婉嫣刚刚会出手相救。三姨娘，你还嫌今日不够丢人吗？还不赶快滚回你的房间去！怎么了？我这样的姿色还不够你享受的？来呀，别害羞嘛！南岐山的脸青中带紫。姨娘，你清醒一点，那不是爹，你喝醉了。南雨，给本相让开！爹，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姨娘。府医看过，开了方子，说不能喝酒。结果今日姨娘喝了酒，还导致出了这么大的丑。爹，南雨也没有错。三姨娘最近可能是觉得您冷落了她，相思成疾，这才落下了病根儿，做出这种事情来。唉，只是传出去的话，恐怕会对丞相府不利。将三姨娘丢进冷水池里，南雨啊，你就给本相守着，半步不许离开。王爷多吃点儿，只要人长得不如意了，就没有那么多是非了。这男人长得一副这么勾人犯法的脸，又有这么显赫的家世，往后要是继续这样下去，还不知道会钻出多少个云雨柔和南雨呢。跟本王有什么关系？难道有问题的不是你这种人吗？方才你还擅自闯进本王。南婉嫣突然伸手捂住他的嘴，小声地呵斥道：“你闭嘴！”顾墨寒皱着眉，狠厉地剜了他一眼，却没有吭声，眼神激烈的厮杀。来，爹母亲，本王妃敬你们一杯。王妃不要喝太多了，免得给人添麻烦。南婉嫣红着脸凑到了他的跟前。王爷不要小看我，我可不会醉的。这女人醉了。喝，今天晚上不醉不休。王爷，王妃她素来不胜酒力，现在恐怕是醉了。他起身，直接将南婉嫣从椅子上抱起来。本王先带她回屋了。你怎么抱着我？我还没有喝够呢，快放我下来！你已经喝醉了。我能喝醉？
你开什么玩笑？我可是千杯不倒的，就是再来10个人，我都能干翻。哼，就凭你这小鸡啄米似的酒量，拿去跟小孩子斗酒都斗不过。香玉垂眸，默默地跟在后头。你看不起谁呢？我说我能喝，我就是能。南婉嫣，你要是敢吐，本王就立马杀了你。香玉的心都快蹦到嗓子眼了。你别扒拉我，我没有喝多。你看，我还能走直线呢。南婉嫣，别闹了，赶紧躺下睡觉。可他的话音未落，南婉嫣突然一个重心不稳，就要摔下去。南婉嫣一把搂住了他的腰，将他扛在了肩上。我的头好晕。晕死你算了，都不会喝酒还硬喝。他骂了他一句，却很诚实地将他放在床榻上，蹲下身准备给他脱鞋。南婉嫣头晕目眩地躺在床上，眨巴了下眼睛。他温凉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戳了戳他的脸，在他的眼睫处停下，笑眯眯的像个色女。哎呀，这是谁家的小帅哥，长得这么细皮嫩肉的啊，看着很可口啊。顾墨寒如同触电一般，汗毛直竖，顿时挥开了他的手，抬眸看到南婉嫣那凌乱的衣衫，香肩上的衣服都掉下去，露出了精致的锁骨。男人脸上瞬间一热，别扭地转过了头。你在胡说什么？什么可口，不知廉耻。美色当前，还要什么廉耻？南婉嫣凑近了顾墨寒，温软的手掌还轻轻捏着他的下巴，强迫他跟他对视。我跟你说，我有好多好多的钱，我有1万两，可以买下你当我的男宠。而顾墨寒的心跳骤然剧烈了几分。南婉嫣混着酒气的吐息，撩拨着他的心弦。哼，让本王当你的男宠，南婉嫣做梦。疼，不卖就算了，你凶什么吗？顾墨寒的心被他勾了一下，这女人就是对他贼心不死，一再纠缠着想要得到他。别以为本王照顾你是对你有了改观，本王只是看不得有人发酒疯，赶紧睡觉，别惹本王。本王？没想到你竟然是顾墨寒，你掰下了这张脸，渣男，狗男人！我呸！怒不可遏地抓住了南婉嫣的手腕。南婉嫣，你说什么？南婉嫣醉醺醺的拿着枕头又打了他一下。我说顾墨寒是个大笨猪，是天底下最坏的男人。你走开，我才不要买你当男宠呢！你走开。南婉嫣，你方才没有认出本王。你来啊！我告诉你，要不是我打不过你，你早就是我的手下败将了。不过也没事儿，半年后我就能带着我的闺女们远走高飞了。顾墨寒火冒三丈，怒火盛满了眼眸。你还是什么西野战神呢？就是一个纯情小处男，还整天在人眼前装啊装，这实际上连女人的手都没摸过吧？啊，不对，哼，跟小白莲在一块这么久，应该没少勾勾搭搭的。哎呀，恶心！出去，我才不要跟你在一块呢！男人闻言炸毛了，一双手把他推倒在床，死死将他压在身下。南婉嫣，你是不是真想死？南婉嫣两只手掐着顾墨寒的脸，往外用力的一拉。你走开，你不要碰我！啊，你脸上肉还挺好捏的，比小包子和小蒸饺的要更紧实。说着，南婉嫣竟然玩起了顾墨寒的脸。本王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给本王闭眼睡觉。你的脸好红啊，像个猴屁股。南婉嫣，你放肆！本王已经忍你很久了。你才放肆！你这个渣男，我也忍你很久了。男人的征服欲在这一瞬间彻底爆发，他突然捧住了南婉嫣的脸，狠狠地低头咬住了她的唇。南婉嫣猝不及防地被他给吻住，蓦然间瞪大了眼睛，而顾墨寒愠怒不已，毫不在乎他那点挠痒痒的反击。他十分的愤怒，可是亲了一会儿又觉得有些微妙。
一时之间，他竟然忘记了两人之间的嫌隙，竟不由自主地贪婪地享受着这份快意。回过神来的顾墨寒瞳孔骤然一紧，连忙松开了南婉嫣，一个翻身下床，背对着南婉嫣，不停地擦着嘴。本王定是被南婉嫣蛊惑了。南婉嫣喝得太多，反抗无效，最后被他亲得睡着了。该死，吃了睡，睡了吃，你是猪吗？他不甘心，伸手戳了戳南婉嫣的手臂。别装死，本王还有话要问你。鸦雀无声。不说话的时候倒是老实得很。顾墨寒被他气得有些心累，鬼使神差的隔着他老远的地方躺下。他刚扭头去看，就迎上了南婉嫣睡意朦胧转过来的脸。小正脚，让娘亲抱抱。南婉嫣一个翻身，手臂兀自的环抱住他，大腿还肆意的搭在他的腰间。顾墨寒的脸倏然一红，血气方刚的男人还没受过这样的刺激。乖宝，别动，好好睡觉。南婉嫣刚说完，还探头在顾墨寒的胸膛上蹭了蹭。怎么硬硬的？小正脚，你是不是又偷偷带东西上来了？娘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都不能。顾墨寒深吸了一口气，蹑手蹑脚地握住南婉嫣的手，小心翼翼地想要拿开。别闹。说着，直接将另一只手塞进了顾墨寒颈下的空隙里，就这么正儿八经地抱住了顾墨寒。顾墨寒顿时傻了，瞪大了双眼，有些不知所措。他还没有跟女人有过这么亲密的时候。5年前他也只是跟她有过一次，但当时连她的脸都不想看见，应该要推开她的，却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舍不得吵醒酣睡中的南婉嫣，就着极其古怪的姿势在深夜中闭上了眼睛。第二日的清晨，顾墨寒正安静地躺在他的身边。 What？ 这是个什么开局？南婉嫣见状慌忙坐起了身。顾墨寒，你……他顿时气急，抬手就要给顾墨寒一巴掌。顾墨寒就在这个时候蓦然地睁开眼，狭长的双眸微眯着，蓦然扣住了南婉嫣的手腕。大清早发什么疯？你自己昨晚做了什么好事，你心里没数吗？顾墨寒，我没想到你竟然是个趁人之危的卑鄙小人。他还口口声声地说为小白莲守身如玉，没想到转头就睡在他的床上了，这个死渣男。本王与你从未有什么，倒是你酒品那么差，不能喝偏要喝，最后不省人事，对本王动手动脚，出言不逊不说，还非要抱着本王睡。本王心里只有柔儿，反正本王清清白白，你不明事理倒打一耙，当真是可笑。你胡说什么？我才不会。脑海里闪过了昨夜顾墨寒那张无奈中带着愤怒的脸，模糊之中南婉嫣记得都是他在欺负顾墨寒的画面，调戏了他，还要将他买过来当男宠。我那不是好久没喝过酒了吗？再说了，你睡我床上，我当然会想歪了。男人冷笑一声，突然俯身将他禁锢在双臂中。你要干什么？以后不准你再喝酒了，这是本王的命令。为什么？因为你喝醉了以后太聒噪，吵得本王睡不好。你若是不听，本王就让人缝上你的嘴。猛然用力地推开他，莫名其妙，你管不着我，我想喝就喝。起开，我要去洗漱了。不知道为何，南婉嫣喝醉了的模样，她就是不愿意让除了她以外的人看见。王妃姗姗来迟，这早膳都要凉了。是臣妾不好，路上耽误了些时辰，让王爷久等了。可谁让王爷昨天晚上……他就是故意的。闻言，南岐山和丞相夫人眼底微不可察地闪过了锋芒，南羽更是恨恨地咬着银牙。本王看你是酒气还没散吧？南婉嫣没有搭理他，径直走到他的身旁坐下。王妃和王爷如此恩爱，妾身和老爷看在眼里，都很欣慰。南婉嫣顾墨寒四目相对，心里不约而同地痛骂道：恩爱个鬼！听说昨日太后身边的李嬷嬷专程去了一趟义王府，说是给了王妃一大笔回礼，让您带到丞相府来。顾墨寒心中冷笑，丞相府里这些小人的嘴脸，他短短一日就看了个遍。母亲是想要太后给本王妃的赏赐吗？但这赏赐是太后给的，不能轻易给别人，你说是吧？王爷，配合我演戏，不然我就把昨晚的事情告诉你的好柔儿。顾墨寒猛地将纸条捏得稀碎。丞相夫人这么说，是南丞相授意的吧？不然岂敢打太后的赏赐？丞相夫人没料到顾墨寒竟然会帮着南婉嫣，没脑子的蠢货！现在的南婉嫣可不是那么好惹的，难道这2天你还没看出来吗？王爷，臣
不敢打这些礼物的主意。丞相夫人也只是担心王妃，这虽是太后赏赐给王妃的，但毕竟给了话，说是送回丞相府，如果不将礼物拿出来，怕王妃会被人落了自私自利的画饼。丞相是说本王在搬弄是非？爹，王爷血气方刚，说话可能直白了点儿，但您也不能这么说吧。南岐山脸色黑如锅底，暗中踹了丞相夫人一脚。臣不敢。是本夫人说的不对，给王妃道歉。但王妃也要知道，您的娘家永远是丞相府。母亲若是觉得我还是丞相府的人，那有些事情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啊？就比如我和陈王妃的嫁妆怎么就是天壤之别呢？王妃这是说的什么话？您生母去世的早，这嫁妆理所应当是我来为您准备。陈王妃的和您的我一向都是拎清了。况且话说回来，陈王妃每年得了赏赐，都要往丞相府拿一些回来孝敬。王妃您身为南家的二小姐，也该给南宇这些小辈做些表率才是。母亲，你也知道我在王府冷院待了5年，却拿我跟陈王妃做比较。平日里我过得清洁，饥一顿饱一顿的，也不见娘家人来救济。如今好不容易得了赏赐，你就上赶着让我交出来。外头的人要是真议论我不孝，岂不是也会议论相府对我不公平？顾墨寒听得眉头直皱，南婉嫣这是在埋怨他将他关入冷院5年吗？本夫人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怕……我还记得陈王妃出嫁的时候，母亲给她准备的嫁妆简直就是西野第一丰厚，所有人都看直了眼睛。可到了我这儿，他抹了2把泪，看向了顾墨寒。王爷是不是当年嫌弃臣妾穷酸，所以才不露面，让臣妾独自一人拜堂成婚？顾墨寒是万万没想到南婉嫣竟然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可桌下南婉嫣的一只手使劲拽了拽他的衣袍，示意他配合着点儿。南丞相，这件事本王也想问一问，为什么陈王妃身为庶女，却能凤冠霞帔大嫁？本王的王妃身为嫡女，嫁妆却连平民百姓都不如。这件事是丞相你看不起本王，还是看不起你的女儿？纵使当年王妃相貌奇丑，膀大腰圆，但她终究是本王的王妃，这些嫁妆是不是太轻贱本王了？南婉嫣心里一阵恶气，顾墨寒这小子指桑骂槐，一个劲儿的辱骂他呢。你当年背着我都做了什么好事儿？王爷，臣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您和成王都是天之骄子，臣嫁女儿也是秉着绝对恭敬的态度。只是当初成王妃先嫁，后来轮到懿王妃的时候，臣不在，婚事都是交由丞相夫人一手操办，但向来也绝对没有对王爷不敬的意思。此事是妾身做的不对，陈王妃出嫁的时候用的预算超出预期，所以才会少了些懿王妃的嫁妆，但丞相府从没有对王爷不敬的意思。终究是不是丞相和夫人心里清楚。我娘亲死得早，母亲按理来说就是我的娘，可女儿出嫁，您非但不给嫁妆，如今还让我给您太后祖母给我的赏赐。我不是不想给，只是觉得有些难受。我时隔5年好不容易回了一趟相府，母亲非但不关心我，不问我的近况，只惦念着太后给予我的赏赐，我好伤心。顾墨寒喜欢看南婉嫣跟相府的人狗咬狗，他火上浇油。本王没有嫌弃王妃，已经是跟丞相府最大的面子了。如今懿王府的东西，南丞相别动什么歪心思。而且王妃缺嫁妆，南丞相现在听见了，难道不应该给个交代？夫人，去把那些你珍藏的宝物们都拿来，我们丞相府确实欠王妃嫁妆。相爷，丞相夫人下意识的想要反驳，但是很快他就回过神，随便给南婉嫣一点破烂打发了就行。王嬷嬷，你去拿一下本夫人放在箱子里的东西。母亲不必那么麻烦，我记得前些日子在太后的寿宴上，听到母亲得了一颗半人高的珊瑚玉，那个不错，我喜欢。丞相夫人的身子顿时一僵，开始绞紧了手帕。王妃消息真是灵通。
您若是喜欢，那就拿去吧。他的心都在滴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母亲手里应该还有些我娘留下来的遗物吧，什么珠钗首饰、锦衣华服的。您看，丞相夫人气得两眼发直，一口怨气憋在胸里。本来都是您的，我还想着找个时间还给您呢。迟了5年也没事，双重的爱很难安抚我。我记得母亲手里有一个金玉琉璃的四方盒，还有上好的沉香、琉璃盏、玉桂壁灯，这些我都很喜欢，都当做我的嫁妆吧。南婉嫣嘴里每说一个字，丞相夫人的眼前就越来越黑，就连南岐山也有些坐不住了，整张脸黑如木炭。王妃想要就都给王妃，过去的事情还请王妃不要放在心上。多谢爹，多谢母亲，都是一家人，过去就过去了，没必要再提了。这女人居然懂这些好东西，跟过去的草包完全不同。这一顿早膳，有人欢喜有人忧。南婉嫣心满意足的吃完，大包小包的提着一堆奇珍异宝，准备跟顾墨寒一起离开。南婉嫣坐在马车里，1、2、3 15件，发达了。为何？什么？本王问你，今日为何做这样的事情？这些本来就是我应得的，我今日只是拿回来罢了。你有意见？说理由这么简单，倒是本王高看你了。南婉嫣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真是越发让人看不透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反正我就是要钱。南青青杀原主不会是因为我嫁给顾墨寒这么肤浅的原因吧？在记忆里，这两个人也没什么纠葛呀。你盯着本王做什么？眼珠子给你挖出来！谁说我盯着你了？我只是看你衣服上的纹样还不错，打算回去给丫头们做一些。我很喜欢你们。两个都是，过去是我不好，我日后一定好好爱护你们，也不会抛下你们不管，必定会将以前亏欠你们的全都弥补回来。两姐妹听着委屈的说不出来话。王爷只是假设丫头们是你的孩子才会这么说的，那要不是呢，你还会诚心诚意的说你会养他们吗？南婉嫣怎么会知道顾墨寒其实愿意的很？顾墨寒刚想开口反驳，就突然看见倩碧不顾于风的阻拦，风风火火的一路跑进了香林院。王爷大事不好了！他扑通一声跪在了顾墨寒的跟前。云侧妃她出事了，王爷赶快去看看吧。熟儿怎么了？回王爷，云侧妃现在无精打采，躺在床上一个劲儿喊肚子疼，奴婢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来通知您了。原来方才南婉嫣将香玉召进了屋子里，嘱咐她：你去云雨柔那里煽风点火一把，就说顾墨寒在我们的院子里似乎有要留宿的意思，说的越夸张越好，尽量嘚瑟一点，什么他午膳要赖在我这里赶都赶不走之类的，一定要确保云雨柔听到。快去快回。王妃，恕奴婢多嘴，奴婢觉得王爷是真心喜欢小主子们，就算滴血认亲也跟他没有关系，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和顾墨寒多待。你快去吧，不然一会儿顾墨寒要起疑了。他这一嘚瑟，云雨柔那边的人就按捺不住了，忙让倩碧过来这边搞破坏。喊本王有什么用？叫大夫来看了吗？要是你家主子出了事，你担待得起？他一边训斥着倩碧，一边甩袖起身，跟着倩碧一道走出去。可顾墨寒走到门口，忽地回头，皱眉想对小蒸饺和小包子开口说：本王不论你们是不是本王亲生的，都会甘之如饴养育你们。王爷还是快走吧，人家可是说了云侧妃出事了，再拖下去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两个小丫头都不知所谓，歪着脑袋不知道顾墨寒到底想说什么。顾墨寒恨得咬牙，狠狠地瞪了南婉嫣一眼，拂袖而去。娘亲，你怎么唉声叹气的？是啊，娘亲，我和阿姐给娘亲唱歌好不好？娘亲没事，刚吃完了饭，好好歇一会儿再唱歌，不然会打嗝的。娘亲别难过，你说的为女主人不值得的。是啊是啊，我们娘亲的条件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不怕，等日后我和小包子帮娘亲物色好的夫婿，要那种长得好看又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最好是能单手把我和阿姐抱起来还不喘气的，要懂得哄娘亲开心。娘姐，为夫伺候你沐浴更衣吧。小蒸饺反串一回，娇羞的别过脸去，还是妾身来吧。小包子你不学好，这些又是打哪儿看来的？跟着阿姐学的。娘亲别生气，我和小包子一定擦亮眼睛，好好的挑选后爹。好好好，你们好好的给娘亲挑，现在先不要皮了，小心一会儿胃里难受啊。
南婉嫣却不知道，她以为两个小家伙只是说着玩逗她开心，可没想到她们姐妹俩是认真的，后面甚至还当着她们亲爹的面为南婉嫣挑选如意郎君。可不想她进屋就看到云雨柔坐在饭桌旁出着神，看着并没有什么大碍，更不像倩碧描述的那样虚弱痛苦，这婢女竟然骗她。顾墨寒神色骤然一冷，冷睨了倩碧一眼。云侧妃，王爷来了。王爷，您怎么来了？听说柔儿身体不适，本王来看看你。你别总是大惊小怪的，有事没事就去打扰王爷。主子，您为了等王爷一起用膳，今日粒米未进，方才肚子都饿疼了，却还是想着等王爷一块儿。奴婢也是担心您再这么下去胃会难受，所以才请主子王爷责罚。柔儿，你为何不好好用膳？云雨柔给倩碧递了眼色，示意她退下，然后她娇声依偎在顾墨寒的怀里。柔儿担心桑林院的饭菜不合王爷胃口，毕竟王妃这么久都没有与王爷一起用膳了，这才自作主张让后厨做了您爱吃的菜。柔儿想着王爷最近疲惫劳累，吃一些好的补补身子，这才一直等您。柔儿有心了，只是本王方才在江陵院吃过了，有些吃不下，本王陪你吃。云雨柔闻言，眼底隐忍着滔天的冷意。看还是很有效的。慕寒听到我有一点小伤小病，立马赶来了。南婉嫣那个贱女人，拿什么跟我斗？王爷，今夜圆房，柔儿一直憧憬着能和王爷有个孩子，不知您是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男孩女孩本王都喜欢，男孩的话一定会像本王一样骁勇善战，女孩的话……说着，男人喂云雨柔吃饭的手忽然抖了一下。提到女孩，他的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小包子和小蒸饺那两张人畜无害又古灵精怪的小脸。他打心眼里认为姐妹俩就是他的女儿了。慕寒难道是想起南婉嫣那两个野种了？王爷，女孩怎么了？柔儿，有件事情本王必须告诉你。南婉嫣有2个女儿，本王现在不确定那2个孩子是不是本王的，如果是，本王会不留余力的把2个孩子抢过来。柔儿，对不起，都是本王不好，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这是第一次，云雨柔在心里狠狠生了顾墨寒的气。柔儿，本王对不起你，那2个孩子许是5年前本王和南婉嫣时有的，本王……云雨柔想大发雷霆，可她毕竟是老练。不是王爷的错，王爷无需多言，该说的您在大婚那夜都已经说了，这种事没有谁对谁错。如果王妃的孩子们当真是王爷的，柔儿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视如己出，毕竟是王爷的骨肉，孩子也没有错。云雨柔心气得抽疼，她看得出来，顾墨寒对那2小只十分的在意，顾墨寒对她的愧疚更重了，搂住云雨柔的力道加重了几分。柔儿，本王定会好好补偿你的。柔儿听王爷的话，王爷也不要多想，这件事情好好和王妃商量，不要伤了你们的和气。本王能够得到柔儿的理解，真是三生有幸。柔儿不过是想让王爷开心，王爷能不能别等晚上了，您现在就陪陪柔儿好吗？圆房的事情他必须越快越好。好，本王陪你，你先用膳。顾墨寒还以为他只是说让他多陪陪他。用膳，云雨柔现在可没有心情再用膳，她忽然扶额，假装一阵头晕目眩。王爷，柔儿突然感觉有些不舒服，你能不能把我扶到床榻上去？好，慢点。云雨柔悄无声息地将手帕藏在袖子里，扔到地上，顺势再踩上去，脚下一滑就要倒在榻上。她惊叫一声，花容失色之余，抓住了顾墨寒的衣袖，将他一同扯上了床榻。对不起，王爷，柔儿不是故意的。没事，本王扶你起来。他并不是生云雨柔的气，而是没来由的觉得女人娇弱的样子让他烦闷，尤其还是衣衫不整的模样，勾住了顾墨寒的脖子。王爷，柔儿想和您。顾墨寒瞳孔猛然一震，却没有想象中的激动。王爷，让柔儿来伺候您。可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他的脑海里一直浮现南婉嫣母女3人温馨的一幕幕。他对云雨柔根本挑不起任何的兴趣。顾墨寒觉得烦躁不堪，云雨柔刚想要伸手去解她的衣服，顾墨寒却突然无情地推开了她，却决然转身说：你今日身体不适，还是不要着急了，你好好调理一晚，本王改日再来看你。说完，顾墨寒头也不回地离去了。主子，倩碧，你说我是不是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是不是南婉嫣那个贱人比我好看了，王爷就不愿意碰我了？不是的，主子，在奴婢看来，您就是这西野最好的人，一定是南婉嫣使了什么法子，让王爷鬼迷心窍了。
应该就是南婉嫣利用那2个小野种使的坏。对，都是南婉嫣那个贱人害的，莫名其妙搞出2个肮脏的野种，想把王爷从我身边抢走。王爷在王府里这么多年，身边没有任何女眷靠近，硬是为您守身如玉了5年，你应该相信他才是。奴婢虽然不清世事，但是听家里长辈说过，圆房这种东西肯定是要晚上才会有感觉一些。王爷后宅空舍，难免不动情趣，您就别再生王爷的气了。你说的没错，是我太心急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对付南婉嫣那个女人，王爷一定是受了蛊惑才会那样，我不能让她再受蛊惑。主子，你想到办法了吗？既然南婉嫣喜欢用孩子来吊着王爷，那我就送南婉嫣一份大礼。不是还不知道那野主是谁的吗？我现在就给野主找定。主仆2人相视一笑，一个阴谋就这样笼罩在2人的心里。王爷，您找老奴来所谓何事？你去请几个好一点的教习夫子到王府来，送到香林院去，越快越好。王爷想找什么样的夫子？教导王妃礼仪的话，老奴觉得城西那边的就还不错。是要去教那2个小丫头的，那些夫子一定要品行端正，精于学业，别给本王找那些贪慕虚荣的来。好，老奴这就去办。王爷对2个小主子可真是上心呐。本王只是觉得南婉嫣那样的女人教不好，本王不忍看她辣手摧花，而且好好的小姑娘被南婉嫣教得流里流气不学好，成日里只知道耍小聪明。不论如何，本王都不能让她毁了西野未来的栋梁之才。王爷又何苦死鸭子嘴硬呢？这不是给自己找气受吗？王爷还有什么吩咐吗？他一想到今后2个小丫头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嘴角情不自禁地勾出一抹舒心的弧度。高管家看着顾墨寒笑了，竟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王爷。顾墨寒回过神，没事，你先下去安排吧。王妃，这是新来的教书先生林玉峰，以后这位先生会每日都来香林园教导2个小主子诗书学业。教书先生，顾墨寒当真说请就请来了。林先生你好。见过王妃，不知王妃可否让在下先见一见2位小主子？小包子、小蒸饺，出来见见先生。娘亲，什么先生？教书先生，快过来问好。林先生，这是我的小女儿小包子，那边那个躲着不敢过来的叫小蒸饺。林先生好。王妃，在下不敢直呼小主子们的乳名，还请王妃告知小主子们的真名。姐姐难知，妹妹难晓。祭天玉小未名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南婉嫣惊诧，这小家伙什么时候背着他偷偷学了新的诗词？林玉峰也是满眼的不可思议。看来王妃平日里没有疏于对南小小姐的管教，在下钦佩。南婉嫣挠头尴尬的一笑，站在不远处偷摸看着的小蒸饺不乐意的嘟着嘴，一个人默默的踢着脚跟。哼，娘亲教我们不是挺好的，好好的干嘛来一个教书先生？小蒸饺快过来，娘亲怎么教你的？见到客人要打招呼。小蒸饺闷闷不乐的跑过去，耷拉着脑袋。林先生好。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这题我会。完了，南婉嫣和小包子心里皆是一震。冬有腊肉，春有饺，顿顿都吃饱。此言一出，周围众人皆是一副震撼我一整年的表情，连带着林玉峰的脸也僵硬了起来。娘亲，我不要教书先生。南婉嫣虽然尴尬，也怕小蒸饺一语惊人吓到林玉峰，谁知林玉峰突然大笑起来。妙啊！难知小主子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聪慧机敏。王妃，您的2个女儿日后定都能有所成，在下一定不遗余力帮您教好。当真？千真万确。听到这里，小蒸饺立即手舞足蹈起来，让姐妹俩跟着林玉峰一道去学习了。谢过高管家，林先生看着很不错，为人也善良真诚。王妃折煞老奴了，这个林先生啊，是王爷安排老奴去找的。王爷在西凤院为了挑个称心的先生，从晌午一直做到了现在，浩浩荡荡一群人里就选出了这一位，说是要给小主子们最好的。顾墨寒挑的。南婉嫣的表情微微的一变，说不出是高兴还是什么。高管家，王爷现在在哪儿？既然他为了2个小家伙这么费心费力的，我于情于理邀请他吃顿饭。哦，对了，如果可以的话，麻烦你帮我转告一下云侧妃，一家人一起吃才热闹。王爷，不好了，军营出大事了！成王今日来军营，
故意说要两军操练，可谁知他们耍阴招，害得我们一些兄弟都受伤了。顾墨寒此刻双拳攥紧。谁受伤了？王爷，您快去军营吧，老沈伤得重，未必撑得过明天了。走，去军营。掉头往香林院气势汹汹地冲过去。你去备马，在大门等本王。他正放肆地伸着懒腰，突然胳膊一重，有一股力道拽着他，不由分说的就往院外拖去。顾墨寒，随本王去救人。救人？你把话说清楚，救什么人？小包子和小蒸饺这时刚好和林玉峰从屋里出来，就撞见了顾墨寒抢人的这一幕。坏人，你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强抢娘亲，放开娘亲！他随本王去救人，晚点就送他回来。顾墨寒瞥了姐妹俩一眼，手上的力道更重了些，拎着南婉嫣快步的往外冲。没事啊，娘亲很快就回来，你们两个乖乖的听香玉姐姐的话。娘亲，娘亲，娘亲！姐妹俩气坏了，撒着小腿就要上去阻拦。香玉、于峰一人抱住一个，这才防止了姐妹俩上前。小主子们，你们放心，王爷肯定不会伤害王妃的，王妃是去救人。王爷，已备好快马。还不上马？我不会骑马啊。马车太慢，你不会骑就算了。南婉嫣以为顾墨寒不打算带她去了，谁知下一秒，一双带着寒意的大手径直附上了南婉嫣的腰身。一个起落就被顾墨寒给抱上了马，但是他的力气也太大了吧，是要把他的腰给掐断吗？想罢，他就感觉到风声呼啸，尘土掠过他精致的脸。别乱动，本王脾气不好。说着，他的手就牢牢地横在他的腰间，另一只手牵着缰绳，把南婉嫣护在了怀里，还挺人模人样的。南婉嫣这么想着，但是这个男人大可不必把手放得那么上面吧，都快硌着他的胸了。南婉嫣愤愤地瞪了顾墨寒一眼，殊不知他现在脸红的都快要滴出血来了。让我救人，具体受了什么伤，受得多重，你总该告诉我，让我有所准备吧。本王不知道具体情况，只知道有3人伤得最重，2个约莫20出头，1个40的男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竟然这么担心？要知道，饶是云雨柔那个小白莲，顾墨寒都没有这么关切过。他们都是和本王同生共死的兄弟。闻言，南婉嫣的心里不由得一颤，一点也不像是在王府里睁眼瞎的护着云雨柔的时候那副无脑的蠢样。南婉嫣看到地上躺着奄奄一息的老沈3人，想着他就要上前，而顾墨风身边的狗腿却一个箭步过来，拦住了要去救人的南婉嫣。怎么，弟妹什么时候管起这种闲事来了？王妃，这里是军营，军营这种刀枪肆虐的地方，可不适合您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待。要是一个不长眼伤了您，可就不好了。毫不畏惧的抬眸对上了顾墨风的眼，人命关天，迫在眉睫，让开，我要救人。顾墨寒走到南婉嫣的身前，挡在他和顾墨风的中间。三哥，你是不是欠本王一个解释？父皇有命，军营是本王和你共同管理，如今本王的人身负重伤，你的人却生龙活虎，你还不让南婉嫣救人，到底几个意思？六弟紧张什么？不过就是正常的操练，弟兄们在一起小打小闹罢了。是六弟你的士兵们身体孱弱，本王的人只不过是下手重了一点点，他们就成了这副德行了。那3个伤势惨重的士兵们顿时暴跳如雷，伤得最重的老沈更是要跳起来了，恨不得一剑就给顾墨风的头捅碎。别动了，再动伤口2次裂开，失血更多，你们会死的。顾墨寒深深地看了南婉嫣一眼，眼底有着不明的情感掠过。一旁守着老沈他们的关副将坐不住了。以往属下在练武场看得明明白白，是成王的人率先动了阴招，打得老沈他们猝不及防，这才会伤得如此重的。属下没想到成王手下竟然也会出这样的卑鄙之人，在军营里没有统领的教唆，又怎么会出这些阳奉阴违的人？简直有违大将风范。关副将，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我们成王那可是清清白白的正人君子，明显就是老沈他们技不如人输了，怎么还叫我们耍阴招呢？我看呐，您就是……话未说完，南婉嫣就看到那人猛然瞪大了眼睛，面上浮现出了痛苦之色，眉头紧紧地拧在一起，扭曲又狰狞。只一瞬，顾墨寒就拔剑刺入了那个逼逼叨叨的侍卫的腹部。再敢说一句，本王就让你身首异处。顾墨风瞬间勃然大怒。顾墨寒，你大胆！刚才那一剑是替老沈，这一剑是替其余弟兄们，还有一剑。他的面色阴冷狠厉，像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魔，不带任何的感情。南婉嫣是本王请来救人的，你们侮辱她，就是在侮辱本王。
说着，顾墨寒狠绝地斩断了侍卫的手筋脚筋，营帐内传来了侍卫的尖声惨叫。顾墨寒，你好大的胆子，竟然伤本王的侍卫！顾墨寒背对着他，冷声说：“去救人。”南婉嫣毫不犹豫地冲向了老沈，千钧一发之际，被顾墨寒下脸的顾墨风剑刃一转，直接指到南婉嫣的脖颈。成王，你这是做什么？南婉嫣，你就别逞强了。要是弟兄们被你治死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既然这么自信，不如跟我打个赌。我要是不行，你可以到父皇面前告我的状，治我的罪。但要是我把他们都救回来了，你就得向将士们还有顾墨寒道歉。顾墨寒看向了南婉嫣，阴鸷的脸上有些微的诧异，他没想到他竟然会替他说话。好啊，你要是真的能把这3人救回，本王就当着千百将士的面跪在地上给他们道歉。但你若是做不到，你就得按律令惩处。别怪本王没提醒你，没本事还硬救人，把人救死了，乃是死罪。一个弃妃罢了，没什么本事的，更何况这3个都是将死之人。南婉嫣再怎么挣扎都是回天乏术。南婉嫣直接拍开了顾墨风拿剑的手。成王金口玉言，在场大家都听到了，还希望你说话算话。现在让开。他绕过了顾墨风，蹲在老沈3人身边，细细的检查起来。多谢王妃，卑职沈云，这2个是陈军和萧丽，卑职自知无力回天，王妃还是……你别说话了，保存体力要紧。我一定全力以赴把你们救回来。王爷，麻烦你先带着闲人出去，我这里需要一些人打下手，不多，3个没有负伤、体力充沛的就行。南婉嫣说完，直接抽过了顾墨寒手中的剑，对着自己的长裙一挥，多余的裙长只会碍事儿，斩掉能够方便许多。他手起剑落，捡起了地上的布条，顺势绑住了自己的头发，挽起袖子。帮手们最好机灵一点，我要开始了。顾墨寒神色复杂地看着他，南婉嫣这副严阵以待的气势让他心惊。如果南婉嫣这次把老沈他们救回来了，那他就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他的视线掠过了顾墨风身后的将士们，目光最后停留在顾墨风的脸上。是谁伤了老沈他们3人？都给本王滚出来！回王爷，是成王麾下的于副将和他手下的几个弟兄。那还愣着干什么？给本王揪出来！关副将，本王劝你最好小心说话，不然如何？来人，行军法，把于副将和那几个人都拖下去，杖责军棍100。要是让他们站着走出练武场，本王唯你们是问。顾墨寒，你要是敢动本王的人，本王绝不放过你。就是一个正常的操练而已，是你的人武艺不精，况且兵家战场上刀剑无眼，受伤是常事，你反倒是得理不饶人，开始滥用职权了是吧？常事。手中的剑指向了顾墨风。顾墨风，本王念及兄弟情分，平日里你借机打压本王也好，给本王使绊子也好，本王都不计较。但是老沈这些兄弟们，哪一个不是为了西野出生入死，不是在保家卫国时首当其冲站出来的将士？顾墨风，你罔顾家国安危，把兄弟们害成这副模样，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本王看你是被利欲熏心，扰不着北了。环视了一周，眼神扫过了每一个热泪盈眶的将士。本王以西野战神顾墨寒之名，神策营将帅的身份下令，关副将把那些伤害将士们的无耻之徒全都给本王押过来。是，王爷。他们王爷还是当年那个愿意为将士们赴汤蹈火的战神。于副将慌了，转身向顾墨风求救。成王，您救救卑职！成王！他的话还没说完，顾墨寒就直接拿过了军棍，砰的一声砸在了于副将的身上。救你？谁能救你？你与老沈一起上阵杀敌，暗算他们的时候，你在想什么？老沈现在的情况你不知道吗？于成，你手足相残，就该想到会是今日之下场。最后一棍，顾墨寒用了10成的力道，邦的砸向了他的双腿。神策营里没有你这样心胸狭隘的恶人！惨叫一声后，绵软无力的瘫倒在地。关副将看得简直是大快人心，差点抹泪。翼王在为他们撑腰，压抑了5年的军营终于要变天了。给本王继续，不到100棍不能停。是，王爷。关副将接过了军棍，毫不犹豫地抡在已经昏死的于副将的身上。其他的几个将士也轮番对其他几个为非作歹、伤害同僚的人进行了惩戒。顾墨风气急败坏：“住手！你们还想不想活了？”可谁知，非但没人停手，就连之前倾向他的将士们，也有大半默默地站在了顾墨寒的身后。顾墨寒，
你简直狂妄之极！本王要状告父皇，说你滥用私刑，将士们被你打得血肉模糊，你就等着被父皇问罪吧。顾墨风，有胆你就去，本王正好随你同去，到时候看看在父皇面前究竟是谁有理。本王小看你了，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能耐。要不是你步步紧逼，本王也不会如此。王爷替兄弟们报仇了，老兄啊，咱们受的伤都值了。萧厉闻言喜极而泣，颤颤巍巍地朝着顾墨寒伸手。本王说过，我神策营的兄弟们绝不能受任何人欺负。王爷，您就回神策营吧，将士们需要您。老沈呢？萧厉的眼底充满了哀伤。沈副将经脉都断了，又流了那么多血，恐怕……此言一出，顾墨寒如遭重创。老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他儿子。这么些年，每当上战场前，他都告诉我，要是他找到儿子了，就可以告老还乡，享天伦之乐。可现在，老沈连活不活得了都是未知数了。立刻派人去找，就按照老沈的模样，将这西野周边的年轻孤儿都找到，有什么特征，要一并让他们说出来。谁找到了老沈的儿子，本王就赏他白银1000两。是，王爷。终于，他结束了紧张的手术，看向惊掉下巴的军医：“麻烦你帮我一把，把他的脚抬起来，我要给他上足底下板。”王妃，这是治病的，他的手术很成功，就是他的性命没有什么大碍了。手脚的经脉我也缝上了，但他日后能不能恢复正常，还得看术后的恢复情况。这些你别让人碰到了，等到这3瓶药都没有了，你就把针管拔了，然后用这个给他按住针眼，直到不再流血。真的吗？王妃，您真是太厉害了！军医顿时兴高采烈，掀开了营帐，冲向了顾墨寒。王爷，救活了！王妃把沈副将从鬼门关拉回来了，而且沈副将的手脚经脉都接上了，太厉害了！顾墨寒应声而来，就看到南婉嫣由于高度集中的精神，一瞬间卸下，精疲力竭的模样。男人见他的手撑在桌子上，你怎么样？王妃应该是累了。王爷您不知道，王妃医术简直太精妙了，卑职仿佛看到了天神呐！让人准备一些吃的给你，吃完你便回府吧。顾墨寒对南婉嫣说完，转头看向了睡得沉稳的沈云。他低头刚想开口问南婉嫣关于老沈的情况，可他还没问，南婉嫣就因为脱力，眼前骤然一黑，身子一下子软了下去。南婉嫣，顾墨寒一个箭步，稳稳地抱住她，将她打横抱起，就这样跌进了顾墨寒的怀里。军医，快来看看。顾墨寒的剑眉凛住，神色复杂，扶着南婉嫣。他不知道自己心底生出了怜惜。王爷，王妃并无大碍，只是累了，休息一会儿就能缓过来。皇兄可真是会说话，不过恐怕要让皇兄失望了。南婉嫣不仅救活了他们3人，还将沈云断掉的手脚全数接上了。也不知道你是哪里来的脸，竟在背后说南婉嫣坏话。要不是本王的王妃出面收拾这个烂摊子，皇兄今日怕是难逃罪责了。活了？这怎么可能呢？青青不是说南婉嫣根本不懂医术，就是上次宫里救人，那都是经验之谈吗？你胡说！南婉嫣怎么会有那种本事？父皇，儿臣句句属实，儿臣也不敢拿这种事情说笑或撒谎。而且儿臣记得，皇兄与南婉嫣还有赌注，只要他救回老沈他们，皇兄就要当众跪着与将士们认错。这话在场众人可都听到了。皇兄现在难道不应该践行吗？顾墨风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气得心肝都疼。老三，你现在怎么解释？父皇，儿臣还是那句话，绝对没有让手下寻衅滋事。儿臣也不知道那个于副将会下手如此狠毒，还请父皇明察。神策营内，王妃，您醒了。我这是……回王妃，您因为劳累过度晕倒了，王爷将您带到主将的帐子里，吩咐卑职等人好好照顾您。沈云怎么样了？有醒过来吗？沈副将早些时日就醒过一次了，军医按照您给的药方给沈副将也熬了药，沈副将喝了药，现在正在休息。醒过一次就行，你们军医也聪明。外面出什么事了？沈副将有个儿子，但是13年前旱灾，他和他儿子在大逃亡的时候跟他走散了。他此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回他的儿子，王爷便帮他找人。那这是找到了？现在留了3个跟沈副将容貌相似的。顾墨寒不在，成王进宫说了王爷很多不好的话，王爷被皇上召进宫了，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顾墨风这个狗贼，竟然还敢狗急跳墙反咬一口！你带我去一趟沈云那里，我有办法。王妃来了，卑职多谢王妃。哎，你还是好好躺着吧，你现在不能动。
我能帮你确定哪些是你的儿子，但需要采集一些东西。你把嘴巴张开。DNA 检测是最简单有效的鉴定亲子关系的手段了，虽然耗时长，但谁让他看不得这样的别离呢？怎么，父皇没有责罚我，你很失望了？本王从未想过让父皇罚你，只是想为神策营的兄弟们讨一个公道。六弟平日果真是在收敛锋芒啊，怎么现在藏不住了，准备要跟本王对着干了吗？不过顾墨寒，你给本王听着，本王是绝对不会让你如愿的。皇兄别忘了，你还欠神策营兄弟们和本王的王妃一个道歉。还相煎何太急，虚伪。顾墨风冷眼看着顾墨寒的背影，骇人的双瞳凶光毕露。王妃说的是真的，用这个纸片就能知道背着的孩子到底是谁。这么说吧，只要他变成了绿色，那就说明这两个人有血缘关系。王妃这边请，卑职带您去见那3个年轻人。一番操作下来，对比3份不同的数据分析，南婉嫣高挑了一下眉头，确定手腕上有疤的男人真与沈副将有血缘关系。老关呐，我还记得他手上有一道疤，那是他5岁的时候硬要帮我沏茶，不小心给自己烫了，当时我心疼的呀。那孩子也不哭不闹，一个劲儿跑来安慰我。他说：“爹爹不哭，欢儿没事儿。”这么好的欢儿，我怎么就给弄丢了？大男人呢，别搞那些磨磨唧唧的。南婉嫣此刻正好进来，进去吧。刚才老沈说的那孩子身上有烫伤，与穆欢这个如出一辙。名叫穆欢的青年也听见了他们的话，咬了咬牙，神色犹豫，最后还是鼓足了勇气，掀开了帐帘。欢儿，是我的欢儿吗？穆欢神色一震，他翘首以盼的人似乎就在眼前。穆欢咽着口水走上前，不知道怎的，心中莫名交织着失落和疼惜。我不确定您是不是我的爹，我记不太清儿时的事情了，但是依稀清楚12年前西野大旱，爹领着我逃荒，爹说要给我去买饼打水，让我在原地等。但是我很害怕，去找爹的路上遇到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冲散了人群。虽然我记不清了，但是我知道我的爹很爱我，从小便很爱我。是，当时你太饿了，所以爹去给你买大饼去了。好孩子呀，走近一点，让我好好看看你。他艰难地侧头望去，发现穆欢的手腕处正好有一道伤疤。这就是我的欢儿，手腕上被烫伤的那道疤，我怎么都记得。爹，是我，这10几年来我从未怪过你，我知道您是为了我才会出去买东西的。王妃真是古今以来第一人。王妃果然是奇女子，和王爷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别胡说啊，关副将，他可是打心眼里看不起顾墨寒的，跟他才不是一对儿呢。如今你们父子相聚是好事，但是沈副将，最近你需要卧床静养，按照我的药方喝，饮食要清淡，千万不可饮酒。若你听我的话，好好休养，你断掉的手筋脚筋，我有80%的把握让他们完全复原。沈云的心里瞬间炸开了锅，还不等他开口，穆欢抢先朝着南婉嫣跪拜道：“谢过王妃的大恩大德，还请王妃恩准草民能够经常来神策营探望，好好照顾爹。”穆欢，军营里的事情我做不了主，你可以问别人。那等王爷回来，我去跟他申请一下，让你们父子好好团聚团聚。南婉嫣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和谐，打算离开。可他刚一转身，就恰好撞见顾墨寒掀开了帐帘，四目相对，南婉嫣的脚步就停住了。王爷，找到了，王妃帮老沈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了。南婉嫣居然找到了老沈的孩子，怎么是南婉嫣找到的？这是怎么回事？关副将一脸崇拜，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南婉嫣醒了以后，竟然就用几张小小的纸片就帮沈云找到了孩子，而且十分的精准。突然他目光如炬，如狼似虎的转头盯着南婉嫣。顾墨寒的眼里是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带着些许的狂热之意。要是本王有了那个纸片，2个小家伙的身世岂不就……是我草率了。他刚刚才想起来，这男人好不容易被分了心，这一番操作下来，他肯定又想到孩子身上了。南婉嫣咽着口水，灰溜溜的想要跑出去，而顾墨寒一个箭步冲上前，将他提了出去。顾墨寒，你干什么？王爷，
官副将神色古怪地看着，惊呼出声。顾墨寒抓着南婉嫣到了一个僻静清幽的角落，猛地将她按在了墙上。有这样检测孩子身世的东西，你为何不告诉本王？孩子的身世我知道啊，再说了，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片罢了，起不到什么作用，你拿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你不拿出来，本王怎么知道有没有用？瞎编，南婉嫣又在瞎编。你将册纸藏起来了是吧？藏哪儿去了？说着，他直接上手在南婉嫣的身上摸索起来。是不是在这里？拿出来。腰身被他给摸着，好痒。哎，打住！这不是你吃我豆腐的理由。那你拿出来。我用完了，要是以后还有，我再给你就是了。但是我警告你啊，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你说过，那2个小丫头跟你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要是你测出来她们真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让他们怎么想，我怎么交代？说完，南婉嫣摊手准备转身离去。顾墨寒伸手抓住了南婉嫣的胳膊，将她禁锢在怀里。他打死都不信南婉嫣会把这东西用完。本王不信，那2个小丫头就是本王的女儿，你就是害怕本王和她们相认。南婉嫣一个措手不及，背身撞进了顾墨寒的怀里，姿势暧昧而不自知。我有什么好害怕的？顾墨寒，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小丫头们也不是你的。本王不听，本王劝你赶紧拿出来，不然本王就什么？我可告诉你，今日你的3个好属下都是我救回来的，你还欠我一个人情呢。闻言，顾墨寒的脑子瞬间清醒了许多，他的心思冷沉下来，突然感觉到他温热的气息，纤细的腰肢，身体神经蓦然触电一般的一颤，脸色大变，一下子将南婉嫣给推出去。南婉嫣没想到他动作这么突然，险些摔倒，过河拆桥啊，这是王八蛋！本王迟早会查明真相。他不给厕纸也没事儿，哼，你要查就查，今天我累了就不陪你玩了，我还得回王府哄我的闺女们睡觉呢。等着，本王亲自送你回去。顾墨还没有发觉，无形之中已经被这个女人给吸引了。不用了，我自己能回去。怎么，本王送你，你还不满意？行吧，横竖也比我走回去的要强。南婉嫣看到顾墨寒执着的模样，要是再拒绝，恐怕他会来硬的。那个，老沈情况怎么样了？能好吗？我已经将他断掉的地方都接上了，不过这个恢复需要的时间很长。这段时间你不要让他下床，至少要等到2周以后，他就可以下床了，才可以开始轻微的康复训练。之后的计划我会告诉你，你找人传达就行。顾墨寒看到南婉嫣这种超脱于常人的理智和冷静，一瞬间失了神儿，连他说了什么都没有听进去。人是没有大碍了，反正我是不会让他死的。喂，顾墨寒，你在听没有啊？南婉嫣抬手放在顾墨寒的眼前挥了挥，看着他双眼无神，不知道在想什么，有些不耐烦。谢谢。顾墨寒回神，倏然眉头一紧，拍开了他的手，极不自然地别过脸去。什么？顾墨寒说谢谢？你说什么？王爷，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顾墨寒眼角一抽，看着满眼惊恐的南婉嫣，扭过头去。本王只说一遍，没听到就算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朝着沈云所在的营帐走了过去。哎，这人也太傲娇了。王爷王妃，你们回来了，爹一直在念叨你们。南婉嫣说了，你的情况还不错，本王等你养好身子，往后一同上阵杀敌。是，王爷。你叫什么？要不要来王府当差？本王让人好好安置你。回王爷，草民原本被郊外穆姓夫妇收养，唤作穆欢，但是前几年养父母都双双离世，只留下一个制衣店交由草民打理。王爷的好意，草民心领了。草民虽愚钝，但是这么几年下来，也算是个制衣店的老板。这么一提醒，南婉嫣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一桩和那个成衣店老板的生意没谈成。没想到穆欢也是个成衣店老板。王爷王妃的大恩大德，卑职没齿难忘。今后就算是要做牛做马，卑职也甘之如饴。沈副将，你也别太激动了，好好歇着。你要是再这样，你的身体可就恢复不了了。沈云这才稍微平复了心情。本王先回了，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官府将，他会来跟本王说。恭送王爷王妃。出了神策营，南婉嫣看见这大门口孤零零地站着一匹马，而官副将在一旁笑得正欢。就这样回去？不然呢？本王说了，亲自送你。我不喜欢骑马，我就是要坐马车。什么便宜都被这个狗王爷给占尽了，呸！不要脸。哦，你以前不是奢求着靠近本王，本王这次成全你的心愿，你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哼，我才没有！你啊！
他的话还没说完，只觉得天旋地转，被一阵力道搂着腾空而起。啊！顾墨寒，你干什么？你这个自恋狂，你放我下来！谁稀罕跟你一起待着？他直接带着南婉嫣掠上了马，稳稳地坐好。本王看你就是嘴硬。清风拂月，两个人就在马上四目相对。哎，好奇怪，这厮长得还怪好看的。那两小只长大以后，长得肯定也是国色天香。希望他们身上没有他的坏脾气，那不然就麻烦了。顾墨寒垂着眸，看到南婉嫣带着愠怒的小脸，倏然有些不自在。作为谢礼，本王教你骑马。学骑马？我不用，骑马有什么好学的？我能坐马车，为什么要受苦受累？你放我下来！说着，他狠狠地拍开了顾墨寒的手。顾墨寒不着痕迹地皱着眉，又再次将手搭在了南婉嫣的腰间。要是你遭人追杀，骑马可是比马车跑得快，而且以后可就没这种机会了。哈，那我可真是谢谢您了。顾墨寒给了关副将一个眼神，猛地一拉缰绳，纵马而出。默默地注视着顾墨寒、南婉嫣的关副将笑得像个老母亲似的。也不知道王爷和王妃隔着这血海深仇，日后还能不能重归于好。哎呀，真的很般配呀。顾墨寒，你骑慢点儿。顾墨寒充耳不闻，语气带着几分不明的喜悦。本王只教你一次，你可看好了？看你大爷的，你快放我下去！我从来没说过我要学。顾墨寒勒紧了缰绳，调转马头来了个急刹车漂移。南婉嫣差点没吐出来，她的后背和顾墨寒的胸膛撞了个满怀。顾墨寒，我怀疑你在整我，你是不是想杀我？悬崖勒马可以救你一命的东西。我勒个大头鬼，把我送进鬼门关还差不多。不等南婉嫣调整一番，顾墨寒又是一鞭抽在马身上，马儿嘶鸣叫嚣着。顾墨寒趁机拉住缰绳，半个马都直立起来。啊！顾墨寒！南婉嫣觉得自己仿佛在坐海盗船，像八爪鱼似的死死抓着他的身子，怀里的人越发的贴近，恨不得跟他绑在一起。男人的眼底划过了一丝不自知的笑意，他不消停，又接连展示了好几个独门绝技。终于到了王府，顾墨寒抱住他，一个纵身下了马。王爷、王妃，辛苦一日了，赶快歇着吧。顾墨寒，老娘迟早要报了今日之仇。顾墨寒注视着南婉嫣的背影，看上去心情大好。南婉嫣今日立了功，受了累，你吩咐下去，给她准备些上好的补品，明日一早送到香林院。王爷，老奴看您心情不错，是不是跟王妃关系有所缓和呀？谁说本王笑了？是刚才风太大，把本王的脸都吹僵了。说完，他迈着大步回了西凤院。高管家在风中凌乱了一会儿，跑去安排给南婉嫣的补品了。你说什么？王爷跟那个贱人有说有笑的回来了，怎么办？要是南婉嫣出尽风头，那就倩碧，我交代你的事情还没办好吗？那个奸夫呢？找到没有？放心吧，主子，这2日奴婢一定会给南婉嫣送上一个惊喜。哼，要快，再这样下去，南婉嫣就要踩到我头上来了，我绝不允许她翻身。哼，绝不。是，奴婢保证万无一失。娘亲，那个坏蛋昨天把你拐到哪里去了？就是坏蛋是不是又欺负娘亲了，还让娘亲的衣服都破了？没事儿，顾墨寒昨日带我去了一趟军营，有人受伤了，我只是去救人。行吧，姑且就相信娘亲，下次他要再敢来，我跟小包子打得他落花流水。你呀你，好好的一个小女孩，别整天总想着打打杀杀的，忘了娘亲告诫你们的话了。知道了，不能够轻易的动手，不然娘亲会担心的。不能明争，那就暗斗，反正娘亲不知道，还有于峰给我们打掩护呢。他确实没对我做什么坏事，并且顾墨寒这人在军营里不得不说还是挺帅的，至少像个男人。香玉一听急坏了，王妃怎么能只觉得王爷像个男人呢？王爷是战神，文韬武略可厉害着呢。王妃和小主子们或许不知道，奴婢第一次见到王爷，正好他要征战边疆回来，王爷大败敌军，连收13座城池，可谓少年将帅。他回来那日，全城的人都出来迎接。王爷一身战甲，银光如霜，那些姑娘女眷们只看了一眼就上赶着要嫁给王爷，王爷一个都没放在心上。后来遇到一匹马受惊，情急之下，王爷眼疾手快，从马背上翻身而下，一把勒住疯马的缰绳，让马蹄下的妇孺幸免于难。全城的女子都疯狂了。王妃，王爷可是很厉害的。他描绘的绘声绘色，母女3人听得很有画面感。
切，那又怎么样？又不能保护娘亲，还害得娘亲老是受苦。哼，那个坏人，威风又如何？帅气又怎么样？我才不会冲他这个就觉得他厉害呢。我就是想要好奇他是怎么救人的。傲娇起来了，这一点儿跟顾墨寒可真是相像啊！你呀你，小机灵鬼！哇，娘亲真有这么帅吗？还凑合吧。王妃，王妃，可是舅舅的药喝完了。是的，昨日就喝完了。先生让我来请王妃再给些药。王妃这个人人美心善，要是能和先生……不对，我在想什么呢？这可是王妃，是那个翼王的妻子，先生可是他的舅舅。怎么了？是舅舅出什么事儿了吗？不是，先生喝了您给的药方以后，身子明显好了不少，也更有精神了，总是在我面前念叨王妃医术高明。先生现在气色大好，偶尔还能被我推到院子里逛一逛呢。臣女江如月见过王妃。事不过三，南婉言你就等着吧，此仇不报，我就不姓江。南婉嫣惬意地打了个哈欠，像是没瞧见这个人似的，径直绕过了江如月，走到顾墨寒的身边。让王爷久等了，南婉嫣就自顾自坐了下来，丝毫没有让江如月起身的意思。王妃，江小姐就算再怎么不讲理，也是太傅的女儿，您这样……嗨，银侧妃说的是，我倒是忘了。江小姐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就起来吧。地上多硬啊，怎么动不动就跪那么久？江如月差点没气得吐血。谢王妃。女眷们一阵唏嘘，无不为江如月感到可怜。王爷前几日帮了我一个大忙，所以今日我特地设宴感谢王爷。既然大家都在场，那就一起热闹热闹。我看午膳都准备的差不多了，要是聊好了，那就开饭吧。顾墨寒挑眉盯着南婉嫣，南婉嫣从不做无用功的事情，这次家宴定不寻常。顾墨尘，快到时辰了。王爷，不好了！何事让你这么不成规矩？外头有个男人，自称是王妃的情郎。此言一出，猛然响起了一道惊天的雷声。他现在叫嚷着要见王妃，还说要带王妃走，再也不要王妃忍受王爷您了。你说什么？云雨柔嘴角勾起了不可察觉的弧度。高管家，你是不是听错了？王妃虽然5年前婚前失贞，可……他慌忙捂住了嘴，自责地看着顾墨寒。啊，王爷恕罪，是柔儿失言了。来了。他为南婉嫣量身定做的男人登场了。南婉嫣则惬意地靠坐在椅子上，一脸的恍然大悟。哦，搞半天白莲花这几日是在忙这事儿呢。江如月闻言觉得简直是老天有眼，南婉嫣的报应这么快就来了。王妃，放着王爷这么好的男人不要，您却在外面勾勾搭搭的，这不纯粹是给王爷和王府蒙羞吗？如月，你在说什么呢？带进来。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何忽然平白无故的觉得难受不甘心，又气又堵。是。南婉嫣冷眼看着江如月和云雨柔一唱一和，拱着火。怎么就你长嘴了？人都没看到就扯着你的大喇叭逼逼赖赖的，你可知道污蔑王妃该当何罪？南婉嫣这个女人如此肆无忌惮，大难临头了还有功夫嘴碎，她就不知道先跟本王解释吗？婉嫣，我来了，我攒够钱了，答应你的事情我能够做到了，5年之约，我这就带你走好不好？这人说的情真意切，配上背景倾盆大雨的加持，无不让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情种。女眷们哗然，大跌眼镜，遏制不住地讨论起来。而顾墨寒脸色铁青，眼底都是阴冷和晦暗。5年之约，南婉嫣竟然跟这样一个落魄的马夫有约。这人长得还算是看得过去，不是什么歪瓜裂枣，但是也太矮了。这样的人也配来当我的情夫？开玩笑吧。王妃，您可别再跟无事人似的了，这都火烧眉毛了。我可看不上你，你为什么要污蔑我？你可知你该当何罪？婉嫣，我是常青阳啊，你怎么会忘了？我一直是你的御用马夫，你成婚前我们一直朝夕相处，怎么能叫不认识呢？这也太劲爆了吧！王妃，既然你和这马夫情投意合，干嘛还要嫁给王爷呀？你这不是存心报复的吗？云雨柔瞪了江如月一眼，让她住嘴。王爷，或许是弄错了呢。王妃最近风头正盛，又颇得太后祖母盛宠，这些人可能就是故意来挑拨离间的。您消消气，王妃就算过去犯过错，但她对您一心一意。顾墨寒手一挥，桌上的茶盏应声而裂。
够了！这女人竟然将第一次给了这么个玩意儿，真是眼瞎了。王妃，妾身帮不了你了。我要你帮了，别舔着脸随便开口。顾墨寒，你根本不算是男人。你若是不珍惜晚烟，连她都保护不了，那你就让出来，别让晚烟待在这王府里白白浪费青春。你不要她，我要她。吃瓜群众们惊掉了下巴，顾墨寒气得青筋暴起，冷厉地瞪着南晚烟。南晚烟，给本王一个解释。啊，好像是一个马夫吧，但我真要跟他有一腿，怎么可能连印象都没有呢？两人四目相对，电光火石之间，又是一道惊雷。云雨柔唇角勾起了淡淡的笑意。晚烟，你难道就这样变心了吗？还是说因为顾墨寒在这里，你怕他会伤害你，所以不敢说真话？你有什么证据就敢在翼王府里放肆？顾墨寒心里是说不出来的烦闷暴怒，一想到南晚烟这么爱这个男人，甚至可以为了他不让两个孩子认自己，就心绞痛。他堂堂的战神难道还比不上一个马夫？就是啊，你口口声声说你跟王妃有一腿，有没有证据？让人如何信服？证据？我如何没有？5年前你向顾墨寒表露心迹，他羞辱了你，那晚你魂不守舍，借据消仇，你忘了吗？那晚我们就在你闺房里翻云覆雨了一夜，那是你的初次，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你的左肩上有一道长长的胎记，你抱着我，你说顾墨寒是负心汉，什么堂堂翼王，还不如我一介马夫下人，让我不要负了你，让我攒到钱就带你走，难道这些都是我一个人臆想出来的吗？南晚烟也惊讶地张大了嘴。哇哦，这爱情剧本也太惊世骇俗了吧！怎么办？话都说到这份上了，王妃要怎么处理啊？顾墨寒知道南晚烟身上的胎记，常青阳所说无疑都对上了。这一刻，他知道常青阳没有说谎。这个马夫就是南晚烟的奸夫，南晚烟还真是瞒天过海了整整5年。哎呀，这都已经说得明明白白的了，这还能有假？今日之事，各位还请不要外传，毕竟家丑不可外扬。来人啊，把这人拖下去，关进地牢。谁敢？他5年前就不干净，如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做了的事情，他有什么不敢认？我是不干净，可不是跟他不干不净。你可不要瞎说话啊！原主的第一次不知道给了谁，但他可以肯定不是眼前的这个奸夫。顾墨寒猛然拔剑，寒风凛凛，看着南晚烟，眼底大失所望。看来是本王耽误了你，奸夫不止1个2个，你还有3个4个是吗？这一刻恨不得将2个人给挫骨扬灰。他好不容易对南晚烟有了改观，今日就给了他这么大的惊喜。顾墨寒，我说了，我没有。顾墨寒不想听他废话，一个箭步跃起，剑尖直冲向了常青阳。南晚烟，这次你就等死吧！南晚烟眼疾手快的先顾墨寒一步挡在了常青阳的面前，奋不顾身。慢着，滚开！顾墨寒一剑劈到了离他不过1寸的距离，嘶哑着嗓子，愤怒不堪。滚！我说慢着，你不能杀他。江如月和云雨柔此刻都在前厅看好戏。云雨柔走上前，走到顾墨寒的身边，拉着他的袖子，语气恳切又慌张。王爷，王妃现在是太后祖母捧在心尖上的人，更是丞相府，是南家的嫡女，就算奸夫子，您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迁怒于王妃啊！你的话怎么这么多，像个长舌妇？南家是啊，本王怎么忘了？南晚烟就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之女，是个骨子里坏透了的人。顾墨寒更愤怒了，他看见常青阳躲在南晚烟的身后，战战兢兢的，简直就是窝囊废。就他这样，你还护着？我是护着他，那是因为我知道他在演戏。南晚烟看着云雨柔，突然冷静的开口：“演够了吧？演够了，就该我送你一出戏了。”你什么意思？南晚烟怎么会说演戏？难道说他知道了什么？不，就算这样，南晚烟也别想逃出升天。王妃，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什么？南晚烟反手就狠狠地给了江如月一个巴掌。江如月也不知道你是真蠢还是脑子被浆糊了，被人当枪使还乐呵呵的出头。你说什么呢？这么多双眼睛都看着，你还敢打我？打都打了，我还怕别人看？云雨柔看到信件的时候，瞳孔骤然一缩。怎么会？这个东西怎么到了南晚烟的手里？今日要你假扮奸夫，让南晚烟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此事机密，不可外传。随信带着的还有一张人体绘图，图上将南晚烟身上胎记的标志交代得清清楚楚。顾墨寒的脸色骤变，墨瞳重重地眯起来。南晚烟重重地将信纸砸在了顾墨寒的身上，语气冰冷：“顾墨寒，我说过，
让你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你偏不信。现在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白纸黑字上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顾墨寒一把抓过了信纸，再次看了一遍，竟然是有人陷害南婉嫣。他的剑尖对准了常青阳的鼻尖，厉声质问道：“说，谁指使你的？”我……顾墨寒自然能够看出端倪，这件事情幕后有人，并且这人用心颇深，分明不想让南婉嫣好过。这是假的，怎么回事？所以说你蠢笨，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江如月顿时恍然，一脸愤恨盯着云雨柔，他这才明白过来，从头到尾他都被云雨柔给设计了。王爷，这件事情，王爷，知人知面不知心，既然要看戏，那就得看个全。顾墨寒看到南婉嫣那运筹帷幄的样子，又扫了手里的信件，怒火已经消下去了大半了。看什么？当然是重磅惊喜了。于峰，很快于峰就押着倩碧和清婉步履沉沉地进了王府。倩碧不动声色地跟云雨柔交换了一个眼神。回王爷，属下就看到这二人跟常青阳鬼鬼祟祟，便跟在他们的身后，却发现他们在城外破庙谋算害人，遂将这几人拿下，带来让您审问了。顾墨寒看到了倩碧，一眼就认出那是云雨柔的婢女。会是你？倩碧，你怎么会在这儿？回主子，奴婢也不知道啊。奴婢瞧着今晚这几日很反常，今天悄悄跟着看他到底要干什么，结果于风侍卫什么都不问就把奴婢拿下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垂死挣扎，哼！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常青阳，究竟是谁指使你害我的？若是你现在不说，你会死得更惨。常青阳意欲开口，倩碧忽然沉声说道：“你最好把话说清楚，不要冤枉了好人。”这话是提醒，毕竟他给了这奸夫很多钱，他得演完了戏才能拿到手。就是你，是你说你家主子让我假扮奸夫，让王妃和王爷离心，还给了我很多钱，这都是你们一手策划的。常青阳语气肯定地指着倩碧，倩碧被杀了个措手不及，整个人错愕地瞪大了眼睛。怎么会？这人怎么敢？难道南婉嫣也收买了他，让他来反咬一口？顾墨寒的脸色冷到冰封万里，他转头看向了云雨柔，抿紧了唇。不是的，王爷，奴婢和主子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是他血口喷人，还请王爷明鉴。你休要胡说，我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云雨柔立即跪在了地上，一脸的震惊。王爷，你要相信柔儿。说着，他立即看向了常青阳，语气质疑：你方才明明口口声声咬定你是王妃的奸夫，现在却反咬我和倩碧，你又有什么证据？顾墨寒不会信的，南婉嫣的话从来他都不会信的。顾墨寒并没有立马扶起云雨柔，而是一语不发。他就这样盯着她，仿佛要把云雨柔的一切都看穿。那种凌厉带着审视的目光，让云雨柔头一次从顾墨寒的身上感觉到强大的气场。你们筹谋害我的信，难道不是证据吗？而且你的婢女倩碧就在现场被于峰逮了个正着，你还想辩解什么？云雨柔暗恨，看了倩碧一眼。回王爷，奴婢方才说了，前几日就看见清婉鬼鬼祟祟，便想着去禀告主子，但是又怕他在计划什么坏事，就自作主张去跟着。结果奴婢刚到，就被于峰当作共犯给抓起来了，根本不给奴婢解释的机会。此事主子是一点都不知情的。清婉闻言，整个人愣愣的在原地，不知所措的看了一眼云雨柔，神色复杂。常青阳急眼了，恨得直跺脚，他不顾狼狈的起身，一把上前揪住了倩碧的衣领，恶狠狠地说：你胡说，分明是你先联系的我，说你家主子看不得王妃在王府里平步青云，顺风顺水，信也是你给我的，毒妇，你还想开脱吗？南婉嫣这个贱人怎么无处不在？我精心策划的大戏怎么又被他一棍子搅浑了？可还好我有所准备，南婉嫣拿不下我的。倩碧一脸的愤恨，那戏是什么东西？我根本没见过。王爷要是不信，大可让人去找竹兰院里奴婢和主子平时的字迹。高管家。是。云雨柔眸中藏着愤意，咬牙暗恨，不得已上前扯着顾墨寒的衣袖。王爷，您难道不相信柔儿了吗？柔儿成日都在王府里，根本就没有出过王府，这些事情柔儿一概不知。够了。这时高管家急匆匆地赶了回来。王爷您看，他呈上了2封书信，是云雨柔和倩碧在房里练字所用。顾墨寒却是看也没看，直接一掌挥开。不必看了，本王心里自有定夺，柔儿不会做这些事情。他暗暗地松了口气，倩碧悬着的心也掉下去，
云雨柔，你当真没做过？这王府里除了你跟顾墨寒，还有谁看过我的胎记？还有谁能够知道的那么清楚？你的婢女也参与其中，你觉得你的话谁能信？顾墨寒，你难道不觉得最近很多事情都是矛头冲着我来的吗？沈宇再次中毒，这个奸夫，这种种之间的联系，你难道还看不清楚吗？顾墨寒怎么会不知道？但是牵扯到云雨柔，他没法理智。云雨柔等了他5年，也是他挂在心上的救命恩人。他年幼时起就那么善良，绝对不会做这样陷害别人的事。倩碧，你为何要自作主张跟踪别人？为何不上报？如今王妃偏要治我的罪，你叫我如何解释？侧妃，奴婢只是……忽的，他像是想到什么，立即指着青婉：“是你这个贱婢，这么存心引我跟踪你，实际上就是想引我进入陷阱，借此诬陷在我家主子身上。你好狠毒！”青婉心一狠，突然像是疯魔般的起身，直直的朝着南婉嫣冲过来，手里不知何时还多了把匕首。贱人，我要杀了你！南婉嫣眼神一冷，刚想掏针，就看见顾墨寒眼疾手快的一个侧身揽过了她纤细的腰身，一掌直劈在了青婉的肩头。南婉嫣愕然的抬眼，看到顾墨寒那阴冷的脸色，青婉倒在地上，一口鲜血喷出。是我做的，跟云侧妃没有关系。是我看南婉嫣这个贱人不爽，我那日在地牢看到她身上的胎记，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着手计划这件事情。王爷，求您擦亮您的眼睛，南婉嫣这样狠毒粗鲁的女人，怎么可能配得上您？您口口声声说爱着云侧妃，进门后的这些日子，您是怎么冷落她的？云侧妃，谢谢您。您或许不记得了，可5年前，要不是您让人给奴婢送药，奴婢早就病死了。谢谢您对奴婢的温柔以待，奴婢来世再报答您。既然这是云雨柔的意思，那他就为了她去死。横竖没有云雨柔，他也早就死了。南婉嫣闻言，瞳孔一紧，不好！他挣脱了顾墨寒的怀抱，却没有拦下。青婉一头撞死在了墙上，鲜血直流，倒在了地上。怎么会？他们主仆2人谁也没有想过，青婉竟然可以忠心到这种地步。这又是一条人命啊！云雨柔的心是铁做的吗？他痛恨憎恶地看向了云雨柔，丧心病狂！拖出去，乱葬岗！顾墨寒转头看着愣在原地的常青阳，冷冽地开口：“把他关进地牢，重则30大板，让他在地牢反省7日。”各位贵女们，王府今日怕是无法再招待了，请回吧。王爷，这次的事情柔儿也不对，要是柔儿提前知晓，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柔儿以后一定好好管教倩碧，不让她跟什么人都来往。这次她也是出于私心，没有第一时间告知我，还请王妃恕罪。若这次事情不是王妃聪慧机警，就要遭人迫害污蔑，是妾身不对，妾身……主子，不是您的错，是奴婢蠢笨。顾墨寒拧眉，刚欲开口，就看到南婉嫣阴狠地盯着云雨柔。云雨柔，你要知道，这世上最难求的就是真心。今日你失去一个真心待你的人，罪业深重，因果轮回，你肯定会悔不当初，有所报应的。还有，我劝你好好做个人，不要妄图再来挑衅我。我早已经不是曾经任你摆布的那个南婉嫣了，你还不够资格来欺负我。云雨柔的心猛地颤了颤，脸色煞白。这个贱人就是我此生的宿敌，我一定要让南婉嫣死，我要让南婉嫣失去一切，失去她所有珍惜的东西。王爷，柔儿真的没做过。顾墨寒深深地看着他，南婉嫣的那番话在他心里确实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云雨柔见顾墨寒还是没反应，王妃不信妾身，妾身也明白，毕竟王妃从来都不喜欢妾身，这种时候怀疑妾身也是理所应当。但王妃为何要落井下石，在王爷面前这样侮辱妾身，说妾身的不是？人在做天在看，往后你的报应还长着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你若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我也不会客气。还请王妃不要血口喷人，我家主子这2日身子本就不好，得了王爷的允，在竹兰院里调养，怎么会有那些闲工夫去策划这种坏事？再说了，我家主子的为人，王爷从来都是知道的。当年主子要不是为了才落下的病根，如今也不会身子骨这么弱。云雨柔的眼底闪过来一闪而逝的讽刺，却低垂着头，一副伤心失望的模样。就是这样，让顾墨寒再三想起他的好。
让顾墨寒知道他是他的救命恩人。顾墨寒闻言，心绪更复杂了。这件事情无论怎么理，都绝对跟云雨柔逃不了干系。可一旦想到当年云雨柔的救命之恩，他为了救她落下了病根，顾墨寒就觉得此事跟他无关。都别争了，柔儿做不出这种事。倩碧，往后好好听你主子的话，有事及时与你主子商量，少做蠢事。现在送你家主子回房吧，刚淋了雨，别又染了风寒。谢王爷信柔儿，柔儿这就回房了。是，奴婢记下了。倩碧恭敬地行了礼，扶着弱不禁风的云雨柔离开了。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他扭头转身就要走，手腕却突然被身后的顾墨寒牢牢地抓住了。你还要干什么？你问了那么多，现在该轮到本王问你了。常青阳是幌子，这件事都已经水落石出了，你还有什么想问的？顾墨寒冷冽地看了香玉一眼，香玉抿唇，在南婉嫣没事儿的眼神安慰下离开了。说，你的初次到底给了谁？顾墨寒问完自己都愣住了，眸底深处有着几分说不清的醋意和嫉恨。该死，怎么问的是这个？南婉嫣一脸大写的懵逼。我你什么说不出来？你究竟有多少野男人？一旦想到这个女人会跟别的男人缠绵悱恻，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原主的记忆他基本上都有，可偏偏这一段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让他无从找寻。哼，你这么为难，是不是想编？说你的初次给了本王，本王碰你那次，你的手工杀早就没了，你跟本王也没有落红，碰你的男人也绝不是本王，你就是给了别人。顾墨寒，给你普及一点知识，不是每个女人都会在初次有血的。处女膜，就是袁红，袁红的破裂有很多因素，或许是因为撕裂，或许是因为自然脱落，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他咄咄逼人地靠近了南婉嫣，将她禁锢在双臂间。你还想欺瞒本王？南婉嫣，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你嫁给本王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手工纱，这可是当年随你入王府的丫鬟亲口说的，嬷嬷也为你验过身，你又要如何解释？说什么你都信。手工纱这个东西和滴血验亲一样，根本就不靠谱。他掐住了南婉嫣的下巴，让她抬眸。好，本王现在也不跟你计较那些，但是本王要知道那两个小丫头到底是谁的，这件事情你应该清楚。他反手揪住了顾墨寒的衣服，眼底是决绝和寒意。顾墨寒，孩子是你的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你不过就是想拿着两个小丫头去换取太子之位罢了。你要是真的有本事，你就靠自己去抢啊，而不是拿孩子当你上位的垫脚石。什么拿孩子换取太子之位？南婉嫣到底在说什么东西？本王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本王只是想知道孩子们的身世，你却一再阻挠。本王不知道有什么是你需要瞒天过海的，本王也从没想过利用孩子们夺取太子之位，那些东西本王不需要。他只是喜欢，打心眼里喜欢两个小丫头，仅此而已，却被南婉嫣曲解成了这番意思。你没想过，顾墨寒，你还真的是温室里长大的花朵，说起话来不痛不痒。你动不动就拿孩子威胁我，动不动就说你只是想知道他们的身世，那你可曾想过，我是他们的母亲，今日之事我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你凭什么转过头来凶我？要不是我这次凭着自己的本事给自己驳了生路，真要被人给栽赃了，你是不是二话不说就要捉我去进猪笼啊？今天若是云雨柔做了这一切，若她真的是罪魁祸首，你会怎么做？你不会说她半句，更不会伤她。就你这样的双标男，我凭什么要顺遂你的心？你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考虑过我吗？我是一个母亲，身为母亲，我绝不允许自己出事。任何人伤害我，我都会给予最强烈的反击。顾墨寒被对得哑口无言。本王不是。你不是，顾墨寒，你确实不是，你根本不会想这些，这么自私，根本没有心，你什么都不懂。本王怎么不懂了？你懂，你懂得抢走我的孩子，然后给云雨柔，懂得让我骨肉分离，痛不欲生。要是早知如此，当年我就不应该救你。狗都知道摇尾巴，你却如此没心没肺，哼，真是白瞎了。怒气冲冲的转身就走了。顾墨寒下意识冲上前，抓住了他的手。你站住！滚！他叫他滚，他居然敢叫他滚！他一掌打在了老旧的树干上。什么叫瞎了眼救了本王？他南婉嫣何时救过本王了？既然我小瞧了南婉嫣，不能收拾她，那为何不借刀杀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主子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翼王府如今没有跟南婉嫣势不两立的其他人了呀？云雨柔嫌恶地看了他一眼，毫不客气地踹了他一脚。如今我不需要做什么别的事情，而是要稳住王爷的心。只要顺利跟王爷圆房，怀上孩子，南婉嫣那个贱人，我不去找，自有人替我收拾。这个节骨眼上，
我不能再让王爷怀疑了。奴婢愚钝，还是不知道主子要把这件事交给谁。陈王前些日子不是受气了吗？主子的意思是，南婉嫣回邙那日，从丞相夫人那里挖走了那么多好东西，那个爱财如命的女人能不怀恨在心？还有顾墨风又在宫里被王爷下了脸色，南婉嫣在其中作用颇大。哼，南青青那个疯子没理由坐得住。你去给陈王妃送一封信，这次我要看南婉嫣和南家人斗个你死我活。今日又来跟我讲什么故事了？肤浅，我们又不是贪玩的人，怎么会次次找你都想着玩呢？就是，这次我和阿姐是有正事。那说说吧，小大人们，这次来又是为了什么呀？沈侍卫，王妃今日设了家宴，不便前来为你上药，就招呼2个小主子来了。沈宇多看了香莲一眼，心中又是莫名的情愫。哦，我竟然还不知道你们有这本事啊！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等你好了，我和小包子表演给你看。沈宇摊了摊手，笑着温柔地躺下，自己解开了衣衫。香莲见状，默默地把头给转过去，脸上微不可察地浮现了一抹绯红。沈宇注意到了，眼底更多了一丝莫名。小正角看着沈宇那奇怪的眼神，小手放在他的眼前晃了晃。你可不要打香菱阿姐的主意啊！娘亲说了，香菱阿姐和香玉阿姐都是顶好的女子，以后定有良配。小主子，你就别打趣奴婢了。沈宇尴尬地挠了挠头。我可没有，别乱说。小包子捂着嘴，咯咯地笑着。沈宇看着那股专注的眼神，真的是越来越像极了顾墨寒年幼时候的样子。小丫头们，你们娘亲到底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你们的爹是谁啊？或者说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爹呀？要是都没有的话，你们觉得王爷怎么样？这种事情不需要知道，要是娘亲想说，自然会说的。那王爷呢？王爷那么气度不凡，又是谦谦君子，多少桃花找上门来都拒之千里的。而且王爷还是战神呢，是整个西野让人闻风丧胆的铁血将军，这你们都不满意啊？哼，我不管，他是总欺负娘亲，我才不要他呢。小包子，那你呢？不要，他才不怎么样呢。找小老婆就算了，还总抢走娘亲。完了呀，王爷！你若是有心认这2个小主子，恐怕也是前路漫漫呢。谁让你得罪了王妃呢？他们母女3人就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主。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可千万不能和大坏蛋说。好，我保证不说。我们要给娘亲找一个玉树临风、英俊潇洒的老公做我们后爹，那人一定能上天入地，驾着七彩祥云从天而降。随着他语气越发的兴奋，背对他们的香莲脸色却越发的沉。总之就是比那个坏蛋好1000倍、10000倍的男人。比本王好10000倍的男人根本不存在。小正角和小包子被吓得一个机灵。王爷，您来了。顾墨寒颔首，迈步进屋，瞅着眼下那2张义愤填膺的小脸儿，原本皱起的眉头也忍不住舒展开来。你们倒是说说，比本王好的男人要到哪里去找？不管，反正你总欺负娘亲，你就是大坏蛋。娘亲呢？你是不是又折磨娘亲了？沈宇嘴角抽了抽。王爷，童言无忌，您别放在心上。哎呦，我的2个小祖宗啊，能不能别再说了？你们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接二连三的挑战王爷的底线呢。神宇哥哥，你这话就不对了。林先生说过，虽然童言无忌，但稚子发言句句肺腑真切，是童真童趣。阿姐说的就是大实话。沈宇附额。没想到啊，王爷给这2个小姑奶奶请了教书先生后，倒是更加伶牙俐齿了呀。倒是更加能言善辩。放心吧，你们的娘亲本事大着呢。现在回香林院歇着去了。本王还没问你们呢，又来本王的西风院做什么？哼，娘亲让我们来给沈宇哥哥上药包扎，现在完事儿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小包子，走。说完，他就挎起自己的小包袱，活脱脱一个小大人的模样，拉起小包子的手就往外冲。慢着，咕嘎咕嘎，小丫丫出来划水了。他略显笨拙地转着圈，神色怪异，咧着嘴笑着拍手。生本王气了？沈宇听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他何德何能听到王爷用这么温柔的声音说过话？香莲也怔住了，
不可置信地看着顾墨寒那慈父的模样。哼，阿姐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哄不好的那种。顾墨寒动了动喉结，莫名的有些紧张。他望着屋子里看戏的沈宇，干咳了一声。本王看你也精神了，闲不住，出去溜一圈吧。香莲，你陪着沈宇。王爷，属下还……顾墨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还不快去！唉，王爷有令，不得不从啊。说吧，要怎么样，你们才不生我的气？门外又偷偷的绕道回来的沈宇和香莲正蹑手蹑脚的趴着偷听。这样吧，我们也不是小气的人，若是你能给我们唱首儿歌或者跳一日舞，我们就不生你的气了。唱儿歌跳舞简直是奇耻大辱，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口口声声说自己不坏，连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做。顾墨寒看不得他哭，手忙脚乱的为他擦着眼泪。你别哭呀，我唱行了吧？一首歌加一支舞，成交。什么时候多了一支舞了？谁让你把小包子惹哭了呢？难道你不负责吗？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我并未接触过什么质子谣，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啦。我给你几个选项，你自己挑吧。小草打架，小鸡上树，洛神赋，丫丫划水。丫丫划水吧，我看那些个幼童唱过。偷听的沈宇已经震惊到快要原地爆炸了，香莲也忍不住好奇的点了点脚。来吧，开始你的表演吧。顾墨寒深吸一口气，却是对着门外说：沈宇，本王看你是伤好的太快了。沈宇吓得连连后退，拉着香莲边跑边高声说：这就走，王爷您继续，加油啊！豁出去了。只见他滑稽地迈开了腿，双手举到头顶扑腾着，极其艰难地开口：咕嘎咕嘎，小丫丫出来划水了。他略显笨拙地转着圈，神色怪异，咧着嘴笑着拍手：咕嘎咕嘎，都是鸭，小手掌扑扑凉快啦。短短的几分钟，却仿佛过完了顾墨寒的一生。姐妹俩听完，乐得咯咯直笑，小正角被逗得眼泪都出来了。小包子捂着肚子，笑得人仰马翻的。你也太好玩了，让你唱你就唱了。阿姐，这个坏叔叔唱咕嘎咕嘎真像。而顾墨寒本来还觉得丢人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看到丫头们喜上眉梢，笑得开朗明媚，心里陡然间也变得温暖起来。怎么样，我还不赖吧？哪有你这么自恋的？唱的还算凑合吧，但是跳的还没有辣不辣好看呢。你离我们心里十全十美好爹爹的形象还差得远。就是你还得多练练。说着，两个小丫头就拍拍屁股站起来，对顾墨寒做了个鬼脸。我们要回家了，你自己接着玩吧。顾墨寒觉得自己完全被他们戏耍了。而这时候房门被推开，三人就看到南婉嫣笑颜如月的走了进来。小正角，小包子，怎么还没弄好啊？你怎么也在？本王的西风院，本王为何不能在？娘亲，原来娘亲真的没事儿。娘亲今日错过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呢。顾墨寒瞬间觉得大事不妙啊！什么演出啊？小正角不怀好意的看了顾墨寒一眼。这个坏叔叔给我们唱了丫丫划水，对，他还跳了，就是像这笨笨的大鸟，一点也不像娘亲那么婀娜窈窕。顾墨寒两眼一黑，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本王不过是见他们情绪不高，想着让他们开心一点。你这个当娘的，整日不见人影，简直失责。是吗？那他唱的好不好听啊？不好听，像鸭子叫。还是娘亲唱的好，声音又细又柔。他一个5大3粗的男人，唱歌就像在吼人。阿姐说的没错，不过还是挺搞笑的。没想到顾墨寒原来战神不务正业，整天竟然在王府里研究这些质子童谣，稀奇啊！南婉嫣，不许笑。居然被南婉嫣这个女人给嘲笑了。术业有专攻，本王不擅长这些，但也定是唱得好的。这俩丫头方才还笑了。是吗？那你再唱一遍。你两个小丫头急忙挡在南婉嫣的身前。你干嘛？又要凶娘亲啦？
此言一出，顾梦涵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怎么也怒不起来了。